这场面也太绝了！布伦海姆博览会正式开幕，到处都是没见过的稀罕玩意，不仅请来了大歌唱家安东内里，还有畅销书、签售和温泉小镇，甚至连传说中的血酒都有。谁能想到，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全都是阿内特一个人的手笔？大庭广众之下，洛伊克竟然直接贴了上来。这位传闻中冷酷无情的北境大公，现在居然在大闹着要接吻。阿内特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本来打算合约到期就离婚跑路，谁能想到不仅生意做得火爆，连这个冰山男人都被他彻底拿下了。难道自己天生就是当大公夫人的命？可就在1年前，这桩婚事还是全帝国的笑柄。堂堂侯爵家千金出嫁，对方居然只送来500块礼金，甚至连新郎官都没露面，这哪是结婚？这分明是赤裸裸的羞辱！连面都没见过，大公竟然随便找个人代替自己来结婚，这简直是把人的尊严按在地上摩擦。但阿内特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他根本不是原主，而是穿越进了一本狗血小说里。在原本的剧情里，她是个处处找茬的恶毒女配，最后不仅没捞到好果子吃，还被送上了绞刑架。既然知道了结局，谁还会傻到去走老路？这桩荒唐的婚事反而是他逃离京城的绝佳机会。面对家里人的抱怨，他表现得比谁都冷静。不就是没钱没面子吗？他直接提议去神殿把婚办了就行，只要能离开这里。真正的反击才刚刚开始。阿内特太懂怎么拿捏人心了。面对视财如命的父亲，他主动提议去神殿办一场简陋的婚礼，表面上是体谅家里，实际上是帮老爹省下了一大笔开销。看着天平那头的金币，老爹当场拍板成交，第一步计划顺利达成。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亲哥费丁就冷着脸找上门了。在他眼里，这种自降身价的行为简直是疯了。费丁警告他，这样做只会让北境大公更瞧不起他。毕竟当初家族拒绝支援北境战场，双方的梁子早就结下了。这趟北境之行恐怕比想象中还要危险。前任大公为了守护北境战死沙场，这种血海深仇注定了北境的人绝不会欢迎阿内特。这趟婚事从一开始就是去当挡箭牌的。费丁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妹妹是在自寻死路，为了帮家里牵制大公，竟然要把一辈子都搭进去。可阿内特根本没当回事，甚至还觉得这个便宜哥哥挺关心人。费丁直接推开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自从附身阿内特已经2周了，而且他适应得比想象中好。当然他在弗雷斯庄园的待遇并不好，其实这点勾心斗角对他来说简直是小儿科。毕竟穿越前他可是广告公司的资深打工人，比起被甲方逼着通宵改方案，这种程度的排挤和冷眼简直就像度假一样轻松。既然已经摆脱了那暗无天日的生活，现在的挑战反而让他觉得有点意思了。虽然在家里被当成透明人，这种混吃等死的日子确实很安逸，但对于一个现代灵魂来说，没有手机和娱乐简直是多巴胺严重缺失，更别提在这个家里他连大门都出不去。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去北京闯一闯。在那本原著小说里，北京可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地方，有终年不化的雪山，还有抵御外敌的宏伟城堡。当然最让他期待的还是那位传闻中的布伦海姆大公。据说洛伊克不仅性格冷酷，颜值更是高的离谱。一想到能亲眼见到这种顶级帅哥，他整个人都兴奋的不行，什么危险和仇恨通通被他抛到了脑后。布伦海姆领地，洛伊克看着手里的回信，这下彻底失算乐。他还是低估了侯爵的贪婪，原本以为开出500金币的低价能让那个老狐狸知难而退，没想到对方为了钱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婚事。面对手下的询问，洛伊克二话不说，直接把婚约扔进了火堆。他的态度非常明确，让那个老头子趁早死心，只要有他在，那个女人永远别想踏进这里。佩雷尔实在看不下去了，哪有刚办完婚礼就把新娘一个人丢下的道理？可洛伊克根本不为所动。这时候骑士团长倒是挺兴奋，他觉得这主意简直绝了，毕竟那个老狐狸侯爵肯定会到处安插眼线，不如从一开始就断个干净。洛伊克冷冷地问了一句，谁打算出来阻止这件事？全场一下子没动静了。佩雷尔现在满脑子都是无奈，替主子去结婚也就算乐，现在还得帮着把新娘甩掉，这烂摊子到底谁能接得住？洛伊克一句话直接把佩雷尔推到了前线。虽然佩雷尔心里1万个不愿意，但命令就是命令，连副团长海德里克也被调去带队了。其实洛伊克心里清楚，这场婚礼不过是个幌子，要他娶仇人的女儿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他已经想好了，等这阵子过去就直接把婚离了。转眼到了大婚当天，新娘阿内特这边却一点喜气都没有。女仆长珍妮特说话带刺，当面嘲讽她的头发像白发，甚至说她化了妆也掩盖不了憔悴。珍妮特一边梳头一边念叨，说侯爵大人怕她在北方受委屈，特意精挑细选了这批随从，听着像是关心，其实阿内特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送帮手，分明是想在他身边安插眼线，好随时盯着他和公爵府的一举一动。不过侯爵这回算盘打错了，事情绝不会按他的计划发展。婚礼现场气氛庄重，可站在阿内特身边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公爵。洛伊克居然真的找了个替身，佩雷尔现在完全是赶鸭子上架。看着眼前这位漂亮的过头的新娘，他紧张的话都快说不利索了，只能硬着头皮代表主子宣誓，说要用一生去爱护和尊重对方。阿内特听着这虚伪的誓言，心里只觉得好笑，还谈什么一辈子？这段婚姻能撑过1个礼拜，就算他运气好了。阿内特也跟着走个过场，对着这个替身宣读了誓言。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气氛却变得有点尴尬。佩雷尔的手哆嗦得厉害，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明摆着是想躲着阿内特，这让他心里非常不爽。
自己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至于这么嫌弃吗？随着司仪宣布婚礼完成，这场荒唐的仪式总算收场了。可女仆长珍妮特还在背后嚼舌根，觉得伺候一个私生女简直丢人，甚至觉得侯爵大人真是没羞没臊。可当他推开房门准备继续使唤时，整个人都傻眼了。屋里只剩下一件婚纱，阿内特居然在大婚当天直接玩起了消失。佩雷尔现在只想赶紧开溜，只要在阿内特出现前逃走。这桩麻烦事就算甩掉了，谁知道还没跑出大门就被阿内特抓个正着。佩雷尔支支吾吾想打太极，结果阿内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不仅没打算放人，还提出要跟着佩雷尔一起走。既然是去见自己的丈夫，那当然得夫唱妇随。佩雷尔这下彻底没招了，只能拿没准备马车当借口，想让这位大小姐知难而退。可他还是太小看阿内特了，既然敢在大婚当天玩消失，他就绝对是早有防备。这哪是临时起意，分明是有备而来。阿内特连马车都自己备好了，佩雷尔还想挑刺说车轮有响声，结果人家早就检查过，根本不给他留话柄。佩雷尔又拿路不好走当借口，话还没说完，就被阿内特一把推到了车门口。看看这满屋子的厚垫子，想颠着都难。这下佩雷尔彻底没话说了，他还不死心，又说这一路没安排护卫不安全。结果阿内特随手一指，直接把路边那群杀气腾腾的精锐骑士强行变成了自己的保镖。这群大汉当场就愣住了。佩雷尔还想拿路面泥泞再挣扎一下，阿内特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催着他赶紧前头带路。既然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那这趟远门他是非带不可了。阿内特现在简直想放声大叫，折腾了这么久，他总算彻底自由了，再也不用受那个家族的窝囊气。这种翻身做主的感觉真是爽翻了。冷静下来之后，他发现佩雷尔这人其实不坏，虽然平时看着冷冰冰的，但心思还挺细，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就在这时，管家拿来一个精致的盒子，说是费丁少爷特意交代的，就怕他走得太急没带上。啊，内特心里直犯嘀咕，哥哥怎么会知道他要跑路？可接下来的话才真正让他彻底懵了。管家说这可能是份新婚礼物，而且那个一直对他不闻不问的哥哥，竟然亲自去婚礼现场，盯着他完成了仪式才离开。这简直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那个冷酷到极点的哥哥居然会做出这种事，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马车一发动，阿内特这只金丝雀总算飞出了牢笼。可急坏了后面的珍妮特，他扯着嗓子满世界喊，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抓着。侯爵可是下了死命令，仪式一结束就要把人带回去。结果珍妮特紧赶慢赶，还是扑了个空。看门的随从倒是一脸淡定，说大公夫人早就动身了，至于去哪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去她丈夫的地盘布伦海姆。赶路的马车上，阿内特拿出了那个盒子，这是费丁送给他的结婚礼物。他原本以为那家伙只是随便送点什么，结果打开一看，里面的东西简直要闪瞎眼。这套首饰贵的离谱，费丁居然舍得下这种血本，这可不像是普通的礼物。果然首饰下面还藏着一张便签，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如果需要帮助就去联系阿森的婶婶。阿内特看着手里的便签，心里总算有了数。费丁不仅送了重礼，还留了保命的联系方式，甚至连他要逃跑都知道。原本他还担心局面失控，现在看来他并不是孤军奋战。去布伦海姆的这一趟，他总算有了点底气。马车停在树林边休整，可麻烦也跟着来了。几个守卫正凑在一起出坏主意，居然想把他直接扔在荒郊野外。就在这时，利昂站了出来，指着同伴的鼻子大骂，说他们实在是太没良心。阿内特在旁边看得直点头，看来这一路上还是有靠得住的人，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都已经做好了觉悟。偷听被抓个正着，这下尴尬了。阿内特还没来得及解释，海德里克已经冷着脸走开了。这位副团长一回来，气氛立马变得不一样。佩雷尔赶紧上前汇报，确认了要护送他去布伦海姆。阿内特还在那儿装模作样，假装自己只是在散步，这演技估计也就他自己觉得自然。海德里克倒是很正式，直接报上名号，承诺会把他安全送到目的地。不过看他身后那些人的表情，这趟差事恐怕没那么简单。有人心里已经开始打小算盘了。阿内特客气地打了个招呼，这趟就拜托海德里克了。他其实是想趁这个机会稍微挽回一下自己的形象。眼看天就要黑了，海德里克原本打算连夜赶路去远一点的马伦镇投诉，但阿内特却提议去路口那家罗吉旅馆试试。佩雷尔赶紧在旁边劝说，那地方人多得要命，咱们这么多人根本住不下。结果谁也没想到，海德里克竟然直接拍板了。他说如果房间不够，就让阿内特一个人住进去，剩下的兄弟全部在外面露营。这下连阿内特都懵了，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说话？可苦了后面那帮当兵的，累了一整天还得睡大街，这下子队伍里的怨气更重了。海德里克这招确实厉害，表面上是听了阿内特的建议，实际上是把让士兵露营的锅直接甩到了他头上。佩雷尔在旁边急得不行，生怕阿内特因为这件事被整个骑士团的人记恨。结果阿内特本人倒是一脸轻松，好像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主意，既然敢开口提议，他就没打算让大家白忙活，看着吧，待会儿肯定有惊喜。一行人紧赶慢赶，总算在天黑前到了旅馆。结果守卫跑回来一打听，果然碰了钉子，里面早就被大客户包圆了。海德里克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佩雷尔在旁边都快崩溃了。这下可好，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大家真的要在大马路上过夜了。海德里克心里正打着算盘，他觉得阿内特就是大小姐脾气发作，正好等他受不了野外露营的苦，肯定会主动求饶说不去了。他干脆直接下令让大家收拾东西
赶紧赶路。佩雷尔这边也快急疯了，旅馆老板说破了天也是没房间，他求着阿内特赶紧走吧，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阿内特却说要再去确认一下。背景里那帮当兵的一个个都觉得这位大小姐在无理取闹。就在大家都以为要睡大街的时候，阿内特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张纸，佩雷尔拿过来一瞧，好家伙，竟然是提前办好的预约单。阿内特笑眯眯的让他去给老板看。阿内特这波操作简直是大手笔，他不仅提前订好了所有人的房间，甚至连丰盛的晚餐都安排妥了。海德里克原本还想看他笑话，结果现在整个人都傻眼了。后面那帮原本满肚子怨气的士兵，这会儿估计连话都说不出来，毕竟谁能拒绝热腾腾的饭菜呢？阿内特优雅的笑了笑，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想要收买这帮硬汉的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吃饱喝足，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他招呼大家赶紧开饭，这顿饭一吃完，估计就没人再好意思给他这个大小姐脸色看了。几天前，阿内特偷偷溜进了情报工会，把手里的首饰全给变现了，结果到手的钱比预想的缩水了一大半。工会的人还挺理直气壮，说他们也要赚钱。其实他心里也清楚，毕竟自己不是亲生的，侯爵给的东西能值几个钱？不过卖首饰只是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攒点私房钱跑路，顺便打听一个关键情报。他想知道传送门的具体开启时间，因为在原著剧情里，那些人正打算把他彻底甩掉，但这可是机密信息。工会的人一脸为难，这笔交易看来没那么容易成交。这钱一掏出来，事情立马就好办了。刚才还一脸为难的工会成员，瞬间就换了一副面孔，把传送门的名单递了过来。阿内特仔细一看，发现时间比预想的还要紧，婚礼一结束，那些人就要动身出发了，根本没打算给他留余地。就在这时，对方随口提到了一个地方——罗吉旅馆，说是那里的主厨以前在皇宫干过，饭菜是一绝，但房间特别难订。阿内特立刻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突破口。他问能不能提前预定，对方刚想拿规矩说是，结果他又掏出一袋金币。毕竟规矩是死的，但在超能力面前，什么规矩都能变通。画面一转，大家已经坐在了罗吉旅馆里，桌上摆满了硬菜，这规格确实让人没话可说。海德里克的部下们都看愣了，虽然馋得不行，但没长官发话，谁也不敢先动筷子。海德里克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松了口。既然是大小姐的一番心意，大家就放开了吃吧。这下场面彻底失控，这群人像是饿了几天几夜，开始疯狂扫荡桌上的食物。阿内特在一旁看着，知道他们这一路确实辛苦了。佩雷尔这时候凑过来问，这种抢手的地方你是怎么订到房间的？阿内特只是笑了笑，毕竟为了这一刻，他可是把变卖首饰的私房钱全都砸进去了。佩雷尔还在纳闷，这大小姐怎么突然转性了？阿内特却表现得非常大方，说大家大老远跑一趟辛苦了，这顿饭就当是他的谢礼。其实他心里的小算盘想得很，绝对不能让这帮人知道，他是为了保命才提前做的功课，只要能把好感度刷上去，花点钱也值了。这招果然好使，刚才还对他有偏见的士兵们，现在全都在夸他人美心善，觉得传闻果然不可信。佩雷尔在一旁没说话，看着他上楼的背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可还没等阿内特高兴太久，楼上突然传来一阵骚乱，原本温馨的晚宴瞬间就变了气氛。昨晚这顿酒喝的确实有点猛，满地都是横七竖八的醉汉。阿内特虽然也觉得头疼，但看到大家这么尽兴，这波收买人心显然是稳了。刚下楼就碰到了利昂，阿内特随口打了个招呼，还顺带叫出了他的名字。这下可把这小伙子给整懵了，估计他压根没指望大小姐能记住他这种小人物。厨房里正煮着番茄炖肉，说是专门给骑士们准备的醒酒汤。阿内特闻着这股酸辣味儿，脑子里全是家乡的泡菜锅，这熟悉的香气简直要把他的馋虫给勾出来了。利昂本来想把饭送到他房间，结果阿内特语出惊人，说要留下来跟骑士们一起吃。这下利昂彻底傻眼了，堂堂大小姐居然要吃这种大锅饭，这要是传出去，整个领地的社交圈估计都要炸了。佩雷尔好心提醒了一句，这汤可比平时喝的辣多了。阿内特却一脸淡定，说自己最爱的就是重口味。全屋子的骑士都停下动作，死死盯着这位大小姐，就等看她被辣哭的笑话。结果第一口下去，阿内特整个人都亮了。这熟悉的配方，这带劲的辣度，简直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家乡味。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他就没吃过这么地道的辣菜。这下他也顾不上什么淑女形象，直接端起碗就开始炖。这一碗火辣辣的炖肉，简直要把他的灵魂都点燃了。看着空空如也的碗底，阿内特长舒一口气，直呼这顿早饭吃得真爽。旁边的利昂和骑士们全看傻了，这可是布伦海姆的特产。外地人闻一下都要打喷嚏。这位大小姐不仅吃完乐，居然还说这汤喝着很清爽。这下大家看她的眼神，彻底从怀疑变成了崇拜。阿内特这顿饭吃的是真香，直接喊着要再来一碗。佩雷尔在一旁看着，估计也是头一回见到这么接地气的贵族大小姐。与此同时，远在布伦海姆的领地，洛伊克收到了一封急信。佩雷尔在信里说大小姐马上就要到了，让家里赶紧把房间收拾出来。洛伊克看完信，整个人都懵了，觉得佩雷尔是不是吃错药了？信里把阿内特夸得跟圣女一样，说她不仅没架子，还跟骑士们打成一片。管家惠特利倒是一脸淡定，觉得既然是佩雷尔说的，那就要赶紧准备迎接了。可洛伊克心里还是犯嘀嘱，一个被新郎放鸽子的新娘，不仅没闹脾气，反而还这么配合。他甚至开始怀疑佩雷尔是不是被阿内特给威胁了，毕竟这位大小姐可是帝都出了名的狠角色，这出戏
到底是怎么演的，他必须得亲眼看看才行。外面都传布伦海姆家的人，个个都是喝魔族血长大的怪物。洛伊克听着这些离谱的谣言，心里最清楚不过，看人绝对不能只听传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阿内特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北方的冬天这么冷，要是换个娇滴滴的大小姐，估计一天都撑不下去。有点硬脾气反而能活得久一点。洛伊克突然打住了念头，自己居然在替那个恶女操心。他赶紧收回心思，吩咐管家惠特利先准备个房间，打算等过几天再把她送走。这已经是他名义上的妻子最大的仁慈了。离开旅馆之后，马车一路向北，直接扎进了这片冰天雪地。乔哈斯心里正犯嘀咕，觉得这位小姐真是难伺候，洗个脸竟然还要专门烧热水，这不是给大家找麻烦吗？结果一转头，他看见个戴着奇怪白帽子的人正蹲在河边，不知道在干嘛。他还没意识到是谁，伸手就想去拍人家的帽子，还顺嘴吐槽了一句：“这帽子也太奇怪了吧。”结果对方一回头，乔哈斯整个人直接定在原地，居然是阿内特。阿内特笑着问他：“你也是来洗脸的吗？”这下乔哈斯彻底尴尬了，刚才那些抱怨现在全成了打脸的巴掌。乔哈斯提着水桶，想赶紧给这位小姐献个殷勤，结果阿内特根本不领情，反而觉得河水洗脸更清爽，还让他自己去洗洗。谁能想到这位养尊处优的小姐，野外生存能力竟然这么强？她不仅能自己动手做饭，手艺还把骑士团给征服了。到了晚上，连旅馆都不挑，睡袋一钻睡得比谁都香。第二天一早，大家还没缓过神来，她已经开始自己动手搬行李了。这可把旁边的骑士吓得够呛，赶紧冲上去接手，生怕这位硬核小姐把他们的活儿全给干完了。这下骑士团是彻底没把她当外人了。利昂他们几个拍着胸脯保证，以后大家就是同生共死的战友，行李什么的尽管交给他们。阿内特看着这群围着自己又是喝酒又是大笑的汉子，心里多少有点哭笑不得。这帮人现在完全忘了她其实是个高贵的小姐。乔哈斯还特别热情，非要让他尝尝刚弄好的吃的，直夸这味道简直是人间美味。阿内特一边道谢一边琢磨，马上就要到大公的领地了，既然这帮人现在对自己这么没防备，那正好是套话的好机会。看他们现在这腹热忽尽，估计除了金库密码，什么秘密都能被他给挖出来。阿内特开始执行他的套话计划，先从最简单的口味问起。结果乔哈斯一脸无奈的吐槽，大公这人根本没味觉，吃什么都跟嚼树皮没区别。利昂也在旁边跟着补刀，说大公唯一的爱好就是猎杀魔兽，至于性格，那简直就是一座会走路的冰山，有时候一整天连个屁都不放。阿内特听得一愣一愣的，心想这大公到底是人还是机器？就在这帮人聊得正起劲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咳嗽。佩雷尔走过来强行圆场，说大公其实是个好人，还顺便点名让乔哈斯和利昂表态。这下两个人都僵住了，刚才吐槽得有多爽，现在就有多心虚。利昂脑子飞速转动，拼命想给自家老大找个优点出来。刚才还吐槽得起劲，这会儿利昂和乔哈斯的求生欲瞬间拉满，开始疯狂给自家老大吹彩虹屁，什么15岁就是天才剑士，什么一个人就能单挑魔兽群，简直把大公夸成了北境的守护神。阿内特听得满脸黑线，这哪是他想听的情报？总结下来，这位大公不仅战斗力爆表，还特别爱国爱民。这下麻烦了，像他这种硬汉英雄，肯定最讨厌娇滴滴的侯爵千金。阿内特心里凉了大半截，不过转念一想，他以前可是连最难搞的甲方都能拿下的，职场拼命三娘，区区一个冰山大公，他就不信自己搞不定。折腾了这么久，阿内特总算到了地方，看着眼前这座大的离谱的城堡，他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这地方简直比传闻中还要夸张。佩雷尔在旁边一脸尴尬的解释说，大公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没法亲自出来迎接，这还没进门呢，就先吃了个闭门羹。阿内特倒是一点没生气，反而觉得只要不被当场扫地出门，就已经算运气不错了。毕竟这男人连自己的婚礼都能撬掉，工作狂到这种地步，不来接他也算正常。随着沉重的大门缓缓推开，这北京的生活总算是要正式开始了。刚进门，城堡总管惠特利就迎了上来。虽然这位老先生礼貌周全，但阿内特总觉得北京的人气场就是不一样，哪怕是个管家，都透着一股让人不敢乱说话的威严。跟着他来到房间，这装修规格确实没得挑。阿内特趁机提出想等大公回来后见上一面，毕竟名义上是夫妻，总不能一直这么躲猫猫。惠特利答应的倒是干脆，说只要大公一露面，马上就去通报。等管家一走，阿内特整个人直接舒展开，这房间又暖和又舒服，管他什么冰山大公，先睡个好觉再说。阿内特这会儿正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长得这么可爱，只要大公见他一面肯定会当场沦陷。结果一照镜子，他整个人都傻了，这哪是什么美少女，简直就是个刚从土里钻出来的流浪汉。难怪一路上那些骑士个个欲言又止，原来是根本没眼看。就在阿内特忙着崩溃的时候，书房里的气氛更是降到了冰点。佩雷尔正急得跳脚，觉得自家大公实在是太冷血了，人家姑娘大老远跑过来，怎么能连面都不见就直接把人赶走？可洛伊克根本不吃这一套，甚至觉得佩雷尔是不是脑子坏了，居然管那个女人叫夫人。在他眼里，这场所谓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该存在。洛伊克一脸不屑，觉得阿内特这种娇生惯养的小姐，一路上肯定没少抱怨，甚至觉得她就是来添乱的。这话一出，佩雷尔直接听傻了，他赶紧反驳说，要是大公您亲眼看看，他到底是坐什么车过来的，绝对说不出这种风凉话。洛伊克本来还没当回事，结果往窗外一瞥，整个人直接定住了。
那哪是什么贵族马车，简直就是个快要散架的破烂货。看着车窗里那个灰头土脸的影子，洛伊克第一次沉默了。看着阿内特那一头金发，洛伊克心里竟然冒出一个念头，这颜色就像北境终年不化的积雪。虽然嘴上嫌弃，但他不得不承认，这姑娘能坐着那种破车一路熬过来，确实有点胆量。不过欣赏归欣赏，洛伊克还是冷着脸告诉佩雷尔，等他休息几天，就立刻把人送回首都去。在他看来，这种娇滴滴的小姐根本不属于这片荒凉的土地。可另一边的阿内特还完全被蒙在鼓里，他正眼巴巴地盼着大公出现，甚至还在脑补对方是不是因为太忙才没露面。转眼到了第二天，阿内特本来还挺有耐心，第一天没见着人，他还安慰自己说大公可能太忙了。结果第二天、第三天，别说人影了，连个话都没有。阿内特这下终于反应过来了，这哪是忙啊，这分明是在躲着他呢。阿内特直接站了起来，既然你不来见我，那我就去堵你。他倒要看看这位大公到底能躲到什么时候。阿内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地方处处透着古怪。他试探着提出想四处转转，结果管家惠特利当场就给回绝了，说这城堡的构造全是军事机密，没大公的许可哪儿都不能去。阿内特干脆直接摊牌，问大公到底住在哪间房，他要亲自去要个说法。没想到管家还是那副笑脸，说连大公住哪儿也是保密的。阿内特心里很清楚，要是按照原著的剧情走，他连大公的面都见不到，最后婚约也得吹。看来只能用点非常手段了。既然没人肯带路，阿内特决定自己动手。他就不信翻遍整座城堡还找不出大公的卧室。本来以为大公的房间肯定装修的最华丽最好认，结果一到走廊他直接愣住了，这门长得全都一模一样。没办法，只能用最笨的办法，挨个敲挨个试。结果连着试了好几个，全都被反锁得死死的。就在这时，终于有一扇门动了，结果却是女仆在工作。他推开一扇又一扇门，不管是洗衣房还是大厨房，只要没锁他都要进去打个招呼，把正在干活的仆人们吓得够呛。就在他敲到手软的时候，屋里终于传出了一声请进，这可是他今天听到的第一个回应。阿内特兴冲冲地推门进去，结果里面不是大公，而是一群忙得脚不沾地的文官。带头的男人一眼就认出了他，虽然这帮人看起来都快忙虚脱了，但礼数倒是一点没差。阿内特看着这满屋子的文件，突然觉得这地方有点眼熟，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加班现场吗？阿内特一打听才知道，这儿竟然是实习生的办公室。看着满屋子的文件，他这前打工人的共情心瞬间拉满，知道这帮人肯定天天在玩命加班。他不仅没摆架子，反而给这帮社畜一顿猛夸，说他们才是城堡里最辛苦的人。说完挥挥手就走，留下屋里一群人当场石化。大家都想不通，连大公都没来过这种破地方，这位夫人到底是来干嘛的？有人怀疑她是来刺探情报，有人却觉得她简直就是天使下凡。很快消息就传到了洛伊克耳朵里，听说阿内特在城堡里逛了一整天，连洗衣房和行政处都没放过。洛伊克冷冷地问了一句，他是在刺探情报吗？佩雷尔在一旁直摇头，说夫人这架势摆明了是在全城搜捕大公。洛伊克听得头都大了，这女人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连老管家惠特利都快顶不住了，直言再这么躲下去，借口都要编不出来了。洛伊克躲在暗处偷偷观察，看着阿内特在走廊里风风火火的样子，他发现这女人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竟然能把那帮老油条都逼到这份上。就在这时，阿内特突然出现在附近，佩雷尔刚想开口，结果洛伊克反应比兔子还快，一把勒住佩雷尔的脖子，强行把他拽进阴影里，那眼神简直比见了鬼还紧张，吓得佩雷尔动都不敢动。看着阿内特远去的背影，洛伊克这才稍微松了劲儿，他甚至开始怀疑刚才是不是被发现了。佩雷尔在一旁都看傻了，堂堂大公竟然被自家夫人逼成这样，他只能再次苦口婆心的劝，要不您还是见他一面吧。洛伊克冷哼一声，说得倒轻巧，他之所以拼命躲着阿内特，其实都是为了他好。没人知道他心里藏着什么。每当想起那个画面，就像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他猛地攥紧拳头。如果不见面，他只是个冷血的混蛋；可要是见了面，他怕自己会彻底毁了他的人生。在他看来，只要阿内特见到他，就会发现自己的丈夫到底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寒风吹过寂静的城堡，这场荒唐的捉迷藏似乎还没有结束的意思。阿内特在寒风里坐了整整3个小时，连杯子都快拿不稳了。诺顿实在看不下去，给他披上斗篷，劝他赶紧回屋休息。可阿内特根本不领情，直言诺顿就是洛伊克派来盯着他的，害得他没法去请功堵人，只能在这儿吹冷风。还想套诺顿的话问问大公到底在哪。诺顿被缠得没办法，只能透了个底，说今天他是绝对见不到人的。阿内特这下全明白了，合着洛伊克为了躲他，连门都不敢出了。这男人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自己不过是想安稳过日子。毕竟按照原本的剧情，他的家族迟早会因为谋反被满门抄斩。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必须得想尽办法以大公夫人的身份活下去。阿内特心里的小算盘早就打好了，先低调过1年，然后离婚，远走高飞。但前提是他得先抓到大公谈谈条件。诺顿看他闷闷不乐，赶紧献殷勤，问他要不要去城里尝尝地道的西红柿炖肉，顺便逛逛街，散散心。阿内特表现得特别兴奋，甚至还主动提议要不要叫上大公一起。诺顿这下彻底放松了警惕，顺嘴就把大公藏身的房间号给报了出来。话音刚落，诺顿就发现不对劲了。阿内特停下了动作，什么西红柿炖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终于知道那个男人躲在哪了。阿内特这回可得意坏了，他说能精准锁定大公的房间，全靠这波天才般的推理。
大冷天的非要在花园喝茶，其实是为了观察整栋建筑的视野。既然是城堡的主人，房间位置肯定的是最好的。就在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猜错的时候，抬头一看，窗户后面站着的不正是大公本人吗？这下撞个正着。阿内特一眼就锁定了目标，窗户后面那个绝对就是洛伊克。洛伊克这会儿也懵了，躲在暗处偷看，居然被抓个现行。他还在那儿自我安慰，觉得对方肯定没认出自己。结果还没纠结完，他的关注点就彻底跑偏了。明明是在躲着人家，现在反而开始操心，这大冷天的在外面喝茶，万一感冒了可怎么办？嘴上说着不在意，这心里真是操碎了心。洛伊克回到房间，开始疯狂给自己找补。他说刚才那点关心，纯粹是怕阿内特生病了添麻烦，还得专门派人去伺候他。这女人真是让他头大。另一边，阿内特正跟着诺顿在街上溜达。这里可是北边最火的商业街，满地铺的竟然全是金箔，放眼望去全是钱的味道，简直毫无人性。看着这一地的金子，阿内特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既然这地方富得流油，当初结婚的时候，洛伊克居然只送了500金币，这不明摆着打发叫花子吗？要不是为了顾全大局，他真想现在就冲回去找那个铁公鸡要个说法。阿内特心智勃勃想去逛街，他问诺顿哪家店最火，结果诺顿一脸尴尬地说，北边的人根本不讲究什么流行，更没耐心为了买东西排长队。听完这话，阿内特还不信邪，觉得只要花点时间，肯定能在这儿淘到宝贝。他决定挨家挨户仔细瞧瞧。结果从大天亮逛到太阳下山，他整个人都快累瘫了。别说宝贝了，连件像样的东西都没见着。这地方的审美简直让他怀疑人生。阿内特好不容易看中一个蕾丝手套，结果翻开价格标签一看，整个人直接傻在原地。这哪是买东西啊，这价格简直是在抢钱。店员还一脸不耐烦，爱买不买，不买就赶紧走人。这北京的购物体验真是让他开了眼了。逛了一整天，阿内特总算想明白了，这地方偏僻的要命，方圆100里可能就这一家店，老板根本不需要靠好态度来留客。肚子饿得咕咕叫，诺顿提议去吃番茄炖肉，还说那家店是利昂父母开的。一听说有利昂推荐的番茄炖肉，阿内特整个人都精神了。没有什么比美食更能治愈心情，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了。结果一进门，阿内特直接愣住了，这店里冷冷清清，竟然一个客人都没有。不是说这儿生意特别火爆吗？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老板娘玛丽和老板雅克就冲了出来，两口子那叫一个热情，简直像是见到了大恩人。这阵仗让阿内特都有点受宠若惊。阿内特笑着说，他是听了利昂的推荐专门过来的。玛丽两口子一听，公爵夫人竟然还记得儿子的名字，高兴的简直要飞起来了。阿内特心里也暖暖的，以前在领地里，大家见到他总是躲躲闪闪，像这样被真心实意的欢迎还是头一回。雅克拍着胸脯保证想吃什么尽管开口，阿内特也不客气，直接点了那份招牌番茄炖肉，而且特意交代一定要加辣，越辣越过瘾。听说阿内特要点招牌炖肉，老板娘玛丽简直不敢相信，不仅立刻安排上，还贴心的推荐了白葡萄酒，说是这样搭配味道才最正宗。等菜端上来的时候，阿内特直接看傻了，玛丽为了招待他，竟然整整摆了一大桌子，生怕这位贵客吃不饱。玛丽两口子本想退下，好让阿内特安安静静的用餐，可阿内特却放下了餐具，笑着邀请他们坐下来一起吃，毕竟一个人吃饭实在太冷清。不光是老板夫妇，连旁边的诺顿也被点名了。这下3个人全愣住了，在等级森严的北境，这种事儿简直想都不敢想。盛情难却，大家终于围坐在一起。阿内特尝了一口炖肉，这味道简直绝了，就是他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老板雅克一看贵客这么捧场，赶紧又把酒杯给满上了。诺顿在旁边看得直皱眉头，小声提醒说这已经是第3杯了。阿内特却满不在乎的摆摆手，说自己当年可是号称酒神，就这点酒量根本不在话下。谁能想到这就是他在酒馆最后的记忆。等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天都已经黑透了，局面彻底失控了。阿内特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而洛伊克竟然就在他正上方。谁能想到阿内特的酒量竟然这么惊人？这熟练的开瓶动作一看就是老江湖了。这点酒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毕竟在以前的公司，他可是公认的酒局王者，就没人在桌上赢过他。本来以为这种喝酒的方式会被人嫌弃，毕竟以前没少因为这是 IP 瓶，结果这家人不但没生气，反而觉得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老板雅克笑着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真正的北方人了。阿内特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彻底融入这个地方。本来聊得挺开心的，结果阿内特随口问了一句，公爵是不是也这么温柔？这下好了，刚才还热火朝天的2个人一下子全都没词了，气氛尴尬到了极点。看来洛伊克在大家心里完全就是个冷酷到底的人。阿内特心里也犯嘀咕，这家伙天天躲着不见面，到底该怎么攻略他？回到房间，阿内特越想越不对劲，不能再这么坐以待毙了。既然他不肯露面，那就只能主动出击。他直接叫住女仆准备好茶水，看来新的计划已经开始了。阿内特这次是真豁出去了，他端着茶盘，打算借着送茶的名义直接闯进去，这可是他最后的杀手锏，今天必须把事情彻底解决。结果刚走到门口，刚才那股酒劲儿居然散了。阿内特现在后悔的要命，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冲动，可门都已经推开了，现在想跑也来不及了。更糟糕的是，他好像进错房间了，这里到处都是水汽，竟然是浴室。就在这时，洛伊克正好走了出来，他身上只披了一件浴袍，2个人就这样撞了个正着，这下场面彻底失控了。洛伊克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阿内特会
在这时候闯进来，这下场面简直尴尬到了极点。阿内特赶紧捂住脸，一边道歉一边解释，说自己只是太想见他了，根本不知道他在洗澡。结果话还没说完，他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向后仰了过去，手里的茶盘也跟着飞了。在倒地的一瞬间，阿内特脑子里连走马灯都出来了。他觉得魏乐见这个躲着自己的老公，今天要是把命交代在这，那真是亏大了。早知道是这个结局，刚才那碗番茄炖肉就该再多喝一碗。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洛伊克突然伸手稳稳地把他揽进了怀里，这下两人的距离比刚才还要近得多。茶壶摔得粉碎，阿内特这下摔得可不轻，直接跟洛伊克撞了个满怀，两个人就这么倒在地上。这姿势实在是太暧昧了，阿内特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只能愣在那里不敢动弹。洛伊克倒是先反应过来，他坐起身问阿内特有没有受伤。阿内特赶紧摇头说没事，可当他看向洛伊克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洛伊克的胳膊见红了，血顺着皮肤不停地往下流，看来是刚才摔倒的一瞬间，他为了护住阿内特，被地上的碎瓷片给划伤了。阿内特这下心疼坏了，本来是想来找机会和好的，结果竟然让他受了这么重的伤，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洛伊克刚让阿内特别动，结果管家惠特利就冲了进来，看到两人这副打扮待在浴室，老管家当场就愣住了。这深更半夜的场面确实解释不清楚。洛伊克语气冰冷，直接下了逐客令，让惠特利立刻把阿内特带走。阿内特还惦记着他的伤口，想留下来帮忙，可洛伊克根本不给任何机会。回到房间的阿内特心里全是自责，要不是自己鲁莽闯进去，洛伊克也不会为了救他受伤。可有一件事让他觉得非常不对劲，就在刚才被抱住的一瞬间，他感觉到一股奇怪的暖流顺着身体迅速蔓延，那种感觉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阿内特越想越不对劲，刚才洛伊克那个眼神根本不是在讨厌他，反而更像是在害怕。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竟然把公爵家的诅咒给忘了，这下所有的反常全都能解释通了。当年那场大战，前任公爵为了守护领地，跟一条虚弱的巨龙签下了血契，把龙的力量封印在自己体内。虽然最后赢得了战争，成了人人敬仰的英雄，可凡人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这种力量。前任公爵最终还是没能撑住，而这份沉重的代价，现在全都落在了洛伊克身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荣耀，而是一个随时会丢命的死局。这股龙之魔力一旦失控，只有两个办法能压制住，要么就是拼命消耗体力，这就是为什么洛伊克总是在外面杀魔兽，要么就是找个能分担魔力的女人。在原著里，只有圣女康斯坦斯能做到这一点，换成别的女人，只要碰她一下，轻则剧痛，重则当场没命。阿内特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洛伊克一直躲着他，是怕他被这股力量给害了。可问题来了，既然这力量这么危险，为什么刚才他一点事都没有？这完全不合逻辑啊！难道原著的设定出错了？还是说阿内特身上藏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与此同时，洛伊克在房间里醒来，他猛地坐了起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一觉睡到了大天亮，中间一次都没有醒过。要知道，自从背负了那个诅咒，他每天晚上都痛苦的整夜失眠，只能眼睁睁看着天亮。为什么偏偏是昨晚？他脑海里浮现出阿内特的脸，就在昨天那个混乱的瞬间，他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魔力正源源不断地流向他，那种感觉不是痛苦，而是久违的轻松，仿佛整个人都活了过来。如果那个传说是真的，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能分担魔力的女人，那阿内特会不会就是那个能救他命的人？既然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洛伊克也不想再绕圈子了。他把阿内特找来，脸上的表情比平时还要冷峻。小姐，我就开门见山了，回首都去吧。这句话一出来，阿内特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这种结果。洛伊克突然翻脸，开门见山就要把阿内特赶回王都，他不想让任何人掌控自己的命运，哪怕是名义上的妻子也不行。阿内特根本不答应，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可洛伊克铁了心，连明早离开的马车都准备好了。既然软的不行，阿内特直接甩出杀手锏，离婚可以，但必须再让他留1年。洛伊克还是不肯松口。阿内特冷笑一声，直接戳破了他的心思。难道你急着赶我走，是为了等那位邻国公主？看到洛伊克僵住的反应，阿内特心里彻底有数了。既然抓住了他的把柄，这回他是绝对不会走了。阿内特这回是豁出去了，他直接威胁洛伊克，要是敢把他送回王都，他就对外宣称两人已经圆房了。洛伊克哪听过这种话，气的话都说不利索。阿内特赶紧放软态度，说自己只是想在这里待够1年。看他这么坚持，洛伊克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他身上带着家族诅咒，任何靠近他的女人都会痛苦，甚至丢掉性命。昨晚的事情其实已经让阿内特身处险境，所以他才急着赶他走，这完全是为了保住他的命。阿内特彻底愣住了，这种掉脑袋的秘密，洛伊克竟然就这么告诉了他，这到底是想赶他走，还是真的开始信任他了？阿内特突然反应过来，按理说只有圣女能免疫诅咒，可昨天两人待了那么久，他竟然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他盯着洛伊克的手，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只要再碰他一次，真相就能大白了。阿内特干脆直接摊牌，他说自己昨天根本没感觉到疼，甚至还觉得挺舒服的。这话一出，洛伊克直接没话说了。阿内特发现这个公爵竟然比想象中还要纯情，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当面翻起旧账。结婚那天让他跟别人走红毯，平时连面都不露，现在好不容易发现诅咒没用，他竟然还要狠心感人。阿内特顺势往地上一坐，这下轮到洛伊克没主意了，要是
现在就这么被送回去，全天下都会觉得他是被抛弃了。这回他是彻底赖定这里了。阿内特这一哭，直说自己已经无路可去。洛伊克哪见过这阵仗，最后还是心软了。他松口答应让阿内特留下，但前提是不能给他添麻烦。他还递过去一块手帕，让阿内特别再哭了。结果手帕刚接过去，阿内特立马就变了张脸，刚才还哭得稀里哗啦，现在笑得比谁都灿烂。这变脸速度让洛伊克都看傻了。为了防止洛伊克反悔，阿内特趁热打铁飞，要拉着他签个合同，毕竟白纸黑字才最保险。阿内特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洛伊克根本不知道这份合同对他意味着什么。1年后离婚，这就是阿内特给自己争取的免死金牌。既然事情定下了，阿内特大方方地行了个礼。洛伊克这下是彻底没招了，只能乖乖掉进他设好的圈套里。就在洛伊克低头吻向他手背的时候，阿内特终于确定了一件事，这个让所有女人丧命的诅咒对他竟然真的完全没用，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第二天一早，阿内特的心情好得不得了。虽然只打算在这里待1年，但他心里很清楚，要是真把自己当成暂住的客人，这城堡里的下人可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看来接下来的日子，他得拿出点公爵夫人的架势了。阿内特觉得，要是天天这么闲着，非要把自己憋疯不可。虽然想低调生活，但要是真的一点存在感都没有，外面的闲话肯定满天飞。为了保住现在的地位，他决定主动出击，去给这位公爵大人帮忙。他来到洛伊克门前，敲了半天都没人应声。正纳闷的房门被猛地打开，阿内特赶紧换上一副笑脸，说是想找他一起吃个早饭。洛伊克显然还没反应过来，这大清早的，这位夫人怎么突然这么热情？看到洛伊克正跟领巾较劲，阿内特赶紧凑上去想帮忙，谁知道洛伊克想都没想，直接一口回绝了。阿内特可不打算就这么放弃，直说自己最擅长打劫了。可洛伊克防他跟防贼一样，死活不让他碰。这早饭还没吃上，两人的拉锯战倒是先开始了。阿内特非要露一手，直说自己打劫的技术一流。洛伊克也不甘示弱，觉得自己动手更靠谱。两人谁也不让谁，这架势简直像是在比武。可阿内特这撒娇的本事，谁能顶得住啊？他这一通软磨硬泡，洛伊克最后还是没辙了，只能乖乖低下头问他这样行不行。阿内特这下高兴坏了，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会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一边动手，还一边安慰洛伊克别太紧张，说自己动作很快的。随着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屋里的气氛突然就变了。洛伊克低头看着眼前的女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明明只是系个领巾，这局面却让人有点招架不住。阿内特一边帮他系领巾，一边随口问了一句：“公爵大人，你打算一直叫我小姐吗？”洛伊克这下被问住了，半天没憋出一个字。阿内特倒是挺大方，直说自己现在已经是他的妻子了，应该改口叫公爵夫人。看洛伊克还在那犹豫，阿内特干脆又开了个玩笑，说要是觉得太生疏，直接叫名字也行，或者叫声亲爱的。这话一出，洛伊克整个人都僵住了。为了不叫那声亲爱的，他赶紧选了公爵夫人这个称呼。阿内特倒是没当回事，笑着拉起他的手，既然称呼定下了，那就赶紧去吃早饭吧。本来以为只是顿普通的早餐，结果这阵仗直接让全屋子的人都看傻了。谁能想到平时根本不露面的洛伊克，今天竟然亲自下楼陪餐了。更离谱的是，阿内特居然还挽着他的胳膊，这亲密劲儿简直是在公开宣示主权。看这几个下人的反应就知道，这大公府的天怕是真的要变了。这一顿早餐吃的表面上客客气气，阿内特这一通夸奖听着像是礼貌，实际上是在试探对方的态度。洛伊克倒是接得稳，淡淡的回了一句只要你喜欢就好。结果甜点一上来，气氛瞬间就变了。看着这盘草莓蛋糕，阿内特是真的一点没客气，刚才的端庄全没了。洛伊克在旁边看着，突然问了这么一句：“你很喜欢吃蛋糕吗？”看来这位冷面大公已经开始注意这个女人的喜好了。阿内特一边吃一边夸，说这草莓味道真不错，还顺嘴提了一句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产地看看。结果话锋一转，他直接扔了个重磅炸弹，说等1年后大公结婚的时候，他正好可以顺路去旅游。这话一出，洛伊克这下彻底破防了，这口茶差点没直接喷出来。阿内特倒是一脸轻松，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谁能想到堂堂大公竟然这么经不起逗。现在的日子简直太悠闲了，阿内特甚至有点不习惯。就在这时，管家惠特利突然出现了，他特意透了个底，说大公下午要去花园散步，这哪是汇报行程，这分明是在给他发通关攻略。阿内特一下就明白了，惠特利肯定知道诅咒的秘密，这是在暗中帮他创造机会。终于找到了，阿内特按照管家的提示，在花园里精准堵到了洛伊克。他装出一副惊喜的样子，说：“哎呀，真是太巧了，我也正想出来散散步呢。”洛伊克心里门儿清，这哪是巧合，分明是冲着他来的。两人并排走着，阿内特试探着问：“大公是因为诅咒的原因，才不让女仆靠近照顾吗？”洛伊克冷冷地回了一句：“我本来就不喜欢别人碰我。”阿内特这下全明白了，如果每一次触碰都可能夺走人命，那这种压力确实不是一般人能扛住的。这种事还没法跟别人说，洛伊克这些年过得该有多压抑。就在这时，阿内特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洛伊克的领巾歪了，他主动提出要帮他整理一下。洛伊克还没反应过来，阿内特已经熟练地动起手来，他发现这手法竟然跟他平时一模一样。洛伊克接下来的话简直让阿内特哭笑不得，他说自己根本没舍得解开那个领结，觉得那是阿内特亲手系的，拆了实在太可惜。阿内特这下反应过来了，既然没解开，那他换衣服的时候
难道是整圈撸下来，又原封不动套回去的？看着眼前这个笨拙又认真的男人，阿内特忍不住笑出了声。他大方地告诉洛伊克，以后想拆就拆，只要他愿意，自己随时都能帮他重新建好。谁能想到平时冷冰冰的大公，竟然也有这么纯情的一面，被阿内特几句话就搞得不知所措。阿内特看着眼前的男人，觉得他简直可爱到了极点，这种难得一见的模样，他以后每天都要看。既然已经看准了目标，那就绝对不能放过。阿内特当场制定了一个1天见3次的猛烈追求计划。深夜的房门被轻轻敲响，大公，你睡了吗？屋里又传出一声脆响。阿内特听得直摇头，这大公一个人住，到底要砸坏多少东西才肯罢休？洛伊克推开门，问他这么晚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阿内特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他其实是想来刷个脸熟，好让这个男人以后再也没法把他推开。但这大实话哪能直接说出口？他赶紧换了个借口，说是特意来打个招呼说晚安，顺便还想进屋坐坐。结果洛伊克完全不给机会，直接拿衣服没穿整齐当借口，反手就把门给关了。阿内特这下可不服气了，既然你说自己穿的不整齐，那我现在这身睡裙是不是也算不合适？洛伊克在门后简直要抓狂了，他心里想的正是这姑娘到底懂不懂？孤男寡女都穿成这样才是最危险的事情。眼看硬闯不行，阿内特立马开始装可怜，他说走廊里实在是太冷了，就让他进去暖和一小会儿，保证打个招呼就走。面对这种软磨硬泡，洛伊克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一边在心里感叹他太难缠，一边乖乖把门打开，说好了就只能待一小会儿。进屋之后，阿内特可一点没把自己当外人，他直接坐到了床边，还顺势拉住了洛伊克的手。看着眼前僵硬的像块木头的男人，阿内特笑着调侃：大公，我又不会吃了你，你就不能放松点吗？洛伊克现在整个人都懵了，明明刚才在门口说好了就让他进来待一小会儿，可结果呢，这手怎么就牵上了？时间回到不久前，阿内特总算能看清这间卧室了。上次过来他根本没心思留意周围，不过说实话，堂堂大公的房间竟然装修的这么简单。阿内特小声问：大公阁下，我是不是把你吵醒了？洛伊克还没反应过来，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这哪行，我必须让你重新睡着才行。还没等对方开口，他直接拍了拍床铺命令他赶紧躺下。这下轮到洛伊克懵了，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洛伊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刚才说什么？阿内特却一脸认真的重复，既然是我把你吵醒的，那我就有责任把你哄睡着。他甚至还挺自豪，说自己在这方面可是专业户，以前在公司做汇报的时候，那些高管听不了几句就全睡熟了。洛伊克这下是被整不会了，你这是把我当成3岁小孩了吗？阿内特却突然认真了起来，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身体太疼，他才一直没法睡个好觉吧。阿内特突然想起一本书，书里有个情节特别有意思，圣女只要轻轻一碰，大公身上的痛苦就全消失了。既然书里是这么写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他多跟洛伊克接触，他的病就能好得快一点？想到这儿，阿内特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而且说实话，这种治疗方式他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看来这招还真见效了。自从阿内特开始主动接触，洛伊克的状态确实好了不少。既然人家好心收留，那他肯定得想办法报答。为了让他能好好休息，阿内特这次是彻底豁出去了。他直接放话，你要是不乖乖躺下睡觉，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哪怕被仆人们误会，他也完全不在乎。洛伊克整个人都听傻了，误会？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看着洛伊克这副样子，阿内特心里也没底了。他小声试探着问：你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我在这儿？洛伊克这下是彻底没辙了，他心里乱得不行，最后只能硬着头皮躺下。但他还不忘放句狠话，提醒阿内特自己可是练过剑的骑士，让他千万别动什么歪心思。阿内特听完直接气笑了，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还能把你怎么样吗？结果洛伊克冷冷地回了一句：你自己好好想想，这段时间你都说了什么，又对我做了什么？这下轮到阿内特没话说了，毕竟之前的那些举动确实很难让人不误会。说实话，洛伊克这嘴是真的硬，一点儿都不肯让步，但阿内特可不是这一套，既然讲道理没用，那就直接动手。他一把包住了洛伊克的手，洛伊克吓得差点跳起来，嘴上还在拼命拒绝说根本没这个必要。阿内特完全没理会，只是轻声告诉他，等手暖和了你就能睡个好觉了。洛伊克这下是彻底没辙了，原本还想挣扎一下，结果没过一会儿，他整个人就慢慢放松了下来。阿内特能感觉到他终于不再紧绷着了，看来这招确实管用。不过这只手的感觉好像跟他想的不太一样。洛伊克的手确实很大，也可能是阿内特的手太小了，这种体型上的反差让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明明是个这么高大强壮的男人，可现在躺在这里却让人觉得他随时都会碎掉一样，这种莫名的脆弱感让阿内特完全挪不开眼。看着他终于安静的睡熟了，阿内特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谁能想到平时那么冷冰冰的一个人，睡熟了竟然像只小狗一样？但看着看着，心里却泛起一阵异样的感觉。以前在小说里看这段剧情，他的诅咒不过是寥寥几行字，根本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可现在亲眼看到他受折磨的样子，他才意识到那些被书里轻描淡写带过的瞬间，对他来说却是实打实熬过来的痛苦。阿内特终于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什么纸片人游戏了，眼前的洛伊克是真实存在的，不能再用那种攻略的心态去随便对待他。就在这时，走廊里突然传来了说话声。阿内特停下脚步，这么晚了，居然还有人在外面。
原来是两个女仆在嚼舌根，听起来是在聊同事家的糗事，说是有人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临时换班。这八卦越听越离谱，说是那对小夫妻正亲热呢，结果孩子突然闯了进来，刚跌得吓得直接从床上翻下去，把脚给崴了。两个女仆在那儿笑得停不下来，甚至还开始打赌，说这家人很快就要有老三了。阿内特这会儿心里直打鼓，觉得自己大半夜溜出来，确实有点不合时宜。还没等他想好要不要回去，前面就传来了严厉的训斥声。一个女仆正板着脸教训同僚，说惠特利早就下过死命令，太阳下山之后，谁也不准在中央楼梯附近晃悠。那两个被骂的还挺委屈，质问他为什么在这里，却班女仆说是大公夫人房间里没热水了，他才不得不跑这一趟。躲在暗处的阿内特听得真切，这声音听着确实耳熟，原来带头训人的竟然是自己身边的女仆。女仆也没再多纠缠，直接把手里的热水递了过去，让他赶紧送完走人。却班女仆伸手一摸水壶，发现里面的水居然是凉的。女仆赶紧解释说是天太冷，刚才还热着的水一下子就凉透了。结果雀斑女仆根本不买账，直接命令他拿回去重烧。两名女仆当场发起了火，说自己擦了一天窗户，累得半死，凭什么还要干这种跑腿的活？看着同僚骂骂咧咧的走远，雀斑女仆也没办法，只能自认倒霉，打算自己去厨房再跑一趟。可他根本没发现，就在斜上方的露台上，阿内克正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府里这些偷懒甩锅的小动作，全都被他收进了眼底。阿内克看着女仆远去的背影，心里还在嘀咕：大半夜还得跑一趟厨房，确实是够辛苦的。不过多亏了这姑娘，待会儿总算能喝上口热水了。阿内特打定主意，下次再见到他一定要问问他的名字。可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前面的脚步声突然停了。那个雀斑女仆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猛地回过头来。一大早，阿内特这笑容简直要闪瞎眼。洛伊克明显还没回过神，只能干巴巴的打个招呼。洛伊克居然还在为睡着的事道歉，这反应也太老实了。阿内特可没打算放过他，直接放话，既然已经习惯了他的陪伴，以后一个人恐怕很难睡熟了。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结果一转头，阿内特竟然直接闯进了办公室。这下又有新情况了。阿内特说自己太无聊，直接拎着书闯进办公室。洛伊克还想拿工作当借口，结果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是来安静看书的，结果这书里的画工简直离谱。阿内特都怀疑这出版社是不是没钱请画师了。不过书好不好看已经不重要了，毕竟比起这些稀碎的插图，眼前这位大公本人才叫真正的艺术品。阿内特盯着洛伊克看入迷了，结果被当场抓个正着。洛伊克问他是不是有事，他倒是一点不虚，直接夸他长得太好看，根本挪不开眼。这话一出，洛伊克整个人都不自在了。他觉得阿内特对谁都这么甜言蜜语。阿内特赶紧反驳，他的眼光可是很高的，不是真心话绝对不说。就在这气氛正微妙的时候，利昂推门进来送文件。阿内特倒是一点不避讳，张口就亲热地喊出了对方的名字。这下洛伊克心里彻底不是滋味了，刚才还以为自己是特殊的，结果他跟别的男人也这么熟。利昂正老老实实汇报工作，阿内特突然插了一嘴，说起前几天去过他家开的旅店。利昂一听可来劲了，说他老妈现在天天跟人显摆，就因为招待了大公夫人。两人越聊越火热，阿内特甚至还想再去吃一顿，完全把旁边的洛伊克当成了空气。洛伊克终于忍不住了，直接开口强行清场，让利昂1个小时后再回来。利昂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这冷冰冰的语气给请出去了。利昂虽然满肚子委屈，但也只能灰溜溜的离开。随着大门关上，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洛伊克阴阳怪气的感叹，说他跟骑士团的关系还真是亲近。阿内特还没察觉到危险，居然还打听起利昂的年纪。洛伊克这下更警觉了，问他到底想干什么。阿内特一脸天真的说，利昂脱掉盔甲后长得特别显小，简直可爱的不像话。这2个字对洛伊克简直是暴击，他整个人都僵在那儿了。刚才还说只对认可的人夸奖，怎么转头就去夸别的男人可爱？洛伊克开始在那儿碎碎念，说利昂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跟可爱沾不上边。阿内特看着他这副样子，还以为自己说错了话，伤了这位公爵大人的自尊心。洛伊克这下是真的待不住了，随便找了个工作的借口，说要忙到深夜才回来。阿内特一个人坐在那儿犯嘀咕，完全搞不懂这个男人到底是天生性格就这么冷淡，还是唯独对自己这么别扭。他一边走还一边生闷气，觉得阿内特那张嘴太会骗人，肯定对谁都说一样的好听话。可阿内特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反而开始琢磨起他的衣服，觉得大公这身打扮虽然不错，但要是再加点装饰就更完美了。说到穿衣打扮，阿内特突然想到了费丁，那可是他认识的头号时尚达人。坏了，人家之前送了那么贵重的珠宝，到现在还没正经道个谢，这礼数可不能差。他赶紧翻出纸笔，打算给费丁写封感谢信。可这信写起来简直是脑壳痛，第一版写的像是在抱怨，怪人家为什么不当面送礼，非要搞得这么生分。阿内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干脆揉了重写。第2版他换了个思路，感谢费丁当时没拆穿他逃跑，可写到一半又开始纳闷，这家伙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这种事越想越尴尬，拿着笔半天也憋不出一个字。就在他纠结的不行的时候，女仆推着点心走了进来。阿内特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手里的笔差点没拿稳。这个女仆看着怎么这么眼熟，这不是昨天那个死板的女仆吗？阿内特倒是一点架子没有，直接分了一块蛋糕给她，把人家小姑娘给整不会了。
这北方的点心确实精致。阿内特一边吃一边纳闷，这冰天雪地的，哪来这么多新鲜水果？看来这大公领地比想象中还要富庶。有了这波糖分补给，阿内特觉得脑子终于转得动了。他重新拿起羽毛笔，打算正儿八经给费丁写封信，先把那些写废的草稿全扔了。女仆顺手开始收拾地上那些揉废的纸团，阿内特随口就答应了。可他完全没意识到，这些写废的草稿要是落到有心人手里，那麻烦可就大了。大半夜的，阿内特居然主动找上门了。可洛伊克的反应却让人心里凉了大半截。他开门见山，直接定下了死规矩，以后晚上绝对不准再来他的房间。洛伊克冷冰冰的提醒，反正1年后就要离婚，这种没必要的关心只会打扰他的生活。这话听着实在扎心，阿内特忍不住问，难道自己真的这么招人烦吗？可对方只留下一句，他早就习惯了一个人，这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看来是真没打算让他靠近。阿内特只能无奈答应，以后晚上绝不打扰。可他手里还攥着按摩油，本来想帮他缓解一下，结果连门都没进去。看着紧闭的大门，阿内特心里很不是滋味。而屋里的洛伊克其实比谁都纠结，他甚至开始后悔，觉得自己不该把诅咒的事这么轻易就告诉他。就在这时，一份秘密信件被拆开了，上面的内容简直惊人。阿内特的身世竟然有假，传闻说他根本不是侯爵的亲生女儿，而是夫人的私生子。如果这事是真的，那大公府可就要变天了。佩雷尔拿着那封信，语气里全是不可思议。他问洛伊克，难道知道了真相，还要对阿内特这么冷淡吗？原来这位大公夫人根本就不是侯爵的亲生女儿，这个秘密要是传出去，整个贵族圈都要炸锅了。可洛伊克根本不在乎这些，对他来说，阿内特到底是谁的女儿并不重要，反正侯爵总会想办法利用她。他真正担心的是自己身上那个致命的诅咒，如果让人知道，女人只要被他碰到就会没命，那才是真正的灾难。这诅咒就像个逃不掉的死循环。当年那个男人绝望地喊着，如果早知道这东西会传给儿子，他宁愿这一切从未发生过。父亲当年痛苦的生不如死，他最后悔的就是让洛伊克继承了这份诅咒。年幼的洛伊克躲在门后，亲眼目睹了这场悲剧的开始。但洛伊克和父亲不一样，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份充满罪恶和痛苦的血脉必须在他这里彻底终结，绝不能再传给下一代。窗外的寒风还没停，但他知道春天总会来的。不知道那个没心没肺的阿内特会不会喜欢北方的春天？想起那个总是笑得灿烂的女人，连吃个草莓都能开心半天。看着她那副无忧无虑的样子，洛伊克冰冷的心好像也开始慢慢松动了。阿内特这姑娘简直就是个行走的小太阳，那笑容都能把冰雪给融化了。可他脑子里总有个声音在提醒他，当初阿内特可是亲口求他，说自己只在这里待1年，1年之后他就会消失得干干净净。洛伊克握紧了拳头，他现在最怕的就是让自己习惯这种温暖，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一旦自己真的陷进去了，就再也回不到那个冰冷的过去了。虽然阿内特在身边确实能减轻他的痛苦，但这该死的诅咒终究还是没有消失。洛伊克还在心里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再被阿内特动摇了，他这种人注定就该孤独一个人。可结果呢？管家惠特利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问起草莓的事，不仅要把供应量直接翻倍，还得是每天清晨新鲜送达。这还不算完，他甚至交代管家要在自己办公室的沙发旁专门添一个舒服的脚凳。惠特利也是个明白人，还故意问是不是给夫人准备的。这下洛伊克彻底没话说了，只能在那儿干咳2声。虽然他嘴上还在硬撑，说这绝对不是因为被动摇了，但这种自欺欺人的样子，恐怕连他自己都骗不了。洛伊克这双眼睛就没从阿内特身上挪开过，他一眼就看出来这姑娘现在浑身不自在。阿内特在那儿揉着肩膀，显然是累得够呛。洛伊克本来想装没看见，可心里那道坎儿就是过不去。既然都发现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受罪，只是帮一点点忙，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一脸无奈地问，这种奇怪的书到底是从哪翻出来的？气氛正尴尬呢，佩雷尔赶紧出来打圆场，问阿内特在看什么书。阿内特赶紧找话题，问他是不是在散步，结果人家根本不领情，冷冰冰地回了一句，说自己是去塔楼办正事。阿内特正悠闲地喝着早茶，心里却全是那个男人，不知道大公昨晚睡得好不好，想去看看，又怕被他彻底讨厌。算了，还是先吃点好吃的，最近府里的水果好像比以前多出不少。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是好久不见的佩雷尔。他笑着打招呼，说自己刚忙完手头的差事，结果话还没说完，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咳嗽。他笑着打招呼，说自己刚忙完手头的差事，结果话还没说完，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咳嗽。这咳嗽声的主人果然就是大公洛伊克，看来大公的心情还是差到了极点，甚至连领巾都没戴，整个人看起来更不好惹了。他笑着显摆了一下，说这只是一本食谱。可洛伊克盯着书的眼神明显没那么简单，这书名也太直白了，让丈夫爱上自己的100种食谱。洛伊克当场就被呛到了。阿内特倒是一脸无辜，说是在家里图书馆随便找的，本来只是想找点好吃的，结果一不小心就看到了这本。眼看洛伊克要走，阿内特赶紧跟上去，问能不能陪他走一段。洛伊克沉默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拒绝。走着走着，洛伊克突然冒出一句，外面太冷了，看完赶紧回屋里待着。走着走着，洛伊克突然冒出一句，外面太冷了，看完赶紧回屋里待着。结果阿内特小声嘀咕，说不知道为什么屋里好像也挺冷的。这下轮到洛伊克接不上话了，
洛伊克还在为昨晚的事耿耿于怀。阿内特赶紧解释说那只是个误会，结果副官佩雷尔突然凑了过来，一脸好奇地打听他们在聊什么。佩雷尔也是个热心肠，听说阿内特住的不舒服，立马要把自己办公室旁边的房间腾出来，结果洛伊克直接截胡，说让阿内特去他的办公室待着，这占有欲也是没谁了。阿内特本来还挺开心，结果洛伊克又补了一句，说自己下午和明天都不在。这下谁听了都觉得不对劲。阿内特直接问他是不是在故意躲着自己。洛伊克赶紧解释，说明天要去训练场看骑士演习。阿内特一听就来劲了，问能不能跟着一起去看看。佩雷尔刚想满口答应，就被洛伊克一个不字给顶了回来。看着大公那要吃人的眼神，副官这下只能乖乖闭嘴了。洛伊克一开口就伤人，说训练场不是外人该看的地方。阿内特直接愣住了，难道在他眼里自己只是个外人？他越想越委屈，干脆停下脚步开始反击，说自己可是交换过誓言的妻子，怎么就成外人了？接着他指着旁边的佩雷尔说，当初替大公行礼结婚的人，现在可就站在跟前呢，戒指戴在手上的感觉，他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这下轮到洛伊克傻眼了，他盯着那枚戒指，心里五味杂陈。佩雷尔在旁边更是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这火烧到自己身上。阿内特趁热打铁说，反正迟早都要见那些骑士，不如趁这次机会正式介绍一下。洛伊克这下彻底没话说了，只能叫住他重新商量。阿内特这一通质问，让洛伊克彻底没话说了。他压根就没打算让这城堡有女主人，更别提什么正式介绍了。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这个丈夫当得有多离谱。阿内特还在旁边补刀，问他是不是真的打算对自己的夫人不管不顾。洛伊克沉默了半天，终于还是妥协了，答应让他去见见那些骑士。这下阿内特可乐坏了，目的达到后，他找个借口转身就跑，动作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看着他跑远的背影，洛伊克停在原地，低声叫住了副官佩雷尔。看来接下来的场面恐怕没那么好收拾了。洛伊克这下是彻底坐不住了，他转头命令佩雷尔立刻去训练场集合所有骑士。佩雷尔整个人都懵了，明明刚才还要去瞭望塔巡视呢。洛伊克语气变得非常严厉，问佩雷尔是不是想让夫人失望，还是想听别人说大公府的骑士不如侯爵家的？这大帽子一扣下来，佩雷尔哪还敢耽搁，立马表示会把所有人叫过来。洛伊克还不满意，要求骑士们必须全副武装，他要亲自带队视察，甚至连训练场的一粒灰尘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看来为了在夫人面前撑起场面，洛伊克这次是要动真格了。洛伊克还在为昨晚的事耿耿于怀，阿内特赶紧解释说那只是个误会，结果副官佩雷尔突然凑了过来，一脸好奇地打听他们在聊什么。佩雷尔也是个热心肠，听说阿内特住的不舒服，立马要把自己办公室旁边的房间腾出来，结果洛伊克直接截胡，说让阿内特去他的办公室待着，这占有欲也是没谁了。阿内特本来还挺开心，结果洛伊克又补了一句，说自己下午和明天都不在。这下谁听了都觉得不对劲。阿内特直接问他是不是在故意躲着自己。洛伊克赶紧解释，说明天要去训练场看骑士演习。阿内特一听就来劲了，问能不能跟着一起去看看。佩雷尔刚想满口答应，就被洛伊克一个不字给顶了回来。看着大公那要吃人的眼神，副官这下只能乖乖闭嘴了。洛伊克一开口就伤人，说训练场不是外人该看的地方。阿内特直接愣住了，难道在他眼里自己只是个外人？他越想越委屈，干脆停下脚步开始反击，说自己可是交换过誓言的妻子，怎么就成外人了？接着他指着旁边的佩雷尔说，当初替大公行礼结婚的人，现在可就站在跟前呢，戒指戴在手上的感觉，他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这下轮到洛伊克傻眼了，他盯着那枚戒指，心里五味杂陈。佩雷尔在旁边更是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这火烧到自己身上。阿内特趁热打铁说，反正迟早都要见那些骑士，不如趁这次机会正式介绍一下。阿内特还在旁边补刀，问他是不是真的打算对自己的夫人不管不顾。阿内特这一通质问，让洛伊克彻底没话说了，他压根就没打算让这城堡有女主人，更别提什么正式介绍了。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这个丈夫当得有多离谱。洛伊克沉默了半天，终于还是妥协了，答应让他去见见那些骑士。这下阿内特可乐坏了，目的达到后，他找个借口转身就跑，动作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看着他跑远的背影，洛伊克停在原地，低声叫住了副官佩雷尔。洛伊克这下是彻底坐不住了，他转头命令佩雷尔立刻去训练场集合所有骑士。佩雷尔整个人都懵了，明明刚才还要去瞭望塔巡视呢。洛伊克语气变得非常严厉，问佩雷尔是不是想让夫人失望，还是想听别人说大公府的骑士不如侯爵家的？这大帽子一扣下来，佩雷尔哪还敢耽搁，他立马表示会把所有人叫过来。洛伊克还不满意，要求骑士们必须全副武装，他要亲自带队视察，甚至连训练场的一粒灰尘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看来为了在夫人面前撑起场面，洛伊克这次是要动真格了。既然要撑起大公夫人的面子，那肯定得去北方最顶级的店。阿内特刚进门，店主就赶紧带人出来迎接，毕竟这位贵客谁也怠慢不起。他开门见山说，明天要第一次正式见骑士团，得准备点像样的见面礼。店主一听，立马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这些精致的手帕就是他收服人心的第一步。店主刚才还夸下海口，说不管什么要求都能满足。阿内特转头问身边的骑士，明天参加训练的到底有多少人？结果对方给出的数字让他当场傻眼，
整整99位骑士，这可不是什么小数目。他尴尬地看向店主，想在1天之内赶出这么多手帕，确实有点强人所难。阿内特无奈地叹了口气，毕竟他这个大公夫人并不受欢迎，本来还指望靠这些礼物能让大家对他的印象改观，这下计划还没开始，似乎就要泡汤了。店主这下彻底犯了难，99条手帕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旁边的骑士建议，干脆多找几家店一起分担。阿内特却摇了摇头，他说这可是送给骑士团的礼物，绝对不能随便应付，必须得是北方最好的店才行。这话一出，店主整个人都燃起来了，刚才的犹豫瞬间烟消云散。既然要追求完美，阿内特干脆亲自上手，画出了想要的刺绣图案。店主盯着设计稿，决定接下这个挑战。虽然时间紧迫，但为了这份信任，他打算豁出去了。店主这下是彻底燃起来了，当场保证要拿出北方的最高水准。可底下的店员们却愁坏了，1天之内赶出99条手帕，这简直是要了他们的老命。阿内特看出了大家的顾虑，直接放了大招，只要能按时交货，他愿意支付双倍的报酬。这话一出，刚才还垂头丧气的店员们瞬间像打了鸡血一样。果然，这世上没有什么问题是加钱解决不了的。看着大家干劲十足的样子，阿内特这才放心的离开。收服人心的第一步，总算是稳稳的迈出去了。店主和店员们已经被阿内特彻底征服，谁能拒绝这样一位温柔又大方的夫人？转眼到了第2天，洛伊克带着阿内特正式露面。眼前这阵仗可不小，99名精锐骑士整齐列队，随着一声令下，所有骑士齐声行礼。这排场算是给足了阿内特面子。阿内特这一露面，直接把对面的骑士们给看呆了，大家都觉得这简直就是春之女神降临。阿内特笑着说：“终于见到了守护领地的英雄们。”为了能记住大家的脸，他还特意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想亲手送给每一个人。洛伊克倒是没反对，直接点头让他去办。骑士们这下全懵了，大公夫人竟然还给他们准备了惊喜，所有人都在好奇这礼物到底是什么。谁也没想到，阿内特准备的礼物竟然这么走心。他走到每一位骑士面前，不仅亲手递上礼物，还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下整个骑士团都炸锅了。要知道，这可是整整99个人，被大公夫人记住名字，对这些骑士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洛伊克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他终于意识到阿内特为了这一刻，私下里到底做了多少功课。原来为了准备这些礼物，阿内特昨晚熬了一整夜，每一个包装，每一张名牌，全都是他亲手完成的。骑士们拆开礼物才发现，里面竟然是绣着家族纹章的手帕，而且颜色还大有讲究，是专门按照骑士团的小队来区分的。这份心思简直吸到了骨子里，谁能想到高高在上的大公夫人会为了他们做到这种地步？阿内特笑着对洛伊克说：“礼物已经全部送到了。”看着阿内特发完礼物，洛伊克心里其实一直在等，他觉得既然大家都有，那自己的那份肯定更特别。结果阿内特走过来，只是客气地说了句辛苦了，然后转头就要走，甚至还祝他接下来的训练顺利。洛伊克这下彻底傻眼了，他看着阿内特离开的背影，整个人都陷入了怀疑人生。难道忙活了半天，自己竟然是全场唯一一个没有收到礼物的人？阿内特突然回头问他，怎么从昨天开始就一直没带领巾？看他这副样子，阿内特还以为他没带，正打算让人去取，谁知道洛伊克反手就从怀里掏了出来。这下轮到阿内特无语了，既然带在身上干嘛非要揣着不带？他干脆直接上手了。这群士兵全都看傻了，平时冷冰冰的长官现在居然这么听话，任由阿内特摆弄他的领巾。大家都在私下嘀咕，不是说这位夫人是恶女吗？看着温柔的样子，传闻果然不靠谱。阿内特忙完手里的活，转头又找去了书房。他扒着门缝问：“现在还没到晚上，我能进来吗？”洛伊克沉默了片刻，还是开口让他进来了。阿内特抱着个精致的小纸包，说是专门过来送东西的。他把礼物递到跟前，大大方方地说：“公爵大人，这是给您的。”洛伊克半天没反应过来，刚才还在纠结没礼物，结果惊喜这就上门了。阿内特笑着解释：“既然骑士团的人都有，那哪能唯独少了指挥官这一份？”看着手里的礼物，洛伊克半天没说话，这下心里那点小别扭总算是彻底散了。阿内特特意强调，这份礼物是独一无二的，连缝线用的都是金丝。可洛伊克盯着礼物半天没吭声，阿内特心里直打鼓，小声问他是不是不喜欢。洛伊克这才开口，说自己很喜欢，以后会经常用的。虽然他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让阿内特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只要他不讨厌，这礼物就算送对位了。阿内特干脆不走了，想留在书房看会儿书。洛伊克扫了一眼书名，居然是给新婚夫妇看的礼仪书。他没多说什么，只是让阿内特随便坐，还专门让人去准备茶水。看来这书房里的气氛总算是没那么僵了。阿内特发现书房里多了一张铺着蕾丝的小桌子，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洛伊克一脸淡定，随口说是下属的主意。阿内特还真信了，只夸那个下属想得周到。其实洛伊克心里正得意呢，这桌子明明是他特意交代的，只要阿内特待得舒服，这功劳记在谁头上都行。书房里安静了下来，两人各忙各的。可没过多久，阿内特的眼皮就开始打架了。原来为了准备那些礼物，他熬了整整一个通宵。虽然前世见惯了大场面，但这副身体还是有点吃不消。阿内特这才反应过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打印机，所有的贺卡和丝带全得靠他一笔一画亲手弄。忙活了整整一个通宵，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他本来只想眯一会，结果头一歪就彻底睡过去了。书房里突然安静的过头，洛伊克停下笔，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起身走过去一看，发现阿内特正趴在桌上，完全没了动静。
洛伊克低声叫他：“夫人，回房间去睡吧。”可阿内特一点反应都没有。他试着伸手推了推洛伊克，看着睡得正香的阿内特，他心里竟然冒出一个念头，这种感觉好像还挺不赖。他本想叫人把阿内特送回去，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要是叫别人来帮忙，那不就要让别的男人抱他了吗？一想到这，洛伊克心里那股占有欲瞬间就炸了。自己的夫人谁也别想碰。他想起阿内特曾说过，被抱着的时候身上一点都不疼。他甚至开始怀疑那个传闻中的诅咒是不是对自己根本没用。他还说被公爵大人抱着的时候，感觉其实挺舒服的，没问题的，对吧？洛伊克小心翼翼地把阿内特横抱起来，原本以为这只是个简单的差事，可当人真的到了怀里，他才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这种感觉和之前那种平静完全不同。如果说牵手只是试探，那现在的接触简直让他彻底乱了阵脚。怀里的温度，还有那若有若无的气息，都在不断冲击着他的理智。这种失控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他低头看着怀里的人，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只是牵个手根本没法比。再这样下去，他觉得自己简直要疯了。洛伊克半天没吭声，目光落在阿内特手上的钻戒。他想起那天阿内特说满脑子全是佩雷尔给他戴上戒指的瞬间，那种感觉到现在都忘不掉。洛伊克现在后悔的想撞墙，觉得自己真是个大冤种。当初要是亲自去参加婚礼，哪还有别人什么事？他盯着阿内特看了半天，甚至开始担心他戴着耳环睡觉会不会不舒服。只是碰一下的话，应该没关系吧？洛伊克终究还是没忍住，这种小心翼翼的试探最让人心痒。时间回到了昨天早上，他在卧室门口等了很久，就为了等大公夫人出来。洛伊克现在开始自我怀疑了，是不是刚才话说的太重，真把人家给吓着了？他原本以为阿内特肯定会来吃早餐，结果对着空荡荡的桌子等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这下好了，他整个人都心不在焉，连正事都干不下去了。气氛正暧昧呢，结果撞上大型社死现场。洛伊克在床边的小动作全被进门的女仆看光了，女仆吓得语无伦次，连声道歉说以为屋里没人。洛伊克瞬间变回冷酷脸，没好气的让他放下东西赶紧走。这下气氛算是全毁了。这下洛伊克是真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明明之前还义正言辞的警告人家说晚上不许随便来找他，结果倒好，自己竟然在人家床边被抓了个现行。他觉得自己简直丢脸丢到家了。阿内特迷糊糊的醒了过来，看着熟悉的卧室，他整个人都是懵的。明明记得昨天还在书房看书，怎么一睁眼就回自己床上了？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阿内特一觉醒来，脑子里全是问号。他赶紧拉住女仆打听，昨晚我到底是怎么回房间的？结果女仆一脸坏笑，她神神秘秘地说，昨晚大公大人可是亲自来看过您的。阿内特这下彻底懵了，那个冷冰冰的大公居然会过来，难怪一睁眼连耳环都被整整齐齐的摘下来放好了。谁能想到那个平时不近人情的男人，私下里竟然能细心到这种地步？阿内特现在整个人都要裂开了，他一直在纠结洛伊克到底是怎么把他弄回来的，是那种偶像剧里的公主抱，还是像扛麻袋一样把他扔在肩上？不管是哪种，这简直就是大型社死现场。最离谱的是他居然全程睡得那么死，一点动静都没听到。他小心翼翼地打听大公的行踪，听说洛伊克出门要很晚才回来，阿内特这才总算松了一口气。毕竟以现在这种心情，要是真撞见了，那场面绝对会尴尬到原地爆炸。洛伊克不在家，阿内特突然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空落落的，这一整天该怎么打发时间呢？既然没事干，那就去吃那家心心念念的番茄炖菜吧。谁能想到堂堂大公夫人竟然会躲在小店的角落里？玛丽一脸抱歉地说，实在对不住，没能给您准备包间。阿内特笑着摆摆手，说是我自己想做这的，省得身份太扎眼，打扰到别的客人。他一边大口吃着，一边还不忘给玛丽竖起大拇指，这里的炖菜绝对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这一通夸奖把玛丽说的都不好意思了，不得不说这位夫人真的是一点架子都没有。阿内特这顿饭吃的是真香，他一边吃一边感慨，玛丽您这手艺绝了，连大公府里的主厨都比不上您。他还叹了口气说，可惜我不能天天往这儿跑，要是以后想这一口了可怎么办？玛丽听了这话二话不说，直接问他要不要食谱。阿内特整个人都听愣了，这可是人家店里的不传之秘啊。结果玛丽特别大方，说这哪算什么秘密，每家每户的做法都不一样，您要是喜欢，我现在就给您写下来。看着玛丽忙活的背影，阿内特心里特别过意不去，白拿人家的招牌食谱，总觉得自己这事儿做的有点不地道。他开始四处打量，得想个办法帮玛丽才行，不然这人情欠的也太大了。阿内特环顾四周，发现虽然这里是布伦海姆的中心，但街上的旅行者却少得可怜，大家好像只是来吃个饭，根本没人留宿。他忍不住问玛丽，是不是因为现在是淡季，所以客人才这么少？玛丽无奈地笑了笑说，这儿哪有什么旺季淡季，本来就没多少人会来这种地方旅游，现在全靠午餐这点生意勉强维持着呢。听到勉强维持这几个字，阿内特心里咯噔一下，这么好吃的炖菜竟然没人懂得欣赏。他看着面前这碗热腾腾的美味，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这么好的手艺，要是就这么埋没了，那简直是太可惜了。就在阿内特发愁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他猛地拍了一下手，哎呀，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个主意呢？刚回到公馆，阿内特心情好得不得了，因为他刚帮玛丽出了个好主意。可还没等他进屋，管家惠特利就带了个大消息，顶级裁缝拉蒙德里亚夫人竟然登门了。
原来是洛伊克特意交代的，说是换季了，要给夫人量身定做新衣服。这下阿内特彻底没反应过来，那个平时冷冰冰的公爵，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了？谁能想到，平时对打扮毫无兴趣的洛伊克，竟然开始讲究起领带了？这让阿内特心里直打鼓，难道是嫌他穿得太寒酸，怕带出去丢面子？而此时的另一边，洛伊克正带着副官佩雷尔赶路，夕阳下的气氛看起来挺严肃。佩雷尔正汇报着商会的麻烦事，恶意降价的局面确实让人头大，可洛伊克却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佩雷尔一眼就看穿了，公爵大人这是在想夫人吧？被戳中心事的洛伊克立马就开始装糊涂。佩雷尔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居然敢当面调侃公爵大人在偷笑。毕竟谁都清楚，那份枯燥的商会报告根本不可能让洛伊克露出这种表情。洛伊克一开口，气氛瞬间冷了下来。他说：“佩雷尔自从夫人来了以后，真是变得越来越放肆了。”其实佩雷尔心里跟明镜似的，公爵大人就是在担心夫人的事宜情况，甚至还特意请来了顶级裁缝，这哪是嫌弃，分明是心疼的不行。原来就在昨晚，洛伊克突然决定要给夫人涨零花钱，理由说的冠冕堂皇，其实是因为他发现夫人拿到钱的第一件事不是买珠宝，而是给骑士们准备了礼物。洛伊克越了解阿内特，就越觉得这个女人心思细腻。佩雷尔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自家公爵大人又在走神想夫人了。佩雷尔赶紧提到了正事，他说夫人带过来的行李实在太少，衣服和首饰都缺得厉害，而且款式都非常朴素。这下洛伊克才反应过来，之前他总觉得阿内特穿什么都好看，根本没发现他过得这么节俭。他当即决定要给夫人专门拨一笔钱。可问题又来了，阿内特对当地根本不熟，身边也没个懂行的带路。洛伊克想找个顶级的裁缝店，结果发现自己平时只去男装店，这下可把公爵大人难住了。为了给夫人撑起场面，他必须得想个万全的办法。利昂这回可算是立功了，他直接爆出了那家最出名的裁缝店，甚至还顺嘴补了一刀，说夫人送给骑士们的手帕也是那家的。这下洛伊克心里可不是滋味了，怎么全府上下都比他更懂夫人的心思？他这个当丈夫的，反倒成了家里最没面子的那个。洛伊克正打算公事公办，利昂却赶紧拦住了他，说与其直接把裁缝叫过来，不如换个更有仪式感的方式。要是把这当成一份惊喜礼物，夫人肯定会更高兴。看着利昂描绘出的画面，洛伊克终于开始认真考虑了。看来这冷面公爵也要学着怎么讨女孩子欢心了。佩雷尔这会儿又开始瞎操心了，他说贵族夫人们心思都细，万一阿内特觉得叫裁缝过来是嫌弃他穿的土，那这惊喜可就变成惊吓了。这话一出，洛伊克的眼神瞬间就不对了，他怎么可能嫌弃自己的夫人？他直接给这两个部下下了死命令，要是阿内特有一丁点不高兴，谁都别想有好果子吃。佩雷尔和利昂这下压力山大，只能拼命点头打保票，说夫人绝对会喜欢的。夜深了，一行人终于赶回了公爵府，管家惠特利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洛伊克心里其实挺忐忑的，不知道阿内特是不是还在等他。看样子这份精心准备的惊喜礼物应该是送到他心坎里去了。洛伊克这会儿正美滋滋地盘算着，虽然时间有点晚，但请夫人喝杯茶总没问题吧？他甚至都想好要赶紧洗个澡，换身利索衣服去见他。结果管家惠特利一开口，气氛直接降到了冰点。夫人居然指名道姓要利昂回房前先去他那一趟，利昂整个人都懵了。洛伊克更是当场石化，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夫人大半夜不睡觉，等的居然不是他这个丈夫，而是他的部下。这下公爵大人的心态彻底崩了。管家惠特利如实回答，夫人确实没说理由，而且指名道姓只要利昂一个人过去。这下旁边的佩雷尔也坐不住了，赶紧催着利昂去探探口风，顺便问问夫人到底喜不喜欢那份礼物。洛伊克冷冷地丢下一句话，一个字都别往外说。利昂哪敢不听，只能唯唯诺诺地退下。等利昂见到阿内特的时候，气氛变得有点微妙。阿内特也觉得大半夜把人叫过来不太合适，他突然反应过来，这不就是老板娘大半夜突然叫人家加夜班吗？阿内特也反应过来了，这身份确实有点尴尬，他赶紧切入正题，拿出一件东西交给利昂。他说想请利昂帮个忙，把这个送给玛丽夫人。利昂这下愣住了，那可是他自己的亲妈。阿内特大方的示意，打开看看吧。盒子里躺着一枚精致到发光的胸针，谁能想到送出这么一份重礼，竟然只是为了感谢一份西红柿炖肉的秘方。利昂整个人都愣住了，赶紧替母亲收下这份心意。阿内特面上云淡风轻，其实心里也在滴血，这一枚胸针可是花掉了他一半的私房钱，不过为了那口好吃的，他觉得这波不亏。接着他话锋一转，打听起利昂家旅馆的生意。利昂也没隐瞒，直说因为地段太偏，平时确实没什么客人。阿内特听完就明白了，这哪是地段的问题，分明是宣传没到位，看来这生意还有得救。阿内特赶紧拍了拍脑袋，差点又去瞎操心别人的事，自己这一堆烂摊子还没处理完，还是先管好自己吧。他转头问利昂，公爵大人回城堡了吗？利昂那叫一个积极，立马大声回答说刚回来。利昂还不忘补上一句，公爵大人今晚完全没安排，现在正闲得发慌呢，这助攻简直给到了心坎上。阿内特这下开始纠结了，虽然时间已经不早，但要不要请他喝个茶呢？正好手头还有件东西想让他亲眼看看。阿内特在花园里摆好了茶阵，虽然时间紧迫，但管家惠特利还是准备得很周全。现在万事俱备，就看洛伊克给不给面子了。阿内特心里其实挺没底的，毕竟这位公爵大人性格实在让人捉摸不透，有时候看着挺心软，冷起脸来又像块冰。虽然他说过晚上别去打扰，但没说不能在花园见个面吧。
要是真被放了鸽子，大不了自己一个人喝。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脚步声，门突然被推开，洛伊克竟然真的来了。看着急匆匆的样子，分明是一路赶过来的。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等很久了吗？阿内特这下彻底愣住了，堂堂公爵怎么急成这样？他赶紧劝他慢点，是不是打扰到他休息了？结果洛伊克还在那嘴硬，一边整理领口一边说没事，我正好也想喝茶了。这借口找的真是漏洞百出。看着眼前的洛伊克，阿内特突然觉得很神奇，只要盯着这张脸看，感觉全身的疲惫都消失了。说实话，在这无聊的转生生活里，这位公爵大人简直就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就在气氛正好的时候，洛伊克突然开口了，他问阿内特刚才为什么要单独去找利昂。阿内特还没当回事，随口回了一句没什么重要的事。结果洛伊克整个人都不对了，在那低着头小声嘀咕说什么只有利昂没带上他，两个人居然单独见面。阿内特这下反应过来了，这男人该不会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纠结这件事吧？阿内特赶紧把话说明白，其实就是为了个炖肉菜谱才特意去请教利昂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洛伊克听完若有所思，突然问了一句，你很喜欢吃西红柿炖肉吗？阿内特想都没想就点头，说自己连吃1个星期都没问题。结果洛伊克在那盯着桌子，嘴里还反复念叨这道菜，也不知道脑子里在琢磨什么。阿内特看气氛差不多了，突然凑过去抛出了一个经典的送命题，公爵大人，你没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下轮到洛伊克懵了，什么叫不一样？看着阿内特那期待的眼神，估计公爵大人的 CPU 又要烧了。看着眼前的阿内特，洛伊克心里其实已经认输了，虽然平时也知道他好看，但今天这身打扮确实美得让他有点接不住。阿内特倒是挺自信，直接原地转了个圈，问他到底怎么样。还没等洛伊克开口，他又故意补了一记重锤，说这可是我丈夫送的礼物。阿内特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他就知道只要提丈夫这2个字，洛伊克准得卡壳。果不其然，沉默了半天，洛伊克终于憋出了一句话，他说这身衣服挺适合你的。阿内特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是真没想到这个平时冷冰冰的木头居然会这么直接的夸人。这一瞬间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阿内特只觉得心跳好像漏了一拍，他赶紧低下头小声回了一句谢谢。结果2个人就这么坐着，谁也不好意思再看谁。这突如其来的温柔反而让阿内特彻底懵了，这男人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现在紧张的不行，只觉得嗓子眼发干，一杯接一杯的喝茶，根本不敢看阿内特的眼睛。阿内特看他这副样子，突然问了个扎心的问题，他说你急着叫裁缝过来，是不是嫌我以前的衣服太土，丢了你们家族的脸？这下洛伊克彻底慌了，连声否认说绝对没有。结果手上一使劲，咔嚓一声，手里的杯子差点被他捏爆。看着洛伊克这副手忙脚乱的样子，阿内特忍不住笑出了声。他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让他赶紧把杯子放下。阿内特看着眼前的男人，眼神里全是温柔。他说谢谢你，多亏了你，我才能穿上这么多漂亮的衣服。阿内特看气氛不错，就开始故意逗洛伊克。他问这真是送我的礼物吗？你该不会回头反悔，又偷偷把账单寄给我吧？看洛伊克在那笑，他还越说越起劲，说自己今天可没少买，万一买的太多，公爵大人是不是还得卖个城堡来还债？结果洛伊克根本没当回事，他笑着给出了承诺，说自己绝对不会反悔，让阿内特尽管放心收下。最后他还补了一句杀伤力极强的话，他说这本来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阿内特现在心里乱糟糟的，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赶紧随便找了个借口，说是这温室里的温度太高了。洛伊克倒是挺体贴，直接站起身发出了邀请。他说既然觉得闷，不如一起去散散步，顺便带他好好逛逛这片花园。两人就这么并肩走在花丛里，阿内特轻轻挽住洛伊克的手臂，这一靠上去，他才发现这男人的胳膊比想象中要结实得多。这种莫名的安全感让原本尴尬的气氛瞬间多了一丝说不清的暧昧。原来这间温室是洛伊克母亲生前留下的，难怪管家惠特利刚才的反应那么奇怪。阿内特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早知道这是人家的私人领地，自己就不该提这种要求。但洛伊克表现得很淡然，他说这里只是太久没人来了。接着他带阿内特来到了一片绝美的花海面前，这些花叫内弗拉斯，是洛伊克母亲最喜欢的品种。看着满地的洁白，阿内特整个人都愣住了。洛伊克问要不要摘一些做成花束送回房间，阿内特却拒绝了。他说比起看着花朵在花瓶里枯萎，这样静静欣赏就足够了。听到这句话，洛伊克的眼神彻底变了，他伸手拉起阿内特，说以后这间温室就不锁了，既然这些花会一直开到盛夏，那阿内特想什么时候来都行。阿内特笑着道谢，总觉得今天的气氛跟平时不太一样。他突然发现洛伊克的领巾松了，笑着伸手帮他重新系好。阿内特顺势问了一句，以后每天早上都让我来帮你系好吗？洛伊克下意识答应了。等他反应过来，才发现自己掉进了温柔陷阱。这话一出口，两个人都愣住了。阿内特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话听着确实容易让人想歪，阿内特却不依不饶，非要每天都帮他系领巾。谁知洛伊克沉默了半天，竟然说出了大实话。他说如果真的约定好了，他怕自己每天都会等得太心急。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阿内特简直要顶不住了。这男人怎么能坦率的这么可爱？洛伊克还在担心阿内特会因为这儿烦他，阿内特直接大声反驳，只要想到他在等自己，心里就觉得特别幸福。比起那种完美的丈夫，他更想要一个需要他的男人。这记直球打得洛伊克彻底没辙，他只能转过身去，丢下一句领巾的事随你便。这显然是已经投降了。看着他妥协的样子，阿内特笑得更开心了。看来这个高冷的大公已经完全被他拿捏住了。弗雷斯庄园。
费丁收到了阿内特的来信，信里虽然只是简单的问候，却让他想起了一件往事。就在阿内特出嫁前，他竟然落魄到要去变卖首饰，而且他根本不知道那家当铺其实是费丁的产业。费丁当时特意交代手下，不管他拿什么过来，都要给他双倍的价钱，并且绝对不能让他知道真相。这个当哥哥的终究还是没法做事，不管，只能用这种方式在背后默默护着他。得知阿内特要离开的消息，费丁表面上波澜不惊，心里却在犯嘀咕：这丫头难道打算不告而别？他看着母亲留下的项链，嘴上说着两人关系一般，以后他过得怎么样都无所谓。可实际上他早就把母亲唯一的遗物送了过去，这大概就是典型的嘴硬心软，明明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妹妹，却非要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就在这时，属下急匆匆的跑来报告，说是侯爵大人正急着见他。费丁刚进屋，侯爵就彻底炸锅了，竟然敢私自烧掉布伦海姆家的来信，这在侯爵眼里简直就是造反。费丁却表现得异常冷静，说那不过是封没用的感谢信，没必要再为了过去的事浪费时间。侯爵气得够呛，那是我来决定的，下一个继承人怎么能如此粗心？费丁却冷冷地回了一句：阿内特既然已经嫁出去了，就是一颗没用的棋子，根本不值得再费心思。看着儿子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侯爵心里很清楚，自从阿内特离开后，这个继承人是越来越管不住了。侯爵把所有人都轰了出去，他一个人在书房里盘算，之前派了那么多眼线去大公府，结果全被挡在了门外，唯独阿内特是个例外，只有他能在那地方出入自由。这下机会终于来了，既然阿内特主动送上门一封信，那他就有借口名正言顺地介入了。他立刻决定给布伦海姆家回信，看来这老狐狸又要开始憋大招了。谁能想到平日里杀伐果断的大公，在妻子面前竟然会乖乖站着任由摆布。洛伊克正准备出门，阿内特细心地帮他整理好领结，这画面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甜蜜。洛伊克有些抱歉地说：今天临时有急事，恐怕没法陪你吃晚饭了。阿内特倒是表现得很豁达，笑着让他赶紧去忙，反正自己也要去趟玛丽的旅馆。结果洛伊克反倒愣住了，沉默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我会尽量赶在晚饭前回来。阿内特忍不住调侃说：咱们现在这样，真像是一对平凡的恩爱夫妻。洛伊克翻身上马，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我们本来就是夫妻。洛伊克临走前丢下一句话，说他们可不是什么假夫妻。这下轮到阿内特愣住了，确实，法律上的手续清清楚楚。旁边的诺顿看在眼里，心里也在犯嘀咕：这位夫人适应的也太快了，明明之前还那么排斥这份婚约。阿内特倒是没想那么多，他现在满脑子都在盘算晚饭是不是该吃点热乎的番茄炖菜。结果刚到地方，还没等出门呢，就撞见一桩麻烦事。门口这会儿正闹得不可开交，两个大男人正对这个小女孩动粗，孩子哭喊着说自己没偷东西，可守卫根本不打算放手。阿内特上前呵斥，问这到底是在闹哪样。守卫一抬头，发现竟然是公爵夫人青灵，吓得赶紧停下了动作。阿内特看着眼前这一幕，语气里透着一丝不悦，问他们为什么要对个孩子下重手。守卫支支吾吾的解释说，这小丫头胆大包天，竟然敢偷夫人的东西。阿内特一眼就认出来了，这确实是他写信用的草稿纸，可这东西怎么会在孩子手里？守卫在一旁邀功说，这小丫头鬼鬼祟祟，怀里竟然藏着大公府的高级信纸。虽然信的内容没什么大不了，但府里的东西流传出去，性质可就完全变了。难道是弗雷斯侯爵，还是说有人在暗中调查自己？还没等他想清楚，诺顿已经拔出了长剑。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他竟然怀疑这孩子是间谍。间谍？问你在说什么？小女孩被吓得语无伦次，说自己只是对城堡好奇而已。诺顿根本不听解释，冷冰冰地警告他，骑士有权当场处决任何威胁。眼看长剑就要落下，一个女仆突然冲了出来，大喊着让诺顿住手。阿内特也愣住了，这不是府里的女仆瑞塔吗？他当众承认那些信纸根本不是偷的，而是他亲手交给这孩子的，怪不得觉得眼熟，原来这孩子竟然是女仆瑞塔的亲妹妹。阿内特把他们带回房间，想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可瑞塔还没来得及开口，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来的人竟然是女仆长马塞拉，她一进门就冷冰冰地宣布，听说府里有女仆惹了麻烦，她是专门过来处理的。阿内特突然想起那天晚上的细节，管家惠特利解释说，女仆们下班后必须去西副楼，绝对不能留在主楼。原来那天带走所有人的，竟然就是眼前的女仆长马塞拉。此时还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说自己没管教好手下，才出了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人，必须带回去严加惩治。他动作粗鲁地拽起瑞塔，根本不顾对方的哀求，就要当着主子的面强行把人拖走。就在这时，阿内特终于开口了，他冷冷地盯着女仆长问：你觉得你在干什么？马塞拉根本没打算放人，他甚至不等阿内特把话说完，就强行把瑞塔拖了下去，这分明是没把这位大公夫人放在眼里。阿内特试图拿回主动权，说要听完解释再定罪，结果马塞拉反而冷笑一声，说管理女仆是他的分内事，甚至要求阿内特尊重他的职权。这话一出，场面瞬间僵住了。一个女仆长竟然敢叫主子做事，这已经不是冒犯，而是赤裸裸的下马威。阿内特终于看清了现实，在这些人眼里，她不过是个签了契约的空壳夫人，没有显赫的家世，更没有半点实权，所以连阁下人都敢骑到她头上，觉得她是个什么都不懂的软柿子。但这种羞辱，他不打算再忍下去了。阿内特这次是真的火了，他盯着马塞拉一字一句地问：你这是要挑战我，挑战这个家女主人的地位吗？
马塞拉这下彻底慌了，赶紧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说自己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求夫人别否定他的功劳。这种倚老卖老的道德绑架，阿内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笑一声，这老太太还真是挺会说话。阿内特直接叫来了管家惠特利，当众问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在这个家里，到底谁才有权利管理女仆？这种场面，阿内特见得多了。以前当打工人时，什么样的奇葩甲方没应付过？对付这种人，他简直是专业对口。惠特利当场给出标准答案：管理权当然属于大公夫人。阿内特顺势反击：既然这样一个女仆长凭什么叫主子做事？管家也心领神会，直接给这件事定了性。这种行为确实是太不像话了。马塞拉还想翻旧账，说以前夫人没来的时候，这里一直都是他说了算。阿内特直接笑着打断：既然我现在来了，以前那些废话就别再提了。马塞拉还想再争辩两句，阿内特眼神瞬间冷了下来，问他是不是想在这里跟我玩什么夺权的游戏。这话一出，马塞拉吓得当场低头认错，连声说自己绝对不敢。阿内特冷冷地甩下一句：我说话的时候你最好保持安静。看着这群人唯唯诺诺的样子，阿内特心里简直爽翻了，这不就是前世对付乙方时那种恶魔甲方的既视感吗？简直是降维打击。他摆摆手让所有人离开，却在最后关头叫住了女仆长。阿内特背对着他立下了最后一条死规矩：以后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随便推开这扇门。既然自诩是女仆长，就该明白什么叫最基本的礼貌。马塞拉只能灰溜溜的离开。这一局阿内特赢得干脆利落。刚才那股狠劲一过，阿内特直接瘫在了沙发上。他现在心里直打鼓，刚才自己是不是演得太过了，简直像个拿了反派剧本的恶毒女配。本来只想安安静静混日子，结果这下可好，一上来就把女仆长给得罪死了，这在职场里可是大忌。管家惠特利倒是很贴心，看出茶已经凉了，主动提出去换一壶热的。阿内特这才稍微缓过劲来，反正已经撕破脸了，那就干脆把事情查清楚。他看向一直缩在旁边的瑞塔，语气也变得温和了许多。现在没外人了，跟我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女仆聚在一起就开始嚼舌根，说阿内特简直是厚颜无耻，连圆房都没有，居然就开始摆女主人的架子了。在他们眼里，阿内特除了头衔一无所有，根本没法跟劳苦功高的马塞拉比。马塞拉突然呵斥一声，让他们通通闭嘴，说这种大声嚷嚷的行为太没体统。其实马塞拉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次是真的踢到硬骨头了。本以为阿内特只是个过客，没想到这女人这么难对付，事情已经脱离了掌控。马塞拉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看来必须把这里的情况立刻向那位大人汇报了。谁能想到这画工竟然这么出色？阿内特看着手里的纸，事情比想象中更复杂，真相总算大白了。瑞塔跪在地上不停求饶，原来他偷走信纸，只是想给妹妹找个练笔的地方。阿内特语气冰冷：公爵府的人竟然连买纸的钱都没有吗？瑞塔低着头，根本不敢回应。可问题是这信上写满了家族秘密，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泄露公爵府的信件都是重罪，这下麻烦大了，到底该怎么处理？阿内特陷入了两难。莫里娜跪在地上，将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瑞塔急得不行，非要替妹妹领罚。阿内特直接打断他们：行了，我都明白了。谁也没想到局面竟然瞬间反转。阿内特笑着问莫里娜，愿不愿意为他画一幅画？这招确实高明，不仅没追究责任，还顺手收复了人心。莫里娜激动得赶紧答应。折腾了这么一大圈，阿内特总算能回房歇着了。这一天天的，真是要把人累坏了。看着手里这张猫咪画稿，这趟总算没白跑。那孩子是个天才，要是能好好培养，以后肯定大有作为。可能是今天操心太多，头晕的厉害。本来还想去找洛伊克谈谈，现在只能先躺下歇会儿了。谁知道这一闭眼，局面彻底失控。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怒吼，处决罪犯阿内特。睁开眼，他竟然被锁在了断头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台下全是疯狂叫好的观众，根本没人听他的解释。谁能来救救他？就在这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正慢慢向他逼近。黑袍男人居高临下，语气里全是嘲讽。他说这一切都是自找的，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抓不住，就再也没有以后了。就在最绝望的时候，阿内特猛地坐了起来，眼前不是断头台，而是熟悉的卧室。洛伊克正守在床边，一脸担心地看着他。原来刚才那些恐怖的画面全都是一场噩梦。洛伊克轻声解释，看他睡得太不安稳，才不得不把他叫醒。阿内特还没回过神，结果接下来的话让他更懵了。他竟然整整睡了一天，医生说这只是重感冒引起的，可那个梦真实的可怕，真的只是生病这么简单吗？阿内特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一整天都是洛伊克在亲自照顾他，可这个男人却满心自责，觉得是自己的诅咒连累了他。阿内特直接打断他的胡思乱想，这事儿跟诅咒没关系，纯粹是自己之前太爱折腾了。洛伊克还想找借口说北京这地方太冷清，结果阿内特根本不买账，逛集市吃顿菜，这里好玩的东西多着呢。看着洛伊克发愣的样子，阿内特笑得特别灿烂。他说自己真的很喜欢这里，本来以为这一年要受尽冷眼，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过得这么开心。洛伊克现在这副温柔样，谁能想到他以前有多高冷？阿内特忍不住调侃，当初拒绝那么多婚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洛伊克倒是大方承认，说以前是自己没眼光，现在既然成了公爵夫人，谁敢让他受委屈？只要阿内特开口，他绝对第一个冲上去撑腰。这突如其来的护短让阿内特直接愣住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洛伊克就赶紧起身离开，非要让他闭眼休息。看着那个略显慌乱的背影，阿内特终于明白了，原来
这就是结婚的意义。这种被人放在心尖上的感觉，确实有点让人上瘾。洛伊克刚安顿好阿内特，就立刻动身去见医生。惠特利已经在书房后着了，他一进门就开门见山，急着追问阿内特到底怎么了。结果医生的回答让他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除了有点贫血，身体竟然完全没问题。洛伊克显然不能接受，没生病怎么会突然晕倒？医生赶紧解释说，京城的贵族小姐们都这样，衣服勒太紧或者受点惊吓，随时随地都能晕过去。洛伊克这下彻底没话说了，原来他竟然这么娇弱吗？这跟他平时的认知反差也太大了。医生无奈地笑了笑，说北京的人身体都太壮实了，相比之下，阿内特确实需要时间适应，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好好休息。洛伊克沉默着答应了。等医生走后，他整个人陷入了沉思。既然身体这么弱，为什么受了委屈一个字都不说？万一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他又突然晕倒怎么办？就在这时，管家惠特利一边倒茶，一边提到了瑞塔偷信的事。原来阿内特生着病，还得亲自去处理这些麻烦。虽然最后把人打发了，但那种孤立无援的压力，肯定让他吃了不少苦。洛伊克听完这些，心里显然有了打算。他直接对管家下令，公爵府要重新招人。洛伊克直接递上一份名单，说：“你先看看这个。”阿内特还没反应过来，原来这是他专门挑选的女仆人选。谁能想到这个平时冷冰冰的男人，心思竟然这么细腻？洛伊克解释说，这些人选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尤其是阿伯尔家的那位小姐，对家族绝对忠诚。可当阿内特看到梅塞尔的名字，整个人都愣住了。怎么会是他？这个名字的出现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提起梅塞尔这个名字，在原著里可是个狠角色，整天缠着洛伊克不放，最后还成了个难缠的反派。本来两人这辈子都不会有交集，但因为阿内特的出现，这段孽缘是躲不掉了。洛伊克在一旁低声问：“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阿内特微笑着回答：“这样已经足够了，真的谢谢你。现在的局面完全跑偏了，既然能和冷冰冰的洛伊克相处好，说不定也能搞定这个梅塞尔。”转眼过了4天，终于能下床活动了。前几天洛伊克管的那叫一个严，美其名曰是休息，实际上根本不让阿内特踏出房门半步。不过说实话，要不是他一有空就过来陪着，这几天真要被闷坏了。正当阿内特在走廊散步，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听这语气来头可不小。阿内特停下脚步，看到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正在训斥女仆，这背影看着非常眼熟。等那人转过脸来，阿内特直接定在了原地。这不就是名单上的那个梅塞尔吗？他怎么这么快就找上门了？看这架势，摆明了是来者不善。马塞拉在旁边引荐，这位就是名单上的梅塞尔，他表现得非常得体，说能见到大公夫人是他的荣幸。阿内特随口问了一句：“你怎么会出现在城堡里？”梅塞尔解释说是帮父亲办事，结果不小心迷了路，刚好碰到了马塞拉。可聊着聊着，这女人的画风突然变了，一脸担忧地问阿内特过得好不好。他说：“听说夫人身边连个女仆都没有，日子一定过得很冷清，甚至还埋怨起洛伊克太狠心。”阿内特听得一头雾水，洛伊克明明对自己体贴入微，这女人到底在演哪一出？这种明目张胆的挑拨离间，简直是把阿内特当傻子看。最后梅塞尔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能亲眼见到您本人，感觉真像是在做梦一样。”梅塞尔一开口就阴阳怪气的，他说从小就听过夫人的大名，这话听着像是在夸人，实际上是在往阿内特的伤口上撒盐。旁边的马塞拉吓了一跳，谁都知道阿内特最忌讳的就是以前的名声，阿内特可不打算惯着他，他直接把话挑明了问：“你指的是我那个假圣女的名声吗？”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梅塞尔显然没料到对方会这么直接，他赶紧换上一副笑脸，连声否认说自己绝对没那个意思。马塞拉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这女人哪是来叙旧的，分明就是故意找茬，想激怒阿内特，好让大公夫人在外人面前丢尽脸面。阿内特微微一笑，既然对方想演戏，那就陪他演下去。他轻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梅塞尔。”阿内特根本没打算跟他纠缠，他笑着下达了逐客令，让人把这位迷路的小姐送出去。毕竟城堡这种地方可不是外人能随便乱逛的。这下轮到梅塞尔傻眼了，他费了半天劲在这儿挑衅，结果对方连个正眼都没给他，就这么直接走掉了。走在安静的院子里，阿内特心里跟明镜似的，梅塞尔这招确实够阴险。要是换成以前的那个阿内特，听到假圣女这种话，估计当场就要彻底失控了。那个名号对原主来说简直是无法抹去的致命伤，虽然在别人眼里他只是个短命的恶毒女配，但在整个帝国，谁不知道阿内特这个名字到底意味着什么？相传在月亮最后一次消失的那天，会有一个带着高贵命运的孩子降生，他将用神圣的光芒彻底照亮这片黑暗的大地。这就是几十年来帝国最著名的那个预言。而那个被所有人奉为救世主的圣女，不是别人，正是阿内特·弗雷斯。曾经的阿内特是整个帝国捧在手心的圣女，她出生那天，连皇帝都亲自送来贺礼。可谁能想到，这种风光根本没维持多久，侯爵很快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私底下的流言蜚语传得比什么都快。女仆小声嘀咕：“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侯爵，虚这种话也敢乱说，小心你的脑袋。”侯爵越看这个孩子心里就越发凉，哪怕她是传闻中的圣女，眉眼间却找不到半点自己的影子。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他认定是妻子背叛了自己，可偏偏夫人已经不在了，所有的真相都被带进了坟墓。更糟糕的是，随着阿内特一天天长大，身上竟然连一点神力都没觉醒，这下曾经的荣耀彻底成了笑话。他在这个家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就在阿内特10岁那年，整个帝国的风向彻底变了。贫民窟突然冒出一个女孩，竟然当众展示了神迹，大祭司亲自出面认证，说这个叫康斯坦斯的女孩才是真正的圣女。这消息像一记重锤，把阿内特直接从云端砸进了地缝。曾经的帝国宠儿，一下子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冒牌货。谁不知道啊？阿内特当年背着假圣女的骂名，被全帝国的人指着脊梁骨骂，那段日子是他最想抹掉的过去。结果怕什么来什么，梅塞尔一脸假笑的凑过来，说自己从小就听过夫人的大名，这哪是打招呼，这分明是往伤口上撒盐。阿内特握住了拳头，本来还想维持点体面，现在看来这辈子都不可能了。到底该选谁来当女仆呢？阿内特看着墙上的名单，心里直犯嘀咕。光看这些家世和简历，根本看不出人品怎么样，只凭几张纸就做决定，风险实在太大了。既然这样，不如直接见个面。他决定办一场茶话会，在谈笑间看看谁才是那个合适的人。阿内特穿过长廊，正准备去安排，利昂已经带着人迎了上来。他恭敬的行礼说：“大公夫人。”阿内特笑着问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利昂赶紧接话说：“他们刚去玛丽客栈吃完饭，还专门点了那个今日推荐。”阿内特有点意外，什么今日推荐？随从解释说，老板娘玛丽一直在夸大公夫人，说这做菜的秘方全是夫人教她的。阿内特这才想起来，上次去客栈的时候，那碗辣味番茄炖肉确实是没得挑。可现在的局面有点尴尬，虽然味道好，但客栈里根本没几个客人，准备好的新鲜食材全在仓库里堆着发愁。这生意要是再没起色，玛丽恐怕就要撑不下去了。玛丽拿着那枚精致的胸针，感动的不行，直说要把它当成传家宝。阿内特只是笑了笑，说这不过是份小礼物。紧接着，玛丽试探着开口问：“夫人，您能不能给客栈提点建议？”阿内特早就想好了，他提议说：“不如在店里搞个今日推荐。”玛丽听得一头雾水，从来没听说过这种做法。阿内特耐心的解释，每天订一个特色菜，直接把招牌挂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这个主意一出，客栈那些堆积的食材总算是有救了。只要客人点了今日推荐，就给他们打个折，或者额外送份小甜点。阿内特耐心的解释，很多人进店其实没主见，不知道该吃什么，这时候给个明确的推荐，他们反而觉得省心。只要把这部分人留住，好奇的散客很快就能变成回头客。而且主推一款菜，后厨备菜的压力会小很多，仓库里那些堆积的食材也能趁新鲜赶紧卖出去。玛丽听得心服口服，她怎么也想不到大公夫人竟然连做生意都能有这么多绝妙的主意。阿内特心里挺得意，别看他现在是贵族千金，以前在现代那可是正儿八经的营销专家。他想起客栈的事，随口问了一句：“那个今日推荐卖的怎么样了？”利昂赶紧回答说：“反响特别好，只要是进店的客人基本上全都点了。”阿内特满心期待，那现在店里客人是不是变多了？利昂说话吞吞吐吐，说也就多了那么一点点。阿内特这下不淡定了，才多了一点点。利昂解释说，主要是客栈位置太偏，名声还没传开，想火起来估计还得等一阵子。阿内特一听这哪等得及，他马上又出了个主意，直接在客栈门口立个大招牌，把菜单写得清清楚楚。这招一出，路过的人想不看都难了。利昂直接泼了一盆冷水，说立招牌恐怕没啥用，因为这地方很多人根本不识字。阿内特听完一点都不慌，不识字那根本不是问题，他心里早就有了更好的主意。另一边华丽的房间里，梅塞尔正提笔写信，大公夫人的茶会邀请，他已经决定正式接受了。梅塞尔这下气炸了，对着马塞拉就是一顿臭骂，怪他没早说招人的事，害得自己刚才说漏了嘴。马塞拉小声辩解说自己也才听说，结果梅塞尔更火了，骂他这个女仆长简直是个废物。他越想越不甘心，洛伊克公爵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还不把阿内特赶出去？马塞拉觉得公爵是顾忌侯爵家的面子，可梅塞尔根本不买账，在他眼里那个侯爵千金根本不算什么。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他决定不再忍了，他要让所有人看清楚，在布伦海姆到底谁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马塞拉在旁边出主意，与其费劲去讨好阿内特，不如在社交圈里展示一下谁才是这里真正的老大。梅塞尔深以为然，在他眼里阿内特不过是个外来户，根本没什么根基。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在阿内特选人之前，先去会会那些女仆候选人。梅塞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一定要混进去，只要能见到洛伊克公爵，只要他还没忘记当年的事，那他就还有翻盘的机会。梅塞尔觉得洛伊克早晚是他的囊中之物，他一定会再次爱上自己。这种自信可不是凭空来的，因为他们之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那是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好家伙，这哪是吃下午茶，简直是要开甜品店啊！阿内特看着眼前的阵仗，整个人都懵了。整整5大车的甜点，这到底是要干什么？这时，主厨伯尼走了出来，恭恭敬敬的自我介绍，他是大公府厨房的负责人。看来这大公府的排场比他预想的还要夸张。伯尼解释说，这哪是什么压力，这可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阿内特听得一头雾水，难道平时给洛伊克准备餐点都不算展示技术吗？结果伯尼直接开始诉苦，他说洛伊克对食物根本没兴趣，只要能快点吃完就行。阿内特想起之前问过乔哈斯，洛伊克到底喜欢吃什么，结果对方的回答更离谱，他说洛伊克吃什么都像在嚼木头，完全没有味觉一样。看来想要抓住这个男人的胃，比想象中还要难啊。听完主厨的吐槽，阿内特也忍不住感叹，洛伊克这性格确实名不虚传，这些年真是辛苦大家了。可伯尼却话锋一转，说自从阿内特来了之后，洛伊克整个人都转性了，
这下轮到阿内特不解了，那个像木头一样的男人竟然也会改变。伯尼接着爆了个大料，说洛伊克破天荒地下了命令，要求在甜点里多加水果，因为洛伊克亲口说过，夫人最喜欢吃水果了。阿内特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冷冰冰的男人竟然一直在偷偷留意他的喜好。原来是因为那句话，阿内特终于想起来了，他曾随口说过自己喜欢草莓，就因为这么一个小细节，洛伊克竟然专门下了命令，把所有的甜点都加满了水果。这种不经意的温柔最让人招架不住，他到底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阿内特收起思绪，对主厨伯尼表达了感谢，说多亏了他，下午茶才这么愉快，看来以后的胃口可全都要指望这位主厨了。伯尼拍着胸脯打包票，说绝对不会让夫人失望。阿内特却表现得很谨慎，毕竟这次茶会非常重要。他问伯尼平时点心都是怎么摆放的，伯尼解释说都是老规矩，把东西全摆在大桌子中间，大家想吃什么就自己拿。阿内特听完却摇了摇头，这次得换个花样。他要求把点心全部做成单人份。伯尼听得一愣，单人份？阿内特肯定地点了点头，加上他一共9个人，按人头每人准备1份。洛伊克正带着佩雷尔往楼上赶，佩雷尔一边走一边犯愁，说上面那帮人最难对付，一想到待会儿要扯皮就头大。可话还没说完，佩雷尔突然停下了脚步，坏了，最重要的通行证竟然忘了带。他一边道歉一边想往回跑，这下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本来时间就不够，关键时刻竟然掉了链子。佩雷尔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谁知道洛伊克只是淡淡的说了句去吧。这下佩雷尔彻底懵了，一向严厉的大公今天怎么突然转性了？谁能想到洛伊克不仅没发火，反而一脸温柔的让他回去拿，还说自己会在这儿慢慢等。这下佩雷尔彻底吓坏了，洛伊克居然笑了，完了完了，这绝对是气疯了，这笑容背后肯定藏着刀子。他一边喊着马上就回来，一边撒丫子就往回跑。洛伊克还在后面慢悠悠地补了一句不用急，慢慢来。这话听在佩雷尔耳朵里简直就是催命符，他哪敢慢下来，使出吃奶的劲儿，一溜烟跑了。佩雷尔一路小跑回到办公室，开始翻箱倒柜地找那张通行证，明明记得就在这儿，怎么突然就没影了？他拉开抽屉仔细翻找，却意外发现了别的东西，这让他动作稍微顿了一下。他顾不上多想，抓起文件就往会议室冲，心里还在犯嘀咕，洛伊克该不会已经一个人先过去了吧？要是让大公在那儿干等着，那麻烦可就真大了。佩雷尔正急着赶回去送文件，却在花园边撞见了这一幕。洛伊克正和阿内特聊得开心，两人有说有笑的，气氛简直甜得掉牙。洛伊克问他到底喜欢吃什么，阿内特想了半天，说自己比较喜欢吃水果。结果阿内特直接发出了邀请，那今晚一起吃草莓蛋糕怎么样？洛伊克甚至还说为了这顿约会，打算把今天的训练提前结束。佩雷尔在旁边都看傻了，难怪刚才大公那么好说话，原来是急着回来过2人世界啊。在他的印象里，洛伊克什么时候对人这么温柔过，简直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佩雷尔突然想起，刚才在书房翻找的时候，他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那竟然是阿内特送给洛伊克的包装袋。谁能想到，一向冷冰冰的洛伊克竟然会把这种小东西当成宝贝一样偷偷留在抽屉里，连包装丝带都保存得这么整齐。佩雷尔这下彻底看清了，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政治联姻，没想到洛伊克竟然玩真的。那个号称全世界最冷酷的男人，心门竟然真的被阿内特敲开了。看着大公现在的神情，佩雷尔心里也有了答案，没错，这就是动了真心的样子。这位冷面大公怕是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春天。大半夜的，阿内特还在盯着手里的画稿，他问面前的莫里娜，这就是你画完的作品？阿内特仔细看了半天，虽然承认对方手脚挺利索，但这画出来的东西显然不是他想要的那个味儿。莫里娜，我可以亲自修改一下吗？小姑娘哪敢拒绝，赶紧把画递了过去。看这架势，旁边的人都看傻了，到底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作，能让他这么认真？利昂在旁边悠悠的开口，这可是非常重要的话，因为这画的是今天的菜单。谁敢信啊？堂堂大公夫人居然在这儿死刻一份菜单。阿内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画的虽然像，但看着一点食欲都没有。他决定亲自出马，正好拿以前做宣传设计的经验，给这份菜单升个级。看着他这副专业的架势，旁边的人全看傻了，这到底是要画出个什么宝贝来？终于大功告成了，阿内特一脸得意问大家感觉怎么样？结果这帮人直接看傻了，瞧瞧这画工简直跟真的一样。大家伙儿都说这要是贴出去，谁看了不想进来吃一口？阿内特趁热打铁，赶紧给莫里娜画重点。小姑娘也是个实诚人，当场立下军令状，剩下的全包在她身上。原来这就是阿内特说的，就算不识字的人也能一眼看懂菜单。大家都忍不住感叹，夫人简直就是个全能天才，就没她办不成的事。看着阿内特开心的样子，连一直躲在暗处的洛伊克也跟着放松了下来，效果简直立竿见影。路过的两口子直接被墙上的海报勾住了魂，这画的也太逼真了，简直像要从纸里跳出来一样。男人盯着那根大鸡腿，已经开始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就在这时，玛丽赶紧出来招呼，说是只要点这份套餐，还能免费送一份甜点，又是视觉诱惑又是赠品公式，这下谁还走得动道啊？两口子一拍即合，直接进店点了一份布丁和派。看来这视觉营销确实精准拿捏了客人的胃口。放眼望去，店里早就已经座无虚席，到处都是慕名而来的食客，生意火爆的不像话。阿内特这身打扮虽然低调，但那股大小姐的气质还是让路人忍不住多看两眼，都在猜她是哪家偷跑出来的。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特意给诺顿起了个假名，结果这位骑士还是太死板，张口闭口全是敬语。阿内特让他放轻松，反正这儿也没人认识他。诺顿嘴上硬撑着说没事，其实整个人表现得非常不自然。刚才路人只是随便一回头，他就差点当场露馅，被阿内特抓个正着后，只能尴尬的在那儿赔不是。阿内特随手掏出一本杂志，问诺顿有没有见过，结果诺顿刚看清封面，直接被呛得不轻。阿内特还觉得挺无辜，说本来只是买来挡脸的，结果翻了几页，发现里面的内容还挺精彩。他还一本正经的打听领地里的人是不是都爱看这个。诺顿现在尴尬的要命，这种没眼看的地摊文学到底谁会去读啊？看着诺顿这副心虚的反应，阿内特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本杂志里到底写了什么现代人的东西？放眼望去，这本杂志简直是人手一本，到处都能看到有人在翻阅，火得简直一塌糊涂。阿内特越看越兴奋，觉得这玩意儿肯定特别接地气，是了解领地民情的绝佳机会。他决定也要弄一本回来好好研究。而此时的公爵府邸内气氛却完全不同，洛伊克正带着管家惠特里，面色冷峻的大步走来。德米什急匆匆赶来汇报，说为了给下午的茶会腾地方，刻意把训练改到了早上，免得待会儿人多太挤。看着洛伊克这一身行头，德米什忍不住多问了一句：“您就打算这么去参加茶会吗？”结果洛伊克一脸莫名其妙，反问自己为什么要过去。这话一出，德米什几个人全愣住了。原来这位指挥官大人压根不知道领地里的规矩。按照传统，夫人第一次举办茶会，丈夫必须亲自到场撑场面，拜托大家以后多多关照。洛伊克这下彻底傻眼了，他要是真没露面，那这烂摊子可就大了。下属们开始疯狂大倒苦水，说当年为了夫人的首场茶会，那真是拼了老命也要赶回去，要是敢缺席家里，绝对要翻天。有人因为出征没去成，结果被夫人冷战了很久，怎么哄都哄不好。洛伊克听得心里直打鼓，他确实没想过还有这层讲究，万一阿内特嘴上不说，心里其实一直在等他撑场面呢。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而此时的宴会厅里，茶会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各家名媛全都到齐了。这城堡大的简直离谱。塞西利亚一边四处打量，一边觉得今天的聚会肯定特别无聊。其实他还有个隐藏身份，是专门给杂志写稿的专栏作家。正琢磨着能不能挖点大公夫人的猛料，结果还没开始就先碰了一鼻子灰。对面的梅塞尔态度冷冰冰的，连个正眼都不给。明明大家都是来参加茶会的，这敌意未免也太明显了。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通报声，大公夫人阿内特终于到了。阿内特这一身粉色长裙，简直美得让人移不开眼。她微笑着跟大家打招呼，语气听起来非常亲切。塞西利亚在旁边观察着，心里直犯嘀咕。传闻里都说这位是狠角色，可现在看来本人比想象中要有魅力的多。阿内特表现得非常得体，还关心地问起大家远道而来，路上辛不辛苦？这副平易近人的样子，跟传闻中简直判若两人。这气氛怎么回事？阿内特在那儿讲得挺认真，结果底下这群人全在装死，连个接话的都没有。塞西利亚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大家眼神躲躲闪闪的，明显是提前商量好了要冷场，故意让大公夫人难堪。该不会又是谁在带节奏吧？看这架势摆明了是要让阿内特下不来台，这招也太损了。果然又是梅塞尔，瞧他那副得意的样子，这回他到底又憋了什么坏招？这场面尴尬透了，没一个人敢开口接话，简直就像是提前商量好要把阿内特晾在这儿。阿内特倒是一点不慌，既然没人说话，那就直接进入正题。他吩咐惠特利开始上茶，旁边的梅塞尔正等着看笑话。他心里算盘打得响，只要他不点头，今天谁也别想动这杯茶，他就是要当众给大公夫人一个难堪。随着茶点进场，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梅塞尔这下彻底傻眼了，他原本以为是自助形式，只要他带头不去拿，阿内特准备的东西就会无人问津。可谁能想到，阿内特居然给每人都准备了独立托盘，这下梅塞尔的算盘全落空了，东西直接摆在面前，想装死都不行。这种个人分的茶点，谁吃没吃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不动叉子，反而显得自己没教养。阿内特微笑着请大家随意。面对这么精致的甜点，这些贵女们哪里还坐得住？果然已经有人忍不住动了叉子。甜点的威力果然大，刚才还冷冰冰的客人们，这会儿全都被收买了，一个个赞不绝口。阿内特趁热打铁，笑着问大家合不合胃口，还说是厨师特意准备的惊喜。眼看局面就要被阿内特掌控，梅塞尔终于坐不住了，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阿内特在这儿收买人心？他猛地放下叉子，这动静让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梅塞尔阴阳怪气的开口，说自己实在不敢吃这些东西。阿内特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开始扣帽子了。他说这大春天的到处都是积雪封路，水果比金子还贵，这么铺张浪费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话一出，刚才还在吃甜点的客人们手里的叉子都僵住了。梅塞尔这是要把阿内特直接架在火上烤啊！梅塞尔还在那儿装模作样，说自己是从北方来的，春天吃水果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阿内特听得只想笑，几片水果就能叫奢侈？既然对方想玩，那他就干脆把这盆脏水泼回去。他故作惊讶的感叹，真没想到伯爵家已经落魄成这样了，连春天吃个水果都成了难事，这要在首都简直是听都没听过的笑话。梅塞尔这下彻底懵了，他本想指责阿内特浪费，结果却被反手扣了一个穷酸的帽子。他急着想解释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可阿内特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转头问其他宾客，难道大家在春天也都吃不起水果吗？连路边的小旅馆都有水果拍卖呢？这下
谁敢承认自己穷？宾客们为了面子，纷纷改口说水果其实挺好买的，供应多得很。看着梅塞尔气得下不来台，阿内特微微一笑，这场反击赢得简直不要太轻松。阿内特这招简直是杀人诛心。他笑着对梅塞尔说，在大公府千万别客气，既然你觉得水果稀罕，那就多吃点。接着他转头吩咐管家，等梅塞尔走的时候，记得多打包一些水果，让他带回去。这语气简直就像在打发叫花子。阿内特又扫视了一圈，问还有谁想要水果，吓得其他宾客赶紧摆手拒绝，谁也不想在这时候被当成吃不起饭的穷亲戚。处理完梅塞尔，阿内特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亲切地找塞西利亚聊天，还夸他哥哥诺顿是未了不起的骑士。这一拉一答的手段，瞬间就让塞西利亚受宠若惊。梅塞尔顺势提起了塞西利亚平时写的那些文章，尤其是那个叫北方传闻的东西。无缘无故提起这么尴尬的话题，阿内特却一脸惊喜，原来他不仅看过，还对里面的流行专栏赞不绝口。塞西利亚这才不好意思地承认，那些文章确实出自他手。阿内特这下总算明白了，难怪之前提到这事，塞西利亚的哥哥诺顿爵士那副表情简直一言难尽。阿内特觉得塞西利亚文笔极佳，还建议可以在刊物里多加一些烹饪食谱。结果梅塞尔又跳出来找茬，冷笑着说，这种给仆人看的东西加什么流行趋势和食谱，简直是自降身段。阿内特这次没生气，反而很认真地解释，北方领地地理位置偏远，大家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如果能通过食谱让大家体验到不一样的文化，这绝对会大受欢迎。这番话一出，梅塞尔的格局瞬间被比了下去。阿内特的鼓励让塞西利亚备受鼓舞，他当即表示一定会按照夫人的建议去办。可旁边的梅塞尔又坐不住了，他开始阴阳怪气地提起阿内特那场没多少人见过的婚礼，他故意戳人脊梁骨，说当时只是办了场代理婚礼，暗示大公根本不在意这位夫人，阿内特不过是在守活寡。梅塞尔还假惺惺地捂住嘴，说自己是一时失言，就等着看阿内特当众出丑。谁知阿内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冷静地反问，这难道也算是个缺点吗？在他看来，只要两家利益一致，就算没有感情，也能成为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梅塞尔正得意自己占了上风，可下一秒管家的声音响彻全场，大公洛伊克到了。这下轮到梅塞尔彻底傻眼了。洛伊克这一露面，整个茶会现场瞬间鸦雀无声。阿内特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种全是女人的社交场合，这位大忙人怎么会突然出现？面对阿内特的疑问，洛伊克回答得非常自然，说这是他第一次主持茶会，担心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所以特意过来看看。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洛伊克竟然当众牵起他的手，语气温柔的不像话，说自己其实也是想见他了。这一记文手里，简直是当众打那些长舌妇的脸。看来大公府感情不和的传闻，今天之后就要彻底翻篇了。旁边这群看热闹的彻底傻眼了，尤其是梅塞尔，估计肺都要气炸了。阿内特整个人都懵了，这男人平时冷冰冰的，聊起人来简直要命。洛伊克温柔地说，你第一次来北方，肯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洛伊克当众发话，让下人必须伺候好夫人，这明摆着是在给阿内特撑腰。梅塞尔在旁边又开始演了，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阿内特心里直翻白眼，这戏精怎么又给自己加戏？洛伊克交代完正事，找个借口就准备先走一步。他这一走，整个茶话会直接炸开了锅，名媛们一个个激动的不行，全都在感叹大公有多迷人。阿内特这才回过神来，合着这帮人今天聚在一起，根本不是为了看他。就在茶话会还在继续的时候，北边的魔兽总算被搞定了。第9骑士团团长提伦带着一身风尘赶了回来，他一进门就赶紧汇报，边境的麻烦已经全部处理干净。洛伊克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辛苦了。提伦心里其实一直在打鼓，难道那未带夫人的事情已经彻底解决了？毕竟当初收到结婚通知的时候，洛伊克那火气大的简直要杀人。提伦看着眼前的洛伊克，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本想说点什么，但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没必要这时候去扫兴。另一边梅塞尔在家里简直要气疯了，他本来想安排人手去当女仆，结果不仅没成功，还输给了那个塞西利亚。提伦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觉得这种小事根本没必要计较，反正戴夫人迟早要被离婚，何必非要盯着那个位置不放？梅塞尔听完直接炸了，他说提伦根本什么都不懂，那个叫阿内特的女人手段简直高明的离谱，现在不仅是那些骑士和名媛，就连洛伊克好像都被灌了迷魂汤一样，彻底陷进去了。梅塞尔还在不停地吹风，说阿内特背地里坏透了，连家里的下人都被他欺负个遍，觉得全天下只有他看清了真相。他死死拉住提伦不撒手，生怕这个哥哥也被对方给收买了，只要提伦还站在他这边，他就还有翻盘的机会。可提伦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降到了冰点，他说就算死也绝对不会对那个女人动心，因为在提伦心里，阿内特不仅是死对头的女儿，更是害死他父亲的罪魁祸首，这种血海深仇根本没有和解的可能。可此时的阿内特还被蒙在鼓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的眼中钉。这一大早的训练场上全是赤膊的骑士，这场面确实让人大饱眼福。阿内特看着旁边的塞西利亚，忍不住开始打趣，身为戴夫人的贴身侍女，盯着人家看成这样，体统都要掉一地了。利昂赶紧带着骑士们行礼，这整齐划一的架势，看得出大公府的规矩确实严。阿内特笑着夸了一句，大家辛苦了。可就在这时，周围的气氛突然降到了冰点，一个披着黄色斗篷的男人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连个招呼都没打。
塞西利亚赶紧凑到耳边提醒，这位就是第9骑士团团长提伦，而且他还是梅塞尔的表哥。阿内特这下明白了，原来这位就是传闻中那个出了名的疯狗，看来接下来的日子没那么好过了。看着提伦这张帅脸，谁能想到他心里全是恨？虽然嘴上说着问安，但那眼神里的杀气根本藏不住。阿内特心里很清楚，这梁子算是结大了。当年在魔兽战争里，他父亲故意拖延援军，害得第9骑士团死伤惨重。这种血债确实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哪怕阿内特主动送上礼物，对方也根本不给好脸。这下场面确实尴尬，完全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但既然占了这个身体，有些债他就必须得想办法还清。阿内特直接叫住了提伦，谁也没想到他竟然敢主动伸手，死死抓住了这位团长的手。他笑着说：“以后请多指教。”这副热情的模样，把提伦整个人都给整懵了。阿内特心里早就想通了，既然自己拿的是恶女剧本，那讨厌他的人肯定到处都是。要是每一个都在乎，那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与其小心翼翼的讨好，不如直接放飞自我。本想给对方一个下马威，结果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提伦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了。看着手里的这块手帕，他怎么也想不通地都来的大小姐心理素质竟然这么强。刚才那一瞬间，面对阿内特灿烂的笑容，他竟然下意识躲开了。这种反应连他自己都觉得丢人。明明是去挑衅的，结果最后落荒而逃的竟然是他自己。提伦这回是真打算硬刚到底了，别以为送个小礼物他就会轻易买账。他走的倒是干脆，可这刚扔掉的东西，转头就被别人给盯上了。另一边的阿内特还完全不知情，一大早就兴冲冲的跑去打招呼：“大人，早上好。”结果这门一推开，里面的情况却让他当场定在了原地。洛伊克就这么站在光里，领口大开，这画面冲击力确实有点强。洛伊克淡定地说：“你来了。”阿内特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怎么这衣服的扣子天天都扣不上？回想起前几天，他只是好心帮他整理了一下袖口，结果从那天起，这位大人的衣服就没整齐过。这哪是衣服质量有问题，这分明是故意设好了套，就等着他主动伸手呢。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明天这家伙是不是打算直接光着膀子出来见人？你疯了吗？你在看哪儿？为了掩饰心虚，他赶紧找借口说：“你的扣子没扣好。”洛伊克这一招以退为进，他低声说：“抱歉。”这一句道歉直接把阿内特给整不会了。他看着那大开的领口，脑子里已经开始疯狂脑补。难道是因为伤口太疼，他才故意穿成这样，想让自己帮他缓解痛苦？阿内特无奈地说：“过来吧，我帮你扣上。”洛伊克倒是听话，乖乖凑到了跟前。那就麻烦你了。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得极近，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难道他真的疼到了这种地步，非要用这种方式来找借口接触吗？看来这位大人是害羞到连牵手都不敢提，才故意把扣子解开的吧？阿内特一边帮他扣衣服，一边在心里完成了逻辑闭环。既然他不好意思开口，那自己就大方一点好了。洛伊克就这么低头看着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心思全放在这上面了。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空气都快要凝固了。洛伊克现在正经历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人家阿内特是在这儿巴金帮忙，他脑子里却全是些没法说的念头，一会儿想牵手，一会儿又想抱抱。他甚至开始在心里自我反省，觉得自己简直是个禽兽，怎么能对这么纯洁的善意产生这种不该有的想法？衣服总算是扣好了，阿内特随口说了句搞定，洛伊克也客客气气递到了线。本以为这暧昧的气氛到这儿就该结束了，谁能想到阿内特反手就抓住了他的手，这一下直接把洛伊克给整不会了。阿内特一脸严肃地说：“先别走，让我握一会儿。”看着阿内特在那儿又是揉又是捏，洛伊克终于忍不住问：“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阿内特却觉得自己这是在帮他缓解痛苦，这误会可真是越来越深了。这种感觉简直要命，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止痛效果，但洛伊克整个人已经快要在温柔乡里沦陷了。阿内特收回手，笑着祝他今天一切顺利。洛伊克还没从刚才的余韵里缓过来，只能愣愣地说了声谢谢。闲聊的时候，洛伊克提到待会儿有使团要来，阿内特随口问了一句：“难道是来找你联姻的吗？”这话一出，洛伊克整个人瞬间炸毛，他急得大声解释，自己绝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家里都有夫人了，怎么可能还想着联姻？看着他这副急于自证清白的样子，阿内特反而有些不知所措。看来这个使团的到来让洛伊克压力很大。阿内特这番话简直是把界限划到了极致。他说：“你完全不用考虑我的心情，只要能守住当初的约定，其他的都无所谓。”他觉得自己这是在体谅对方，可这话落在洛伊克耳朵里，简直比直接拒绝还要扎心。他沉默了很久，他盯着阿内特一字一句地问：“难道我真的去跟别人联姻，你也一点都不在乎吗？”阿内特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问，本来是想表现得大方一点，结果这一下直接踩到了对方的雷区。洛伊克终于忍不住了，他盯着阿内特问：“如果自己以后要娶别的女人，他难道真的打算一点都不在乎吗？”这种话听着实在扎心，他在这里满脑子想的都是更进一步，结果对方倒好，已经把1年后的退路都想清楚了。看着阿内特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洛伊克只能把火压下去。他说：“你没说错，每一个字都对的不能再对。既然大家只谈契约，那就公事公办，只要合同还没到期，谁也不会越界。”他没再多说一个字，转身走得干脆利落。阿内特还在纠结刚才的事，洛伊克那副冷冰冰的样子确实让人心里不踏实。就在这时，塞西利亚带来了一个更糟糕的消息，公国最近的谈判出大问题了。按理说自家这边要钱有钱，要兵有兵，怎么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结果一打听才知道，对方那个叫隆多里斯的国家，简直就是个遍地度假村的土豪国，人家根本不缺贸易伙伴，现在正变着花样提条件，摆明了就是要故意拖时间。阿内特这回是真上心了，他一直在琢磨，到底怎么才能帮上洛伊克的忙。既然正面谈判卡住了，那就从侧面找突破口。塞西利亚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不就是记录个食谱吗？有必要搞得这么严肃吗？阿内特却说这事儿一点都不能马虎，平时那些厨师总说少许或者适量，这种模糊的话最不靠谱。他要求每一个步骤都必须有精确的标准，光有文字还不够，他打算在食谱里加上插画，这样就算是不识字的人也能一眼看明白怎么操作。塞西利亚听完直接服了，直夸自家夫人是个天才，这种超前的思路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万事俱备，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玛丽已经准备就绪，公国的秘密苹果派能不能成就看接下来的实操了。阿内特这套标准流程简直让后厨的人开了眼，先列清单，再写步骤，最后连预算和时间都得标清楚。玛丽干了一辈子，头一回见到这种整理法，她感慨要是早点学会这招，邻里街坊的厨艺早就起飞了。但这还没完，阿内特的目标可不只是厨房，他要把这些整理出来的干货全部登在北方的报纸上，这下可不只是叫做菜了，这种信息传播的速度是要彻底改变北方的生活方式啊！终于出炉了，这金灿灿的苹果派，光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之前的辛苦总算没白费，连平时一脸严肃的诺顿，这会儿都被香味勾过来了。阿内特大方的分出一块，邀请他一起试手艺。阿内特自己也赶紧尝了一口，这味道简直绝了，完全就是他想要的效果。可还没等大家伙高兴太久，外头突然闯进来一群小麻烦，孩子们大喊大叫，吵着闹着，非要吃布丁。玛丽赶紧过来道歉，说这帮孩子一到点就来蹭饭。阿内特倒是一点没生气，可其中一个小男孩却直接定在原地，他指着阿内特大喊一声：“快看，是女神下凡了！”这一嗓子把全场都给喊静音了，连诺顿都没反应过来。阿内特赶紧蹲下，温柔解释，说自己不是女神，而是公爵夫人。结果这孩子听完更猛了，在他的小脑袋瓜里，公爵夫人到底是个什么官？能有女神厉害吗？阿内特笑着逗孩子，问他是不是也喜欢番茄炖菜。小家伙倒也诚实，说比起炖菜，他其实更馋甜甜的布丁。玛丽端着托盘及时出现，招呼这群小馋猫去外头吃。厨房里总算清静了点。阿内特看着孩子们离开的背影，好奇这些孩子是从哪儿来的。玛丽随口一说，他们都来自附近的孤儿院，而且一直都是公爵大人在资助。阿内特这下完全没想到，那个平时冷冰冰的洛伊克背地里居然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诺顿无奈地摇摇头，说这世道魔物横行，多的是无家可归的可怜孩子。原来洛伊克每次带兵出征，只要看到幸存的孤儿，都会亲手把他们带回来照顾。阿内特听得有些出神，那个看起来冷冰冰的男人背地里竟然藏着这么柔软的心。天色很快暗了下来，阿内特特意安排了马车，要亲自送莫里娜回家。莫里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真是太麻烦您了。”阿内特只是笑了笑，这大晚上的哪能让你一个人走夜路？看着瑞塔和莫里那紧握着的手，阿内特忍不住感叹：“你们两个的关系真好啊。”瑞塔轻声回答：“因为我们只有彼此了。”阿内特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不只是刚才那些孩子，就连身边的侍女和助手也全都是无家可归的孤儿。马车停在门口，阿内特叮嘱莫里娜早点休息。原来这整座公爵府并不是什么冰冷的堡垒，而是洛伊克为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亲手打造的避风港。阿内特坐在马车里，觉得自己对这个家其实根本一无所知。想起白天那个孩子问他公爵夫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当时支支吾吾，居然说自己只是个爱喝炖菜的人。这种玩笑话现在想想真是一点都不好笑。作为这里的女主人，她到底能为这些人做点什么？就在这时，窗外的黑影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刚刚离开的莫里娜，可她身后居然鬼鬼祟祟跟着两个男人。事情不对劲，这绝对不是什么路人。阿内特立刻大喊：“快停下，赶紧给我停车！”莫里娜这会儿正美滋滋呢，觉得自己这回赚了不少，谁能想到危险已经悄悄跟到了身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死死拽住。两个男人一脸坏笑的围上来，原来是他那个不争气的爹欠了债跑路，这笔账全算在了他头上。莫里娜拼命挣扎着说：“快放开我！明明还没到约定的时间。”但这帮人显然已经等不及了，这帮人简直是狮子大开口，不仅要加利息，还逼着莫里娜去偷东西还债，这简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就在这关键时刻，诺顿突然挡在前面，这帮混混还没看清来的人是谁，就被直接掀翻在地。男人骂骂咧咧的想还手，结果在真正的骑士面前，他们那点三脚猫功夫根本就不够看的。诺顿出手干净利落，三两下就把这几个无赖收拾得满地走牙，连求饶的机会都没给。莫里娜整个人都看呆了，还没从刚才的惊吓中回过神。阿内特也带着人急匆匆地赶到了现场。莫里娜总算见到了救星，这场闹剧总算是在惊险中收场了。等把孩子安顿好，天已经彻底黑了。阿内特还是不放心，特意过来询问情况。瑞塔低声回答说：“已经看着他睡下了，请您不用担心。”但瑞塔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她忍不住开口问：“公爵夫人，您是怎么知道我父亲欠债的事情？”原来就在刚才，阿内特直接当众宣布，这笔债他全平了，不仅把钱甩在那帮人脸上，还当场放了狠话，要是以后再敢露面，就别怪他不客气了。这下是彻底断了后患。阿内特刚才那副样子，简直要把那帮无赖给吓破胆。他冷冷地警告说：“我会亲自处理掉你们的势力，让你们彻底消失。”瑞塔这会儿还没缓过劲来，他怎么也没想到
公爵夫人竟然会直接出手，把他父亲欠下的所有烂账全都给平了。瑞塔停顿了半天说：“这份恩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阿内特却表现得很淡定，他笑着解释说：“我可不能让外面的人议论，说我身边的女仆被债主追着跑，这丢的是我的面子，所以你完全不用谢我。”瑞塔赶紧表态说：“哪怕为您干一辈子活，我也要把这笔钱还给您。”阿内特摆摆手拒绝了：“那倒不必，就当是提前发了几年的奖金，以后你只要好好干活就行。既然要让人家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就要先把这些家务事全都解决干净，才没有后顾之忧。以前确实是太疏忽了。”瑞塔当场发誓，这辈子都要死心塌地跟着他。阿内特赶紧安慰说：“好了好了，快别哭了，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就绝对不能退缩。现在的每一小步都是翻盘的开始。谁能想到这杂志才刚上市，销量竟然直接涨了30%。”阿内特兴奋的不行，这简直是个奇迹。他完全没想到大家竟然会对做饭这种事产生这么大的兴趣。洛伊克一时间竟然看呆了，他从来没见过谁的眼睛里能有这样的光芒。阿内特轻声叫了他一句，洛伊克这才回过神来，他指着走廊里的杂志说：“现在到处都能看到这些，仆人们确实比以前开心多了。”阿内特有些不好意思，他解释说：“原本只是想试着卖卖看，大家能喜欢就太好了。”洛伊克接着看向窗外，听说那个排球网也是你设计的？阿内特坦然承认了，我看大家平时都没什么娱乐，就随口提了个建议。洛伊克沉默了，他能感觉到这个家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城堡冷冰冰的，但自从大公夫人来了以后，到处都变得活力满满，连空气里的味道都变了。阿内特对自己做的这些事完全没当回事，他笑着摆摆手说：“这也没什么特别的。”洛伊克看着眼前的妻子，心里却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夫妻，如果你能一直留在这里，这片领地是不是会彻底变个样？看着他发丝上的花瓣，洛伊克下意识伸出了手。阿内特愣了一下，问：“怎么了？”洛伊克轻声解释说：“你头上沾了片花瓣。”阿内特这才反应过来，有些不好意思递到了谢。他小声嘀咕着：“我是不是话太多了？一直都是我在说。”洛伊克却回答得很认真：“一点也不多，听你说话很有意思。”他看着阿内特离开的背影，心里还在盘算离下个行程还有点时间，要不要找个借口请他去喝杯茶呢？他张了张嘴，那个我字刚出口，却又停住了。洛伊克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回去。他突然想起阿内特说过的话，只要能遵守契约，其他的他根本不在乎。在他看来，自己在阿内特眼里大概只是个合作伙伴，现在贸然开口邀请，只会让他觉得是个负担。就在他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阿内特却转过头，主动开口问他：“大公，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洛伊克愣了一下，心里还在反复纠结，只是喝杯茶而已，表现得自然一点，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吧？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没错，就这么办。洛伊克刚鼓起勇气，那个我字才刚出口，就被一声大喊给憋了回去。大公阁下，回头一看，居然是佩雷尔。这人正一边招手一边飞奔过来，完全没意识到自己闯了祸。洛伊克现在的气压低得吓人，他死死盯着佩雷尔问：“又怎么了？”佩雷尔被盯的话都说不利索了，他还没发现自己坏了老板的好事，只是觉得大公比平时回来的晚，所以赶紧过来接一下。阿内特一听话，心里顿时觉得过意不去，他以为是自己耽误了洛伊克的时间，赶紧挥手告别：“那我就不打扰了。”看着阿内特离开的背影，洛伊克杀人的心都有了，好不容易营造的气氛全给这没眼力见的家伙毁了。洛伊克现在看佩雷尔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心里暗暗吐槽：这家伙真该学学怎么看眼色。另一边，阿内特刚回到房间，瑞塔就递上来一封信，说是弗雷斯侯爵送来的。这种节骨眼上突然送信，准没好事。阿内特拆开信，原本还挺平静，结果越看越不对劲。看完信里的内容，他整个人都不淡定了。这写的都是什么东西？这家伙是彻底疯了吗？信的开头写的那叫一个深情，口口声声说是写给亲爱的女儿。侯爵这戏演的连他自己都要骗过去了。阿内特看完简直想笑，这老狐狸居然说婚礼太短才没参加，这种鬼话谁会信？真是把人当傻子耍。信里还假惺惺的心疼他，说他在北方肯定受了不少苦，甚至还要把以前的女仆送过来，顺便再以大公的名义发个邀请。这哪里是关心，分明是又在打什么歪主意。他一边写一边装作难过，埋怨阿内特走得太匆忙，说家里人都担心坏了，还非要阿内特赶紧回封信。看完信的内容，阿内特气得直接拍桌子，这家伙绝对是疯了，居然想往北境硬塞人。他赶紧找来女仆瑞塔确认，想进布伦海姆是不是必须得有大公的印章。瑞塔点点头说没错，而且这规矩已经定下好几年了，进出北境都得要皇室的许可。阿内特本来以为是地方律法，结果瑞塔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傻眼了。这规矩居然是他父亲提议的，也就是那个弗雷斯侯爵。这老狐狸算计的也太深了，阿内特简直不敢相信，原来从一开始自己就掉进了他设下的圈套。这老狐狸真是把厚颜无耻发挥到了极致，法律是他亲手定的，现在居然反过来找女儿要邀请函。既然他这么想演戏，那就干脆陪他玩到底。阿内特二话不说，直接提笔开始回信。这种想空手套白狼的算盘打得也太响了，他费尽心思控制大公领地，现在又想把手伸进布伦海姆。信封一封直接送往弗雷斯侯爵府，想要的东西已经给他了，但能不能拿稳可就由不得他了。看着阿内特最后这个眼神，这回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侯爵这下彻底气炸了，他本以为能等来邀请函，结果拆开信一看，里面全是阿内特的冷嘲热讽。他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骂阿内特简直太无理了，居然敢把他的话当耳边风，写了一堆没用的废话回来。阿内特在信里问候的那叫一个客气，
说在首都的时候见得少，现在连他这张脸都会记不清了。更扎心的是，阿内特还特意强调，自己虽然是两手空空嫁过来的，但大公对他可比某些人强多了。这封信字字不提拒绝，却勾句都在打侯爵的脸。侯爵看到这儿，整个人都愣住了。什么叫不像某些人？这不明摆着在点他吗？阿内特在信里继续补刀，说北境连个女仆都比首都的人强，让他这个侯爵赶紧哪凉快哪待着，没事儿就早点回家歇着吧。侯爵这下彻底破防了，觉得这女儿真是疯了，居然敢这么跟亲爹说话。可还没等他缓过劲儿来，信后面居然还有个补充，阿内特最后又补了一记绝杀，让他以后写信注意点礼貌，毕竟他现在可是大公夫人，要是学不会怎么尊重人，那以后干脆就别写了。阿内特这封信简直就是一份拉黑声明，他直接了当地，告诉侯爵以后别再回信了，这辈子最好都别再见面。侯爵这下彻底疯了，对着信纸破口大骂，说这女儿简直是无法无天。他一边拍桌子一边吼着，让人赶紧拿纸笔过来。他发誓要给阿内特一个教训，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子。可这反击的信还没写出一个字，他自己先顶不住了。这老头捂着脑袋，当场就瘫在了椅子上。看来这回是真的被气得不轻。就在侯爵府乱成一团的时候，另一边的布伦海姆却传来了完全不同的声音。佩雷尔一脸严肃地问洛伊克，打算怎么处理弗雷斯侯爵？听说这老狐狸昨天又写信过来了，还是直接寄给大公夫人的。洛伊克倒是显得很淡定，他说这件事不用操心，阿内特已经表过态了，他会亲自把这件事处理好。其实今天一早，阿内特就主动找过洛伊克，他直接了当地摊了牌，说他父亲想要一份邀请函，还打算往大公府里塞几个女仆。洛伊克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送什么女仆，分明是想明目张胆的安插眼线。这种手段他早就见怪不怪了。既然当初决定接纳这位夫人，他就已经做好了应对麻烦的准备，只要把这帮人盯紧了，看他们到底能翻出什么浪花。谁能想到阿内特居然这么干脆，他笑着告诉洛伊克，自己已经把那老狐狸给拒了。洛伊克还没反应过来，阿内特就直接上手了，他一把拽住洛伊克的领带，强行把他拉到自己面前。他盯着洛伊克的眼睛叮嘱，既然我已经拒绝了，那你也绝对不能松口，咱们两个必须统一战线。看着阿内特这副认真的样子，洛伊克心里也有数了，这位大公夫人比他想的要聪明得多，既然他有自己的打算，那他就配合到底。洛伊克突然提到，阿内特打算亲自去孤儿院送物资，既然他想去，那就让他去好了，顺便让佩雷尔安排好护卫。佩雷尔听完没急着走，反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洛伊克一眼就看穿了，问他是不是还有话要说。结果佩雷尔大着胆子提了个建议，说阁下您对夫人是不是该表现得更主动一点。这话一出，洛伊克当场就没词了，他显然还没反应过来，这所谓的主动到底该从哪开始。佩雷尔这回是真看不下去了，他直接了当地替阿内特说话，说人家夫人又是打理家务，又是想方设法地讨你欢心，已经做得够可以了。洛伊克听完也有点心虚，试探着问了一句，难道在别人眼里自己真的表现得太冷淡了吗？结果佩雷尔一点面子都不给，说何止是冷淡，简直就是完全没开窍。他甚至开始手把手教大公谈恋爱，说哪怕是今天这种日子，你也该主动约人家出去约个会。结果洛伊克还在那儿找借口，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佩雷尔在心里直叹气，这位大公在别的事情上挺精明，怎么一碰到男女感情就跟个木头桩子一样。他只能耐着性子继续叫，说这种时候态度最重要，哪怕是夸句你今天真漂亮，这种场面话你总得会说吧。洛伊克还想端着大公的架子，说自己的事儿自己能搞定，质疑佩雷尔哪来的底气教他谈恋爱，我好歹是结了婚的人，你呢？这一记绝杀直接把佩雷尔整没话说了。洛伊克冷着脸下逐客令，让他赶紧消失。画面一转，院子里已经忙得不可开交，阿内特交代的物资全都备齐了，看来这趟孤儿院之行马上就要出发了。阿内特总算松了口气，这么短时间备齐这么多东西，真是辛苦塞西利亚了。塞西利亚倒是一点不邀功，说这都是分内的事，以前送的都是些吃穿用的，这次连学习用品和玩具都带上了，孩子们看到肯定高兴坏了。阿内特觉得既然大公平时那么忙，这些事以后他得更上心才行。万事俱备，可阿内特等的有点焦急，怎么准备了这么久还没动静？塞西利亚解释说东西是齐了，但护卫的骑士团还没到。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脚步声，塞西利亚眼尖指着前方喊了一声，看，那边有人过来了。谁能想到带队过来的竟然是提伦，塞西利亚一眼就认出来了，整个人都不好了。阿内特也愣在原地，心里直犯嘀咕，怎么偏偏是这位爷？提伦倒是面无表情走上前行了个礼，说接下来由他负责护送。阿内特盯着他，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为什么偏偏是第9骑士团？这个男人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提伦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冒出一句，送往孤儿院的物资还没到吗？孩子们肯定等急了。听完这话，阿内特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家伙心思根本不在护送上。阿内特前脚刚进孤儿院，院长就赶紧过来行礼，两人正客套着呢，屋里突然冲出来一个小男孩，他指着阿内特大喊，快看，是女神大人！这一嗓子直接把阿内特喊愣了，他仔细一瞧，这孩子看着怎么这么眼熟，他不就是之前在旅馆见过的那个小家伙吗？提伦这一嗓子让整个孤儿院瞬间炸开了锅，孩子们全冲了上来，围着阿内特又是抱又是夸，这场面简直像大型追星现场。院长在旁边吓得不轻，赶紧呵斥这群孩子没大没小，生怕他们冲撞了贵客。阿内特却一点没生气，反而笑得特别灿烂。
他蹲下身子逗孩子们说今天带了不少好东西，问大家想不想看。这一招果然管用，孩子们的情绪被彻底点燃了。就在大家欢呼雀跃的时候，谁也没注意到提伦正苦哈哈的在后面搬箱子。不过孩子们可管不了这么多，满地的洋娃娃和绘本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宝藏，到处都是惊喜的喊声。阿内特趁热打铁，想打听一下孩子们的日常。一个小男孩乐呵呵地说，平时就是去玛丽阿姨那吃布丁，顺便洗洗脸吃点零食。阿内特听着听着发现事情不太对劲，他追问了一句，那你们平时不看书或者玩球吗？刚才还热闹的气氛一下子就安静了，孩子们支支吾吾说不出话。阿内特越看越觉得这地方寒酸，连个让孩子跑跳的空地都没有。再看那书架更是光秃秃的一片，别说玩具了，连像样的书都没几本。旁边的小女孩突然说，杰罗姆哥哥会给他们讲故事。阿内特有点纳闷，这连书都没有，故事从哪来？小女孩一脸崇拜，说杰罗姆哥哥就算没书也能编出特别好听的故事。说着就往窗外指了指，顺着孩子指的方向看过去，有个少年正忙着搬重物，他就是杰罗姆，看着确实比其他孩子大不少，小年纪就已经成了这里的顶梁柱。院长凑过来小声解释，说杰罗姆确实有点超龄了，但因为他聪明又勤快，能帮着照顾孤儿院，这才让他留了下来。阿内特听完点了点头，但他更关心另一件事，这儿的孩子平时怎么不画画，也不看故事书，甚至连个球都不踢。院长赶紧开始诉苦，说北方这地方到处是荒地，院里经费又紧，哪买得起那些精细玩意儿，能让孩子们吃饱穿暖就已经拼尽全力了。阿内特却不认同，他说光有吃穿是不够的，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同样重要。这话一出，院长显然有点接不住了，他赶忙表态说自己已经尽力，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嘀咕，说到底这些孩子又不是什么名门贵族，哪用得着讲究这些？这话里的偏见才是最让人心寒的。这事儿越想越不对劲，阿内特看着眼前的院长，怎么看都觉得这人跟那封求助信完全对不上号。要知道当初那封信写得极其心细，孩子们缺什么玩具，想要什么绘本，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清清楚楚。可看院长刚才那个态度，根本不像是个心疼孩子的人。阿内特突然意识到，写信的恐怕另有其人。他转头看向那个叫杰罗姆的少年，他正抱着球跟孩子们玩得正开心。阿内特直接走上前去，开口问了一句，你就是杰罗姆吧？杰罗姆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阿内特竟然知道他的名字。他赶紧客客气气的回话。阿内特心说，这孩子不仅能干，还挺会说话的。客套完，阿内特直接切入正题，问那份物资清单是不是他整理的。杰罗姆这下有点犹豫，支支吾吾不敢接话。阿内特赶紧解释，说自己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杰罗姆这才松了口，承认那封信确实出自他手。阿内特听完笑了，他说自己早就猜到了，那份清单分门别类，连不同年龄段的需求都想到了。要不是真心了解孩子的人，根本写不出这种东西。这孩子不仅心细，办事能力更是让人惊喜。杰罗姆低声说了句谢谢，阿内特却在观察四周，他发现这院子的地面全是硬邦邦的石头，孩子们在这儿跑跳实在是太危险了。杰罗姆无奈的解释，因为院里没地方玩，孩子们平时只能去外面乱跑。阿内特听完心里就有数了，既然缺个像样的操场，那他的第9骑士团这下可要派上用场了。谁能想到这群平时只会打仗的骑士带起娃来竟然这么温柔。阿内特看着这一幕，心里却想起另一件事，听说这间孤儿院之前被魔物折腾得够呛，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弗雷斯侯爵。就在阿内特出神的时候，一只小手突然拉住了他，小女孩甜甜的喊他女神，还递过来一份礼物。这突如其来的心意让阿内特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哪是什么宝石，分明就是一块普通的小石子，但在孩子眼里，这就是他能拿出的最珍贵的宝贝。阿内特看着眼前这个小可爱，心都要被融化了。他一把抱住小女孩，不停的道谢。这下可好，旁边的孩子们全看红眼了，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围上来，手里都攥着自己的压箱底宝贝，吵着闹着也要送礼求抱抱。阿内特一点也不嫌烦，笑着答应大家今天谁都有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看着孩子们把阿内特围得水泄不通，旁边的守卫这下坐不住了，他担心这帮小家伙没轻没重，万一伤到阿内特，那麻烦可就大了。提伦却表现得很淡定，他直接拦住了守卫，让人别去杀风景，只管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既然他这么开心，就让他多待一会儿吧。没过多久，车队正式启程。阿内特坐在马车里，突然想起个事儿，他问提伦能不能顺道去一趟玛丽夫人的旅馆。提伦连犹豫都没有，直接就答应了。自从离开孤儿院，提伦就一直没给过好脸。阿内特觉得大概是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让他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为了缓解尴尬，阿内特找塞西利亚打听旅馆的情况。塞西利亚说生意倒是不错，但话锋一转，好像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交代。可话音刚落，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暴喝，守卫让所有人离马车远点。阿内特赶紧往窗外看，到底出什么事了？只见马车被一群人死死围住，这些人的气氛完全不对，眼神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狠劲，看这架势明显是来者不善。看着窗外那些充满敌意的眼神，阿内特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塞西利亚眼疾手快，直接一把拉上了帘子。这地方的人对贵族向来没好感，他劝阿内特千万别往心里去。阿内特强撑着挤出一个笑脸，说自己没关系，还找了个借口提议今天先不去旅馆了，说是得赶紧回去给大公准备礼物。虽然嘴上说的云淡风轻，可他那双死死绞在一起的手还是彻底出卖了他。
看来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本以为北境的人只是不待见自己，可看现在这架势，那根本不是什么冷淡，而是刻骨铭心的恨意。就在这时，一只手稳稳地落在了他肩上。洛伊克突然出现在身后，语气平淡地说：“太阳还没落山呢。”阿内特显然没料到他来得这么早，支支吾吾地问：“大公，您怎么提前到了？我是不是叫得太突然了？”洛伊克倒是没在意，直接问他到底有什么要紧事。结果阿内特憋了半天，竟然问附近有没有适合野餐的地方。这下轮到洛伊克没反应过来了，野餐？阿内特想给孤儿院的孩子们找个风景好又宽敞的地方撒欢。洛伊克听完点点头，说：“这种地方当然有。”阿内特一听就来劲了，说明天就想过去看看。他打算先去踩个点，好提前给孩子们做准备。可没想到洛伊克突然一脸严肃，说：“实在抱歉，明天的行程已经排满了。”这下轮到阿内特傻眼了，什么情况？我也没说要跟你一起去啊。洛伊克突然改了主意，既然明天没空，那就择日不如撞日，今晚直接出发。于是大半夜的，两人就这么坐上了同一辆马车。这还是阿内特第一次跟他单独相处，车厢里安安静静的。可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洛伊克这双大长腿在狭窄的车厢里根本没地儿放，这腿是不是有点太长了？马车一路上晃个不停，两人的膝盖总是不经意的撞在一起，在这窄小的空间里躲都没法躲。阿内特发现今天的洛伊克好像有点不一样，那眼神直勾勾的看着，竟然有点真诚。就在这尴尬的时候，洛伊克突然开口了，他说：“你今天真的很漂亮。”阿内特先是愣了一下，赶紧小声回了句谢谢。他觉得自己刚从孤儿院回来，这副样子哪跟漂亮沾边？估计大公只是在礼貌客套。既然对方开了口，那自己也得回敬一下。他笑着说：“大公，您今天也帅得过分了。”看洛伊克还没反应过来，阿内特干脆开起了玩笑，说：“您这脸简直在发光，万一大家以为天亮了都跑出来，那可就麻烦大了。”洛伊克这下是彻底没辙了，只能无奈的开口求饶，让阿内特赶紧打住。可阿内特正笑得开心，哪能这么轻易放过他？就在这时，马车缓缓停了下来，目的地到了。推开车门的那一刻，阿内特直接定在了原地，满树都是发光的蝴蝶，简直美得不像话。刚才的玩笑话早就抛到了脑后，现在他眼里只剩下这片仙境了。看着眼前这片美景，阿内特忍不住问：“这是哪？”洛伊克语气平淡地说：“这是瓦尔皮德湖，是布伦海姆家族的私人领地。这湖面在月光下亮得晃眼。”洛伊克绅士地伸出手，问他要不要一起散散步。阿内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两人并排走在桥上，周围全是发光的灯火，这气氛简直美得冒泡。看着周围这些灯火，阿内特觉得有点奇怪，这地方明明荒废了很久，怎么突然亮堂起来了？洛伊克语气平淡地说：“怕你晚上看不清，刚才在路上我就让人提前准备好了。”这下阿内特彻底坐不住了，这大半夜的居然为了这点浪漫，就让仆人们集体加班。作为一个现代灵魂，他脑子里全是打工人的心酸，这简直就是职场霸凌啊！为了老板的一场约会，底下人的忙成什么样？洛伊克赶紧解释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找魔法师弄的，这点小事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阿内特这才反应过来，对哦，这可是个有魔法的世界，自己真是想太多了。一听说真的有魔法师，阿内特这下彻底坐不住了，拉着洛伊克的手非要见见这位高人。洛伊克却有点犹豫，说那家伙住在城堡顶层，脾气臭得要命，怕他说话太冲伤到阿内特。可阿内特哪管这些，那可是活生生的魔法师啊！洛伊克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只能答应以后找机会安排。两人走到湖边的凉亭坐下，这风景配上热茶，氛围感直接拉满。阿内特喝了一口，觉得这茶味道都不一样了，忍不住好奇地问：“难道这也是魔法师准备的？”洛伊克无奈地笑了笑，说：“你真是想太多了，这茶是惠特利准备的。”看到阿内特还在纠结加班的事，洛伊克这下求生欲拉满，赶紧解释说：“我可没强迫惠特利干活，是他自己非要帮忙的。”阿内特听完忍不住笑出声，摆摆手说自己只是好奇，并没有要责怪他的意思。看着阿内特灿烂的笑容，洛伊克突然定定地看着他，眼神里全是复杂的情绪。他沉默了半天，才轻声说了一句：“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这话一出，轮到阿内特愣住了。像我这样的人，这到底是在夸他，还是在说他奇怪呢？洛伊克放下茶杯，说：“佩雷尔私下跟他提过，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主人会对底下的仆人这么温柔，大家都觉得你特别有魅力。”他定定地看着阿内特，语气变得非常认真，说：“这种善良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这突如其来的直球夸奖，让阿内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只能愣在原地。他心里早就乱成了一锅粥，这男人今天到底怎么了？说话这么直接，简直让人没法接招。本来心里就乱，这下手一抖茶杯，直接翻了，茶水洒了一手。洛伊克反应比谁都快，一步跨到跟前，抓起他的手就问有没有烫伤。阿内特赶紧解释说茶已经凉了，可洛伊克根本不听，拿出手帕一点点帮他擦干，离得实在太近了，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阿内特整个人都僵住了，想往后缩，却被他抓得死死的。洛伊克语气不容拒绝，说保险起见回去必须马上看医生。洛伊克突然抓紧了他的手，两人的距离近到连空气都快要凝固了，他的眼神实在太有侵略性。阿内特觉得自己快要顶不住了，这种热度简直让人没法思考。看着他慢慢靠近的脸，接下来的发展已经完全脱离了控制。结果关键时刻阿内特还是怂了，他赶紧拉开距离说：“我真的没事。”这下轮到洛伊克懵了，这种被强行打断的感觉真的太尴尬了。为了掩饰刚才的尴尬，这两个人也是拼了，在那强行找话题，笑的那叫一个心虚。阿内特盯着洛伊克问：“我送你的手帕怎么没见你用？难道是嫌弃我的礼物吗？”
这下洛伊克彻底乱了阵脚，在那手忙脚乱的翻找，生怕被误会了。洛伊克赶紧把手帕掏了出来，结果阿内特一看，他身上居然带了2块。洛伊克支支吾吾的解释说，是因为这礼物太宝贝了，怕弄脏，更怕用坏了，所以他根本舍不得拿出来用，但又想天天带在身边，才想出这么个办法。这神逻辑直接把阿内特逗乐了，这种笨拙的真心确实让人没法拒绝。看着眼前的洛伊克，他突然觉得很庆幸，原来这个传闻中冷酷的公爵私下里竟然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如果换做以前的阿内特，恐怕到死都不会发现这个男人冷冰冰的外表下其实藏着这么一份暖意。这一晚过后，很多事情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新的一天正带着希望慢慢开始。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撒欢，阿内特总算松了一口气，这公爵府好久没这么热闹了。趁着晚上散步的功夫，他大着胆子提了个请求，想把孤儿院的孩子也接过来，给他们找个能跑能跳的地方。谁能想到洛伊克不仅一口答应，还给了阿内特一个特权，说以后这种事你自己定就行，不用每次都来问我。看着洛伊克这么体贴，阿内特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明明说好只当1年的夫妻，可现在他竟然开始舍不得这段关系了。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指尖突然传来一阵触感，低头一看，竟然是个精致的小花环。身边的小女孩笑着说：“夫人，这个送给你，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看折指间这枚简陋的戒指，阿内特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可他没注意到，远处的塞西利亚正盯着自己。天色很快暗了下来，佩雷尔正哼着小曲走在回廊，忙活了一整天。现在的他只想赶紧回屋躺平，可他还没走几步，就被阴影里的塞西利亚堵个正着。佩雷尔这吓魂儿都快吓飞了。塞西利亚大半夜不睡觉，专门在这儿堵他，竟然是为了展示一个干巴巴的草环。佩雷尔还没反应过来，塞西利亚就抛出一个扎心的问题：“你是不是也想让夫人一直留下来？”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塞西利亚才说出真相。这个不起眼的草环是孤儿院孩子送的，也是阿内特这辈子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堂堂公爵夫人竟然把这么个小玩意儿当成宝贝，还专门把它做成了干花，就为了能永久保存。塞西利亚越说越觉得离谱，堂堂公爵大人竟然连一朵花都没送过夫人，这在社交界简直是闻所未闻。佩雷尔听完却没觉得奇怪，毕竟在他眼里，指望公爵大人懂得浪漫，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可塞西利亚接下来的话直接让气氛降到了冰点。他说自己听到女仆们在私下议论，这2位结婚到现在竟然连新婚之夜都没一起过。如果传闻是真的，那这段婚姻恐怕从一开始就名存实亡。佩雷尔本想替公爵辩解几句，可塞西利亚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没词了。原来在领地百姓眼里，阿内特一直被当成恶毒女配。前阵子出门的时候，那气氛简直冷到了冰点。虽然夫人表面上没表现出来，但心里肯定早就委屈坏了。塞西利亚越说越担心，万一哪天夫人受够了，直接拍拍屁股走人怎么办？公爵大人要是再不学着疼人，这地方可就真留不住心了。看着佩雷尔还在犹豫，塞西利亚直接使出了杀手锏。他悠悠地问了一句：“要是夫人真的消失了，谁的日子会变得最难过？”这一句话直接戳中了佩雷尔的死穴。要是夫人真的不在了，这公爵府怕是要变成人间炼狱了。佩雷尔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个恐怖的画面：要是夫人真的走了，公爵那些陪夫人的时间全都会变成没完没了的加班。想到这儿，他终于彻底坐不住了。佩雷尔急切地问：“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帮到他？”阿内特正满屋子找人，塞西利亚到底躲到哪儿去了？明明早上还看见他跟佩雷尔在那儿嘀嘀咕咕，这2人肯定没憋什么好屁。结果人还没找着，转头就跟洛伊克撞个正着。洛伊克冷不丁问了一句：“这是打算去哪儿？”阿内特赶紧打圆场说：“刚忙完孤儿院的物资清单，觉得身子有点僵，这才出来随便走走。”洛伊克这回倒是挺会顺杆爬，他温柔地发出了邀请：“既然想散步，那就跟我一起走走吧。我有件东西想让你看看。”阿内特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花园深处。随着眼前的视野豁然开朗，他整个人都看呆了。谁能想到，在这冷冰冰的公爵府里，竟然藏着这么大一片花海，在夕阳的映照下，简直美得不像话。阿内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明明早上这里还是一片荒地，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片灿烂的花海？洛伊克在一旁轻声解释，这段时间因为孤儿院的事，确实欠了夫人不少人情，所以想尽点心意报答一下。阿内特有些迟疑地问：“所以这一切都是送给我的礼物吗？”洛伊克认真地点了点头。比起只能放几天的花束，他觉得送一整个花园显然更有诚意。可看着阿内特半天没说话，这位平日里冷峻的公爵竟然开始有点心虚了。他低声问：“难道你不喜欢吗？”“不，我简直太喜欢了。”看着眼前的这一片花海，阿内特终于感觉到现在的日子确实不一样了。毕竟在上辈子，鲜花对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喜，那些在宴会上收到的礼物不过是撑场面的工具，活动一结束就变成了随手扔掉的垃圾。但现在看着这满园生机勃勃的景象，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也变得独一无二了。他转过头发，自内心的对洛伊克说：“谢谢你，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洛伊克伸手将他搂进怀里，轻声回应：“只要你喜欢，这一切就都有了意义。”洛伊克紧紧抱着怀里的人，心里一阵后怕，还好听了佩雷尔的建议，不然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阿内特到底受了多少委屈。原来领地里的那些人因为阿内特的出身，一直对他没给过好脸色。佩雷尔无奈地说：“夫人这几天其实一直很难过。”洛伊克彻底愣住了，因为在他面前，阿内特从来都是一副开心的样子，关于这些流言蜚语，他竟然一个字都没有提。
洛伊克直接下了死命令，3个小时内必须把整个花园种满鲜花。这下佩雷尔彻底懵了。洛伊克想得到周到，这种事绝对不能让阿内特知道，要是让他发现大家这么辛苦，肯定又要心里过不去了。所以佩雷尔的嘴必须得封死。画面一转，马塞拉竟然在外面私会梅塞尔。梅塞尔心里直打鼓，毕竟要是被他哥哥提伦撞见，少不了又是一顿臭骂。马塞拉心里直犯嘀咕，既然梅塞尔什么都清楚，干嘛还非要把他约出来？梅塞尔忍不住打听，听说大公专门给夫人修了座花园，这事儿是真的吗？马塞拉赶紧找借口遮掩，说是因为邻国的使臣要来了，修花园只是为了撑场面，全是底下人在瞎转。可梅塞尔根本不信，修花园还能说是为了外交？但连湖泊都专门为他开放了，这总不能也是演戏吧？马塞拉这下没话说了，看来大公对夫人的态度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梅塞尔现在心里酸得不行，大公甚至都不记得他是谁，却被阿内特那个女人耍得团团转，他实在想不通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马塞拉看出了他的心思，压低声音提议，既然这么看不顺眼，不如利用谣言来对付他。马塞拉这招确实够狠，他盯上了一家生意火爆的旅店，最关键的是店主和夫人的关系不一般，只要放出风声，说夫人收了贿赂才给旅店开后门，到时候看他还怎么在大公府立足。梅塞尔还是觉得不靠谱，他冷笑着问，这种鬼话谁会信？堂堂公爵夫人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点小钱？马塞拉却不以为然，他说真假根本不重要，反正夫人的名声早就烂透了，只要这受贿的传闻一出，他就彻底翻不了身了。毕竟男人再怎么宠一个女人，也经不起他一直惹麻烦，更何况大公最看重民心，只要阿内特成了众矢之的，这宠爱迟早会变冷。梅塞尔这下彻底听进去了，他眼神一狠，决定现在就去见商会会长，这盆脏水他是泼定了。不知不觉，阿内特来到这里已经3个月了，原本他只想安安静静当个透明人，可最近他的心彻底乱了。当初说好1年后就离婚，可看着眼前的局面，他开始犹豫了，总不能一辈子戴着面具生活吧。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塞西利亚走了过来，提醒他该去准备了。塞西利亚现在非常担心，商会会长突然发来邀请，怎么看都像是场鸿门宴。他劝夫人干脆把行程推了。阿内特心里比谁都清楚，对方说是要带他四处逛逛，其实背后的目的绝对不单纯。既然迟早都要面对，不如干脆点，看看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招。很快，阿内特就见到了这位会长凯尔夫里，场面上倒是客客气气，全是些没营养的场面话。凯尔夫里在那儿装模作样，假惺惺的担心阿内特累着了。阿内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淡定的喝着茶，说自己好得很。不过他话锋一转，直接戳破了表面的和平。他说那些商人的态度冷冰冰的，是不是还在记恨他？凯尔夫里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故意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最近外面有个奇怪的传闻，说夫人收了贿赂，还给特定的旅店开后门。这下塞西利亚彻底炸了，这种没瘾的脏水也敢乱泼。凯尔夫里却在一旁唱红脸，说谣言要是传开了，夫人的名声可就全毁了。他故意提议让阿内特走之前去跟商人们打个招呼。阿内特沉默着没说话，他知道对方这是在逼他现身。周围那些商人的眼神全是敌意，阿内特这下总算明白了，难怪刚才大家看他的眼神那么奇怪，原来陷阱在这儿等着呢。这种眼神和当年在孤儿院门口的一模一样，那种被恶意包围的压抑感一下子全回来了。阿内特这下是真的扛不住了，心里翻江倒海，1秒钟都不想多待。他猛地站起身说，我现在必须得走了。塞西利亚在后面都看懵了，只能一边喊着夫人，一边急忙追上去。阿内特一路跑回房间，死死攥着裙角。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以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可他真的没想到恨他的人居然有这么多。这种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还没等阿内特缓过神，眼前的景象让他整个人都定住了。走廊尽头黑压压的站了一群人，全是那些眼神冰冷的商人。凯尔夫里在一旁假惺惺的开口说，这些都是专门来见夫人的。阿内特这下彻底火了，这种事竟然不商量就先斩后奏，这分明是想当众给他难堪。可凯尔夫里却一脸得意，说是让阿内特来澄清谣言。那些商人的话一个比一个难听，骂他是来吸血的，让他滚回王都去。阿内特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种场面他根本没法应对。就在他最无助的时候，提伦突然冲了出来，他语气急促地催着阿内特赶紧上马车离开这儿。阿内特还没反应过来，男人竟然直接冲了出来，他一边大骂一边挥动手臂，把手里的东西狠狠砸了过去。提伦虽然反应很快，想伸手护住阿内特，但还是晚了一步。只听啪的一声，不明液体直接溅了阿内特满脸，周围的人全都被吓傻了，尖叫声瞬间响成一片。谁能想到堂堂公爵夫人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弄得这么狼狈？终于他再也支撑不住，就在众人的惊呼声中直接倒了下去。可就在这一刻，眼前的景象竟然诡异的重合了，冰冷的断头台再次出现。阿内特喃喃自语，这个地方难道那个噩梦又要重新开始了？这地方太眼熟了，就是梦里那个刑场。看来在那段记忆里，阿内特确实已经没命了。就在这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了过来，一个穿着盔甲的男人竟然直接跪倒在他面前。他声音沙哑地说，对不起，我来晚了。阿内特彻底懵了，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会为他哭成这样？阿内特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竟然为了自己的死哭得这么伤心。阿内特猛地坐了起来，看着周围熟悉的房间，原来刚才发生的那些真的只是个梦吗？还没等阿内特反应过来，一个银发男人突然出现在床边，语气冷淡地说，别乱动。
阿内特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人到底是谁？男人自我介绍说他是大公府的魔法师埃诺利乌斯，正在帮他治疗。阿内特心里正犯嘀咕，这人坐着一动不动，到底在施什么魔法？结果对方头也不抬的回了一句，恢复魔法是看不见的。阿内特这下彻底吓到了，难道魔法师连别人心里在想什么都知道？阿内特试探着问，你该不会是在强行给我施法吧？埃诺利乌斯头都没抬，冷冰冰的回了一句，你以为我想来吗？这都是大公的命令。阿内特这才反应过来，传闻里说这个魔法师性格恶劣，看来一点都没冤枉他。结果对方倒也坦诚，直接承认自己到哪都不招人待见。谁能想到阿内特听完不但没生气，反而自嘲地说，那咱俩还挺像的，毕竟我的名声也没好到哪去。这句话一出，连这个傲慢的魔法师都愣住了，他盯着阿内特看了很久，最后才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确实可以这么说。埃诺利乌斯交代完注意事项，转身就打算离开。阿内特赶紧叫住他，诚恳地说了声谢谢。这下轮到这个魔法师没反应过来，他停下脚步反问，谢我什么？阿内特笑着解释，当然是谢你帮我治疗，从来没人对他这么客气过。埃诺利乌斯一时间竟然接不上话，只能支支吾吾地应了一声。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猛地推开，塞西利亚急匆匆地冲了进来，夫人，您没事吧？阿内特刚睁开眼，塞西利亚就拉着他的手哭个不停，说他这一觉睡得太死，大家都快被吓破胆了。阿内特环顾四周，发现那个魔法师已经不见了，看来瞬间移动这种事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不过比起这些，塞西利亚带来的消息才更惊人。大公这次是真的彻底气炸了，不仅关押了所有护卫，甚至还亲自动手教训了下属。阿内特听得一愣一愣的，没想到自己昏迷这段时间，外面竟然闹出了这么大动静。那个扔鸡蛋的罪魁祸首，现在也已经被抓起来审问了。就在阿内特发愁的时候，他突然注意到窗台上怎么莫名其妙多了这么多盆花。塞西利亚指着窗台上的花说，这都是城堡里的仆人们送来的，大家听说你不喜欢剪下来的花，特意找来了这些盆栽。阿内特心里一阵感动，原来有这么多人在牵挂着他，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让他觉得受点伤也值了。就在这时，洛伊克推门走了进来，塞西利亚很有眼力见的退了出去，说是要去准备茶水，把空间留给了这两个人。洛伊克进屋后一直站在远处，看起来有些犹豫。阿内特主动拍了拍床边，让他坐近一点说话。洛伊克这才走过去坐下，开口第一句就是问他的身体怎么样了。阿内特倒是心态挺好，活蹦乱跳的说自己全好了，还夸那个恢复魔法真管用，现在感觉浑身都是劲。可洛伊克却一点也笑不出来，他低声承诺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从明天开始，两大骑士团会全天候守着你。阿内特直接听傻了，赶紧摆手说没必要搞这么大阵仗。但洛伊克显然已经动了真格，他冷冷地补充道，那些在现场闹事的人一个也别想跑，全都要抓起来杀鸡儆猴。洛伊克这狠话还没放完，阿内特就先伸手按住了他，他温柔地劝洛伊克抬起头来，别总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洛伊克终于对上了他的视线，可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自责。他盯着阿内特额头上的伤口，心里疼得要命，觉得是自己没保护好公爵夫人。阿内特倒是没当回事，刚想伸手去摸摸那个小伤口，结果手还没碰到，就被洛伊克一把给拦住了。他紧张的不行，生怕他再弄疼了自己。洛伊克低着头不停道歉，说这一切都是他的失职。阿内特听得直摇头，这明明就是个意外，怎么能全怪到他头上呢？他故意反问洛伊克，如果非要找个理由，那是不是该怪他是侯爵的女儿？难道真要让他为了这种事一辈子活在痛苦里吗？这话一出，洛伊克立马急了，大声反驳说这绝对不是他的错。阿内特主动提议，干脆就把这事儿当成意外吧，顺便把那些被关起来的骑士也放了。他说当时场面那么乱，要是大家因为他受罚，他晚上肯定会睡不着觉。洛伊克本来还想坚持原则，觉得没尽职就该受罚，结果阿内特直接使出了杀手锏。他笑着说，哪能人人都像大公你这么完美呢？这一句话直接把洛伊克给整不会了，他哪受得了这种夸奖，心里那点坚持瞬间崩塌，心想这女人真是太会拿捏他了。洛伊克立马改了口，说既然你都这么说了，为了让你能睡个好觉，我这就去把撤销惩罚的命令发下去。阿内特总算松了一口气，笑着跟他道谢。可洛伊克走的时候还在担心，觉得他只是表面上看着坚强，心里肯定还委屈着呢。洛伊克心里一直在打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安慰阿内特受伤的心？虽然他也没什么把握，但还是决定豁出去了。他停顿了一下，终于鼓起勇气开了口，今晚我想留在你身边。这话一出，阿内特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向克制的洛伊克竟然会主动提出要留下来。看着洛伊克那副认真的表情，这下轮到阿内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阿内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要求提的也太突然了。可洛伊克却翻起了旧账，说既然之前被他吵得睡不着，那今晚就换他来哄他睡觉。他语气平静，却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直接让阿内特乖乖躺好。谁能想到平时冷冰冰的洛伊克竟然会主动提出要帮他按摩助眠。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阿内特轻声说了句谢谢。他一边按一边低声询问，问他力道合不合适，会不会觉得疼。阿内特摇了摇头，说这种暖洋洋的感觉让他觉得很舒服。听到这个回答，洛伊克总算放下了心，这种难得的平静让屋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样。阿内特这下彻底乱了阵脚，脑子里乱糟糟的，本以为今晚肯定要失眠了，结果打脸来得太快，刚才还信誓旦旦说睡不着，这一转眼就睡得死沉，甚至还打起了小呼噜。洛伊克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看来他是真的累坏了。
他轻轻拨开她的碎发，动作比平时温柔了太多。洛伊克本来都要走了，可刚迈出步子，又鬼使神差的停了下来。看着阿内特毫无防备的睡颜，他终究还是没忍住，俯身在她额头上留下一个亲吻。这一刻的他简直像是变了个人，完全没了平时的冷酷。但他没有停留太久，很快就轻手轻脚的推门出去，独自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洛伊克推开房门，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对方的命门上。他冷冷的开口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男人已经退无可退，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他说：“大公夫人才是布伦海姆的敌人。”这句话显然触碰了底线。洛伊克根本没打算听他废话，直接狠狠一脚彻底封住了他的嘴。洛伊克这一下可没留情，他一边扯开领带，一边冷冷的命令对方站起来。在这阴暗的牢房里，洛伊克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温度。他问男人知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下场。男人心里很清楚，眼前的男人比传闻中还要可怕，但他还想最后赌一把，如果把自己伪装成战争的受害者，说不定还能换来一线生机。他停顿了一下，终于开口了。洛伊克语气平淡，却直接宣判了死刑。男人这下彻底没退路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大公夫人脸上留下的那道伤，竟然会变成谋害皇室的重罪。洛伊克给了他最后的机会，要么现在就掉脑袋，要么供出幕后的指使者，给自己换一条生路。一旁的诺顿也察觉到了，这绝不是什么普通的泄愤，背后肯定还藏着大鱼。可男人还在死不松口，非说这全是自己的主意。洛伊克冷冷地看着他，这家伙显然还没意识到自己到底在跟谁玩命。洛伊克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直接下令明天一早就处决。男人这下真的吓破了胆，为了保命，他终于喊出了那个关键人物，是个女人。洛伊克停下脚步，事情终于有了新的线索。男人交代对方当时戴着兜帽，看不清脸，但声音绝对是个女人。就在4天前，他们在一家酒馆里碰了面。当时男人正一个人喝着闷酒，抱怨这日子没法过了，物价飞涨，工资却一分不涨。就在男人喝得迷迷糊糊时，对面突然坐下来一个不速之客。这个女人全身都藏在兜帽里，一开口就开始给他洗脑。他说北方人之所以过得这么惨，全都是因为大公夫人。男人借着酒劲随口附和了几句，结果就彻底掉进了对方的陷阱。女人开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条件，只要去大公夫人面前扔个鸡蛋，就能拿到整整200达尼尔。这笔钱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他还信誓旦旦的保证，到时候现场人山人海，只要动作快一点，绝对不可能被抓到。男人哪里想得到，这根本不是什么发财的机会，而是送命的开始。男人越说越激动，那笔钱对他这种人来说一辈子都赚不到，所以他才鬼迷心窍答应了。洛伊克继续追问对方是不是提前告诉了地点。男人交代行动前1小时才收到纸条，让他去咖啡馆门口待命。更糟糕的消息还在后面，男人爆出猛料，拿了钱准备动手的竟然不止他一个，还有4、5个帮手也参与了。洛伊克意识到事情闹大了，这根本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围攻。他立刻下令把酒馆附近可疑的人全部抓起来。诺顿领命离开，看来这场风暴才刚刚开始。男人还在心存侥幸，问自己会有什么下场。洛伊克头也不回地告诉他，现在求饶已经晚了，能不能保住这颗脑袋，全看大公夫人愿不愿意发慈悲。感动他的女人，这笔账绝对没完。洛伊克已经在心里判了对方死刑，不管幕后黑手是谁，他都要让那个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此时的城堡里，阿内特终于从沉睡中醒来，这一觉睡得格外踏实。他觉得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之前那些让他担惊受怕的事，似乎都随着这场好梦彻底烟消云散了。本来还担心大公在旁边会睡不着，结果倒好，阿内特直接睡得死沉死沉的，现在醒来感觉精神百倍。他打算去给洛伊克一个惊喜，觉得他看到自己恢复了活力，肯定会很高兴。可等他推开书房的门，整个人都愣住了。眼前的洛伊克看起来状态完全不对劲。阿内特忍不住小声问他，难道这一整晚都没合眼吗？洛伊克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他没事，但紧接着他的语气变得异常严肃，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他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必须立刻告诉大公夫人。看来昨晚的审讯已经有了惊人的结果。看着洛伊克那副严肃的表情，阿内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那个答案。果然不出所料，阿内特一眼就看穿了，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指使。洛伊克倒是挺意外，看他这么冷静，忍不住问他是不是早就猜到了。阿内特淡淡的说，当时那场扔鸡蛋的闹剧，怎么看都像是提前排练好的。可没想到洛伊克突然开口道歉，说想在天亮之前把事情解决。这下轮到阿内特猛了，为什么要赶在天亮之前？难道还有什么更大的麻烦？阿内特一眼就看穿了，洛伊克这家伙该不会是为了那件事整晚没睡吧？看他沉默不语的样子，阿内特突然站起身，直接伸手捧住了他的脸。洛伊克这下彻底没反应过来，赶紧问大公夫人这是怎么了？阿内特看着他直摇头，说这么帅的一张脸，现在简直弄得一团糟。他直接下了死命令，在吃早饭之前必须立刻去补个觉。洛伊克这下倒是挺听话，但他脸上竟然还带着笑。阿内特完全没看懂，明明刚才还在嫌弃他怎么反而乐开了花？结果这家伙低声说，是因为看到阿内特在担心他，所以心里觉得特别高兴。阿内特心想，这家伙有时候真是个怪人。不过玩笑归玩笑，洛伊克突然话锋一转，问阿内特打算怎么处置那些犯人。
阿内特觉得那帮人确实该受点教训，于是顺口问了一句：“按照这里的法律，这些人通常会怎么处置？”结果洛伊克一脸淡定，说：“伤害皇室成员最低也是个死刑。”这下阿内特彻底懵了，就因为扔了个鸡蛋，居然要闹到丢命的地步。他赶紧摆手拒绝说：“这惩罚也太离谱了，难道是想让他当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女吗？”洛伊克倒也干脆说：“既然你觉得不合适，那就全听你的，你想怎么罚就怎么罚。”阿内特这才松了口气，说：“不想因为这种事晚上做噩梦，只要给个合适的教训就行。”洛伊克点了点头，答应会找个折中的办法。不过他最后特意交代，至于那个幕后黑手，阿内特就不用再操心了，他会亲自出手把那个人给揪出来。洛伊克赶紧追问：“你是不是已经有怀疑的对象了？”阿内特也没打算瞒着，直接点了点头。这下洛伊克彻底坐不住了，非要问出那个人到底是谁。阿内特却让他先别管，只要在旁边看着就行。他让洛伊克放100个心，自己绝对会给那帮人准备一份合适的大礼。看来阿内特心里早就憋着大招呢。他立刻找来了侍女瑞塔，问他交代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瑞塔干脆的回答：“已经全部查清楚了。”瑞塔在西门的补给通道记录里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就在遇袭那天，竟然有人从这里偷偷溜出了城堡。名单最上面的名字赫然写着贝内特。阿内特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个贝内特到底是谁？瑞塔解释说，女仆长她平时有个习惯，经常拿别人的名字来打掩护。最关键的是，昨天那个时间，贝内特明明应该在岗位上干活。阿内特仔细核对了记录，时间确实对上了，在那个节骨眼上，故意安排人在集会上扔鸡蛋，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除了梅塞尔，恐怕没别人能干得出来。但梅塞尔毕竟是个外人，想要精准掌握阿内特的行踪，他在公爵府里肯定的有一个内应，而这个负责里应外合的人，除了女仆长马塞拉，已经没有第二个选项了。瑞塔还在担心这点记录到底算不算证据，阿内特却根本不在乎，证据不证据的已经不重要了，他要的只是一个确认。既然已经锁定了目标，那就没必要再等了。他直接下令，立刻把贝内特带过来。贝内特一进屋，连话都说不利索了。阿内特也没打算跟他绕圈子，直接开门见山。他指着桌上的出入记录问：“你昨天是不是离开城堡了？这上面可清清楚楚写着你的名字。”面对质问，贝内特赶紧撇清关系。他说：“记录上的名字虽然是他的，但出城的人绝对不是他。原来女仆长马塞拉有个习惯，每次偷偷溜出去，都喜欢拿手下人的名字当挡箭牌。”听到这个回答，阿内特反而松了一口气。他说：“你能实话实说，真是太好了。”贝内特还没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阿内特直接抛出了重磅炸弹。昨天的袭击事件，内鬼就藏在这些出城的人里。这下性质完全变了。贝内特为了自保，忙不迭地跟马塞拉划清界限，生怕自己被牵连进去。阿内特冷冷地开口：“既然来了，那就坐下，好好聊聊吧。正好我也有不少话想问你。”马塞拉心里彻底乱了，他知道那个所谓的凶手已经被抓，自己这下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他原本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中，昨天急着出城就是为了去通风报信，谁能想到阿内特的动作竟然这么快？万一真的被怀疑该怎么办？马塞拉现在心里乱成一团，明明是替梅塞尔办事，凭什么担惊受怕的只有自己？他现在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可谁能想到，刚推开休息室的门，就跟这群偷懒的侍女撞个正着。这群人平时唯唯诺诺，现在竟然敢坐在他的位置上，一边喝茶一边嚼着他的点心。马塞拉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炸了，他大声呵斥：“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这群侍女还没反应过来，就成了马塞拉发泄恐惧的撒气筒。马塞拉还在那大发雷霆，结果门一开，阿内特竟然亲自带着人马，直接跟他正面硬刚。看到大公夫人突然降临，马塞拉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阿内特会为了几个侍女专门跑一趟。阿内特环视了一圈，语气平淡却威压十足。他说：“这里的椅子好像不太够坐。”身边的贝内特立刻心领神会，马塞拉还想拿规矩压人，提醒阿内特这里是女仆长的专属领地，至于普通侍女，只能去楼下那个狭窄的房间待着。结果阿内特微微一笑：“既然你也知道这里是休息室，那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能进来坐坐。”这一招简直是釜底抽薪，马塞拉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阿内特会用这种方式来砸他的场子，他引以为傲的特权竟然被轻飘飘的一句话给彻底废了。马塞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声反问道：“您刚才说什么？”阿内特却一脸淡定，指着周围说：“楼下住的人太多，这里以后就改成大家的休息室。”马塞拉这下急了，赶紧辩解说：“这可是我平时办公的地方，绝对不能动。”阿内特冷笑一声，直接当众拆穿：“你卧室不是自带书房吗？去那里办公正合适。”马塞拉一下子僵在原地，半个字都憋不出来。阿内特继续步步紧逼，直截了当地质问：“这里本来就是大家的休息室，是谁允许你私自占用的？”他盯着对方一字一句地说：“我才是这里的大公夫人，你每句话都要顶撞我，到底谁才是这里的老大？”马塞拉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内特没打算给他留退路，转头对塞西利亚下令，把城堡的钥匙串拿过来。这下不只是丢了房间，连女仆长的权利也被当场收回了。马塞拉这下彻底僵住了，他结结巴巴地反问：“您是说要这串钥匙？”这串钥匙可不简单，他管着城堡里最重要的房间，还有堆满物资的仓库，是整个府邸权力的象征。只要把钥匙交出去，他在公爵府的地位就彻底没了。这简直是要他的命。可面对大公夫人的命令，他根本找不到任何借口拒绝。钥匙终于到了手，阿内特转头就把这串命根子交给了身边的贝内特，让他立刻去处理积压的事务。
马塞拉这下彻底慌了，忍不住开口反问：“您这是要撤掉我女仆长的职位吗？”阿内特表现得非常大度，直言并没打算赶他走，甚至还允许他继续提意见，只是贝内特会作为代理人执行命令。但最后这句话才是重点，在这个家里，最后拍板做决定的人只能是我。马塞拉这下全明白了，自己虽然还挂着女仆长的名头，但实际上已经成了个空壳子，所有的权力都被瞬间架空了。马塞拉这下终于看清了，这位大公夫人绝不是什么软柿子，她一旦动起真格来，每一步都算得死死的。难道说她已经掌握了什么线索，甚至猜到了遇袭事件的幕后黑手？阿内特头也不回的离开。塞西利亚在一旁笑着说：“刚才女仆长的样子真是狼狈。”交出钥匙的时候，整个人都彻底乱了方寸。提伦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阿内特停下脚步，试探着问了一句：“提伦大人？”塞西利亚在一旁小声透露：“公爵大人这次彻底气炸了，不仅把护卫骑士全关进了地牢，还亲自动了手。尤其是这位提伦大人，那张原本英俊的脸现在被打得惨不忍睹。虽然早就听说他受了罚，但亲眼看到这副狼狈样，还是让人觉得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骑士，现在竟然放下所有尊严，当众低头认错，为自己的失职请求原谅。”阿内特冷冷地看着他，直接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是自己想来，还是大公爵逼你来的？”提伦一时间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原来就在不久前，洛伊克看着跪在面前的提伦，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你最该道歉的人不是我，去大公夫人面前给他一个当面的交代。”提伦低声说：“就算公爵大人没有下令，他也会亲自过来。”果然，这还是洛伊克的意思。阿内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示意进屋再谈。既然我已经没事了，你也不必再挂怀，反正护卫马上就要换人，以后我们也没机会再见了。看着提伦满脸的伤，阿内特终究还是打算客客气气的把他送走。提伦却突然追问：“听说你要换掉所有的护卫？”阿内特端起茶杯，淡淡的回答：“没错，这是公爵大人的安排。其实这也正合我意。经历过这次意外，阿内特彻底想通了，把自己的安全交给一个不信任的人，简直就是慢性自杀。”提伦突然开口恳求，希望能继续担任护卫。阿内特只觉得可笑，冷冷的反问一句：“为什么？”他说想给自己一个弥补的机会，可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眼看局面僵住，提伦甚至搬出了骑士团的荣誉，求他能网开一面。但阿内特态度异常坚决，不管你问多少遍，我的答案永远不会改变。提伦这下终于承认自己以前确实太无礼了，可现在才想起来道歉，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提伦甚至表示，如果是因为以前的无礼要惩罚他，他心甘情愿接受。阿内特放下茶杯，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他说：“不是因为那个。”提伦这下彻底没词了，如果不是为了惩罚，那又是为什么？阿内特直视着他的眼睛，给出了最致命的理由：作为一个骑士，你已经不值得信任了。这句话像重锤一样砸了下来。提伦还在试图装傻，问这是什么意思？阿内特冷笑一声，直接撕开了他最后的伪装。前天那个没挡住的鸡蛋真的是失误吗？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你当时根本就是故意的。提伦还在那儿装糊涂，说自己听不懂什么意思。阿内特直接把话挑明了，连没拿过剑的女仆都敢伸手，你堂堂一个骑士团长居然会失手？这话一出，提伦彻底没词了。可阿内特心里很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忠诚。他之所以一直忍着没揭穿，并不是想给提伦留面子，而是怕大公知道真相后会寒了心。毕竟大公是那么信任他。阿内特最后还是松了口，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心软，而是为了保住第9骑士团的面子。他让提伦回去传个话，就说这事儿已经翻篇了，然后直接下了逐客令。提伦什么也没说，只能转身离开。走在空荡荡的回廊里，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大公夫人早就看透了一切。这个女人果然比传闻中还要不简单。提伦心里其实一直有个结，当他听到百姓们对大公夫人的骂声时，他竟然犹豫了。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这时候出手保护阿内特，就等于是背叛了死去的父亲。毕竟父亲的死和弗雷斯侯爵脱不了干系。就在他迟疑的那一刻，意外还是发生了。阿内特在混乱中惊叫，而他却眼睁睁看着他受辱。现在的提伦只觉得自己既窝囊又可笑，他丢掉了骑士的尊严，竟然让一个弱女子独自去面对那些不堪的羞辱。如果能再给提伦一次机会，他真的很想弥补作为骑士的失职。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比起洛伊克给他的惩罚，阿内特刚才说的那些话，才真正让他没脸见人，到现在都还没缓过劲来。与此同时，洛伊克把阿内特找了过来，专门交代那场袭击的处理进度。看来那些动过手的人，洛伊克是一个都不打算放过，这笔账马上就要算清楚了。洛伊克这次是真的动了真格，那个带头扔鸡蛋的家伙，不仅家产被没收，还被永远赶出了领地。至于剩下那些闹事的，也全都没好果子吃，通通被送去干苦力了。光惩罚人还不够，洛伊克还专门找了商会会长，要求所有店铺贴出告示，必须把那些针对阿内特的谣言全部彻底澄清。阿内特听完这些，轻声向他道了谢。毕竟为了处理这些烂摊子，洛伊克肯定费了不少心思。可洛伊克却表现得很淡定，在他看来，只要涉及到阿内特的安全，做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这种肉麻的话，洛伊克现在真是随口就来。阿内特听得有些招架不住。不过洛伊克很快话锋一转，提到了那场袭击的幕后主使。虽然阿内特之前说要自己解决，但他显然已经看穿了一切。他直接点出了一个名字：梅塞尔，也就是那位伯爵家的千金。
阿内特这下彻底没话说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洛伊克竟然连这都能查到。其实洛伊克是顺藤摸瓜，查到了那些暴徒收到的赏金。他私下去翻了银行的取款记录，结果发现刚好在那段时间取走那笔特定金额的人只有梅塞尔一个。果然不出所料，梅塞尔就是整件事的幕后黑手。他甚至还联络了商会会长，打算把阿内特彻底搞臭。阿内特虽然早就猜到了，但他更担心接下来的后果。如果凶手真的是梅塞尔，洛伊克到底打算怎么收场？洛伊克的态度非常明确，在他这里谁都没有特权，他直接放话，一定要让梅塞尔付出代价，让他这辈子都没机会再动阿内特一根手指。可阿内特却突然开口拦住了他，因为他心里很清楚，梅塞尔背后的家族在北方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如果洛伊克现在公开处刑，势必会动了北方的根基，到时候局面恐怕就没法收拾了。洛伊克显然咽不下这口气，他问阿内特：“难道真的要放过那个幕后黑手吗？”阿内特却表现得很冷静，他说：“现在还没到时候，这笔账迟早要算，但他想按照自己的计划亲自动手。”面对洛伊克的迟疑，阿内特直接使出了杀手锏，这一脸无辜的反问让洛伊克瞬间没话说了。最后洛伊克还是选择了妥协，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如果遇到任何麻烦，必须第一时间回来找他。阿内特乖巧的答应了，可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突然发现为了处理这些烂摊子，洛伊克整个人显得非常疲惫。洛伊克最近确实累坏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代表团，他一直在盯着黄金巷的重组计划，已经好几天没合过眼了。在他看来，现在的商业区实在是太寒酸，根本拿不出手，必须得重新整顿一下。阿内特听完觉得有点好奇，便提出想看看那份计划书。洛伊克也没多想，直接把商会会长送来的方案递给了他。可阿内特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就彻底无语了，这哪是什么重组计划，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会长竟然想用最顶级的材料把整条街的墙面和马路全换了，这分明是想借着装修的名义在中间吃回扣。看着阿内特气到不行的样子，洛伊克反而觉得挺有意思。他说阿内特现在的反应简直和佩雷尔一模一样。阿内特这下坐不住了，他直接向洛伊克请缨，想要亲自完善这份计划书。洛伊克还是担心他的身体，劝他多休息，别为了这些事太操劳。阿内特却表现得很轻松，他说自己只是动动脑子，根本累不着，让洛伊克尽管放心。回到房间后，他开始重新审视整个局面。其实黄金巷的问题根本就不在装修好不好看，真正的根源是商会会长和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只要这帮人不换，怎么修都是白费力气。于是他大胆换了个思路，与其费劲去重组旧街道，不如直接推倒重来，打造一个全新的商业区。阿内特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既然旧的改不动，那就干脆搞个全新的购物区。他想打造一个顶级的旅游景点，直接去和朗多里斯竞争。这种降维打击的思路让他越想越兴奋，他觉得自己之前真是灯下黑，这么好的主意居然才想到。只要这个计划能落地，绝对能火遍全城。说干就干，阿内特连夜铺开纸笔，打算一口气把方案写出来，好在明天一早就拿给洛伊克看。结果这一忙就忙到了天亮。洛伊克刚结束晨练回来，他心里还在犯嘀咕，阿内特房间的灯怎么亮了一整晚都没灭。就在这时，房门突然开了，阿内特拿着刚写好的计划书直接出现在他面前，他笑着打了个招呼，问候洛伊克早安。这下洛伊克彻底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僵在原地，显然没料到大清早就会撞个正着。洛伊克说话都结巴了，他盯着阿内特问，你怎么敢穿成这样就跑出来？这明明就是睡衣，哪有人穿着睡衣到处乱跑的？阿内特却一脸无辜，他低头看了看，觉得这身衣服没什么不对劲。阿内特这才反应过来，解释说这和居家服差不多，可能确实有点太随意了。洛伊克无奈地叹了口气，问他到底有没有一点防备心，怎么能在他面前这么没自觉？他心里苦不堪言，每天都要面对这种考验，感觉自己真的快要到极限了。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微妙。洛伊克盯着眼前的阿内特，终于忍不住摊牌了。他声音低沉地问，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了克制住自己，我忍得有多辛苦？阿内特还没听明白，追着问他到底要忍什么。洛伊克一句话都没说，这种沉默最让人心里没底。结果下一秒他直接把人带进怀里。洛伊克管得真宽，非要阿内特把外套披好，说穿睡衣到处跑不像话。阿内特本来还想显摆一下，结果他直接发出邀请，让阿内特晚点去他房间谈。他解释说刚训练完，怕身上的汗味太冲，这哪是怕什么汗味，分明是想找个借口把他单独留下来吧。阿内特根本不信这套说辞，非要凑过去亲自确认。他踮起脚尖，直接贴到了洛伊克身上。这下轮到洛伊克没招了，问他到底想干什么。结果阿内特笑着说，根本没闻到什么汗味，反而觉得挺好闻的。洛伊克这下是真的没辙了，他想不通阿内特怎么能顶着这么无辜的脸说出这种让人招架不住的话。他还在那找借口说自己现在衣冠不整，实在是不太合适。结果阿内特一句话就给他堵回去了，说要是他这张脸算邋遢，那别人还活不活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直接上手拉人，非要让他坐下歇会儿。搞了半天，阿内特大清早跑过来，居然是为了谈正事。洛伊克本来还以为会有什么特别的发展，结果人家直接甩出一份计划书。看到内容后，他更懵了，这可是阿内特熬了一整晚专门赶出来的商业方案。他想在瓦尔皮德湖周围打造一个新的商业区，看来这姑娘不光胆子大，搞起事业来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狠角色。计划做得再漂亮，也有一个绕不开的死穴，那就是这块地偏偏是人家布伦海姆家族的私产。阿内特心里也没底，万一公爵大人不肯点头，这方案做得再好也是白搭。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洛伊克突然开口了，问他是不是专门学过怎么当继承人，这评价可太高了。阿内克赶紧随便找个借口糊弄过去，心里却在暗自庆幸，这第一关总算是让他给混过去了。洛伊克看完计划书后，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就算找1000个行政官来，也未必能想出这么完美的点子。不过话锋一转，他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金宇镇这个地方对家族来说意义非凡，而且现在时间紧迫，直接整改金宇镇，难道不是更有效率的选择吗？面对质疑，阿内特一点没慌，他直言现在的金宇镇缺少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竞争。金宇镇现在的生意做得实在是太安逸了，因为北方长期封闭，外面的商人根本进不来，没有竞争，也没有更好的货源，这里的商人们躺着就能赚钱，结果就是大家全都开始摆烂，反正不管卖什么居民都得买单。阿内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让他们感到危机，这些人才会真正动起来。洛伊克听完这下是彻底服了，他当场拍板让阿内特在今天的会议上亲自给那些行政官们上一课，这简直正中他的下怀。毕竟在穿越过来之前，他可是做过几百场汇报的职场老手，这种场面对他来说完全就是降维打击。看着阿内特这副样子，洛伊克这才反应过来，这姑娘为了赶计划书，竟然真的熬了一个通宵。他赶紧劝阿内特回房休息，可谁能想到阿内特直接往他床上一躺，理直气壮地说就在这儿睡了。这下轮到洛伊克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阿内特又抛出一个无法反驳的理由，反正待会儿还要帮你系领带，回自己房间实在是太麻烦了。说完他就闭上眼睛，还嘟囔着这床上的味道真好闻，甚至反客为主，让洛伊克自己先去洗漱，留下公爵大人一个人在原地凌乱。阿内特交代完最后一句，记得待会儿叫醒我，然后就这么旁若无人的睡熟了，留下洛伊克在旁边半天都没反应过来，看着这姑娘紧紧抓着自己的衣服，睡得那叫一个安稳。洛伊克是真的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只能小声抱怨一句，你可真是太过分了。这种日子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面对这种毫无防备的亲近，洛伊克觉得自己快要到极限了，他到底还能忍多久？恐怕连他自己都快要撑不住了。阿内特的职场首秀正式拉开了序幕，他拿着教鞭站在地图前，抛出了那个大胆的计划，要围绕瓦尔皮德湖重新打造商业区。这话一出，底下的行政官们瞬间炸开了锅，大家面面相觑，满脸都是不可思议。不是说好要讨论整改吗？怎么大公夫人也跑来开会了？就在全场议论纷纷的时候，洛伊克冷着脸站了出来，他那强大的气场压得所有人瞬间闭嘴，仔细听好夫人的每一句话。这下没人敢再有半点异议，全场安静的大气都不敢喘。随着最后一段总结陈词，阿内特的汇报完美收官，他表现得非常从容，完全不像个新手，反而像个身经百战的决策者。台下这群行政官这下是彻底被镇住了，大家私下里议论纷纷，这方案真的是他自己写的吗？简直比资深官员还要专业。这种超前的商业思维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尤其是听到那些新鲜词汇，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阿内特大方的示意大家提问，立刻就有人坐不住了，赶紧追问那个租赁计划。看来这场会议才真正进入了高潮。阿内特这招叫另辟蹊径，既然土地不能随便买卖，那就由领地出面统一盖房，再把店面租给那些没本钱的普通人。底下的官员赶紧追问，这租金是不是要收进领主口袋？阿内特却摇了摇头，这笔钱是用来搞服务的，他打算成立专门的管理办公室，负责治安和维修，彻底解决商户的后顾之忧。这种超前的服务意识让在场的人听得一愣一愣的，这套逻辑清晰的组合全下来，刚才还满脸质疑的官员现在只剩下心服口服。阿内特看着大家的反应，心里总算有了底，这第一步算是稳稳的踩住了。阿内特这回是信心满满，这个全新的商业区绝对会让整个领地大变样。说干就干，效率极高。紧急订购的建筑材料已经运到了湖边，阿内特正准备带人过去盯着，可谁能想到还没等靠近，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声厉喝让他们立刻退下。这下阿内特也懵了，这到底是在闹哪一出？好端端的计划难道又要出什么岔子？马车前火药味十足，第一骑士团的诺顿正跟提伦互不相让，都在争夺夫人的安保权，谁也不肯退后半步。阿内特正好装个正着，看着这两个平时稳重的男人居然在大庭广众下起内讧，他直接走上前去，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还吵得不可开交，一见到正主出现，两个人瞬间就哑火了，赶紧低头行礼，场面一度变得非常尴尬。阿内特没理会诺顿，而是盯着提伦直接发问，既然是专门来找他的，到底是有什么要紧事？可提伦却沉默了，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显然事情没那么简单。提伦这回是豁出去了，他拦住阿内特，开口就是为了第9骑士团求情，希望能再给他们一个机会。阿内特却不想再谈，在他看来这事儿早就已经翻篇了，没必要再拿出来反复拉扯。可谁能想到，平时恭敬的提伦居然直接顶了回去。他说这事儿还没完。提伦这回是铁了心要死磕到底，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这事儿还没完。阿内特显然没料到他敢这么顶撞，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提伦却搬出了骑士团的荣誉当挡箭牌，说他们绝对不会就这么退缩。阿内特让他有本事直接去找大公谈。说完这话，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提伦说自己已经找过指挥官了，他居然直接越级去找了大公。阿内特赶紧追问大公的态度，结果提伦低声回了一句，大公说您的原谅才是最重要的。这话一出，局面瞬间反转。看着提伦那副像受了委屈的样子，阿内特这下彻底没辙了，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哪
还是那个死脑筋的骑士，这分明是在用颜值耍赖啊！看着提伦把姿态放得这么低，阿内特决定不再追究，毕竟骑士的荣誉比命还重要。他当众给了一个台阶，既然对方这么有诚意，那就准许第9骑士团负责这次护送。提伦显然没想到事情真能办成，但旁边的诺顿却并不认同这个决定。阿内特赶紧出来打圆场，说总让第1骑士团辛苦也不合适，不如大家轮换着来。诺顿虽然心里100个不乐意，但在阿内特的坚持下，最后也只能点头认栽。这一幕全被塞西利亚看在眼里，他意识到局面已经完全不同了。塞西利亚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打算让哪个骑士团护送？”结果这话一出，提伦和诺顿直接杠上了，一个抢着说已经准备就绪，另一个非说自己这边才够格。阿内特这下彻底懵了，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变成了这种2选1的修罗场？好在这一路还算顺利，没过多久马车就稳稳停在了目的地。阿内特现在压力山大，刚才那2个骑士吵得不可开交，一个说自己早就准备好了，另一个非说对方太累了，应该去休息。为了平息这场争端，阿内特干脆把2个人都带上了。可谁能想到局面变得更诡异了？下车的时候，2个人一人一边，这阵仗哪像是护送啊？塞西利亚在旁边小声吐槽，说这看起来简直像是在押送犯人。阿内特赶紧让他闭嘴，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眼前的情况不太对劲。阿内特在湖边见到了埃诺利乌斯，原来他早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不过埃诺利乌斯一开口就阴阳怪气，问他怎么带了这么多根屁虫，在这种安静的地方还要这么多人护送，这忠诚度确实让人佩服。这话一出，提伦和诺顿在后边气得够呛，觉得这家伙说话实在是太刺耳了。埃诺利乌斯问他是不是想在喷泉旁边安排点音乐来听听。阿内特这下算是脑洞大开了，他不光想要在喷泉边放音乐，还想让湖里的水跟着旋律蹦迪，甚至连灯光秀他都想好了，要那种5颜6色的光，跟着节奏唰的一下闪起来，绝对能成为全场最亮的风景。结果埃诺利乌斯听完，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说这画面想象一下都觉得诡异。阿内特可不服气，他觉得这叫艺术，到时候绝对能惊艳所有人。阿内特这顿彩虹屁吹的那是相当到位，他说埃诺利乌斯可不只是法师，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虽然埃诺利乌斯嘴上说着别来这套，但阿内特那是真诚放电。他说自从见过那些路灯的设计，就知道他的审美绝对是顶级的。这一番话算是彻底把对方给拿捏了。埃诺利乌斯虽然还是那副高冷样，但语气明显软了下来。他最后放话，既然你都把期待值拉满了，那这次的喷泉设计他绝对不会搞砸，看这架势，这事而算是稳了。就在这时，埃诺利乌斯突然冒出一句：“叫我埃诺尔就行。”阿内特直接愣住了，这可是只有亲近的人才能叫的小名。阿内特立马开始调侃说：“难道你已经这么喜欢我了吗？”这话一出，埃诺利乌斯彻底急了，赶紧找借口说是因为全名太长，怕称呼不方便。阿内特看破不说破，这家伙刚才被夸了几句，就彻底不装了。表面上看着高冷，实际上好懂得很，甚至还有点可爱。正当气氛有点微妙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呼喊。阿内特正走着呢，迎面撞上了急匆匆的佩雷尔。看他那副样子，显然是出大事了。佩雷尔带回一个坏消息，商会那边居然一个入住申请都没有。阿内特直接听懵了。要知道魏勒这次招商，他可是下了血本，不仅免了入场费，连前3个月的房租都不要了。这么香的条件，居然没人敢来，这事儿绝对不正常。阿内特心里很清楚，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故意跟他唱反调，甚至在暗中威胁那些商人。看来真正的对手已经坐不住了。阿内特当机立断吩咐佩雷尔立刻去把施工处的工匠全叫来，他要改图纸。佩雷尔都听傻了，问难道现在就要改吗？阿内特只回了一个字：是。既然没人敢来，那就继续加码。阿内特直接放了大招，要把所有店铺的面积全部翻倍。佩雷尔这下彻底坐不住了，翻倍这手笔也太惊人了。还没完，他转头又吩咐塞西利亚立刻在北方新闻上刊登广告，既然有人在暗中搞鬼，那他就干脆把事情摆到明面上，看谁还敢拦着。阿内特笑着说，想骑到他头上撒野门都没有，既然对方想玩，那就硬碰硬，看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这一剑下去，场上的草人瞬间被劈成了2半。洛伊克这手剑法确实有点东西，放眼望去，满地都是被他拆掉的假人，看来他已经在这里练了很久了。他收起长剑，叹了口气，自言自语说：“夫人居然迟到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没见人影。”洛伊克显然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马蹄声，阿内特的马车终于露面了。洛伊克赶紧迎上前，扶着阿内特走下马车。阿内特看着他这身打扮，顺口问了一句：“是不是还在训练呢？”洛伊克点点头，说刚结束。接着他试探着开口：“如果不介意的话，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毕竟2个人确实已经很久没聚聚了。”面对洛伊克的邀请，阿内特犯了难，他说已经约好要和塞西利亚一起吃饭了，这意思显然是要拒绝。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脆响，洛伊克被着手语气冰冷，说没什么，但他手里的东西已经被捏得变了形。一旁的诺顿瞬间感觉脊背发凉，他知道洛伊克这是生气了，要是阿内特现在就走，他待会儿肯定会被练到手废掉。关键时刻，诺顿求生欲爆棚，他赶紧叫住阿内特，一把抓过旁边的塞西利亚。诺顿一脸严肃地问，能不能让他先把塞西利亚带走？诺顿这波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他一脸认真地跟阿内特撒谎，说自己很久没跟妹妹一起吃饭了，
想趁这个机会叙叙旧。塞西利亚在旁边听得一脸懵，刚想开口拆穿这个烂借口，结果诺顿直接让他闭嘴，那眼神简直是在拼命求救。塞西利亚虽然满肚子火，但还是配合着演了下去。他跟阿内特道了歉，说想陪陪哥哥。阿内特倒是很大方，不仅直接放人，甚至还想给点零花钱。阿内特转过头笑着对洛伊克说：“既然他们都走了，那咱们两个一起吃吧。”洛伊克这下算是彻底如愿了。阿内特此时还被蒙在鼓里，他觉得自己做了件大好事，想着确实该给那对兄妹留点相处的时间。洛伊克嘴上答应着，心里估计早就乐开了花，费了这么多心思，总算没人再来打扰他们了。他直接牵起阿内特的手，轻声说了句：“那咱们走吧。”看着这一桌丰盛的晚餐，洛伊克顺势问起了商业街的进度。阿内特却有些发愁，说实话，事情比预想的要难办，现在不仅招不到租户，连管理处的人手都凑不齐。洛伊克表面上在听，其实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本来想借着工作的名义能跟他多待上一整天，谁能想到这差事居然会这么不顺。阿内特现在简直是个工作狂，连吃饭都在抱怨招不到园丁。洛伊克看着他心里却不是个滋味，除了大清早，平时想见他一面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吃顿饭，结果满耳朵听到的全是公事。阿内特突然停下来问洛伊克：“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洛伊克被抓个正着，只能尴尬的应了一声，但他心里很清楚，这次绝对不能再这么下去了。饭后散步的时候，阿内特提到了生意上的难处，商会那边一直在暗中使绊子，导致管理处现在连个办事员都招不到。洛伊克听完还是那副霸气样子，既然对方不给面子，那就直接把商会会长给撤了。阿内特赶紧拦住他，现在硬碰硬只会让局面更糟。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打算，与其在外面四处碰壁，不如去孤儿院找那些快成年的孩子，他们正愁以后没法自立，管理处正好能给他们一个机会。洛伊克听完也觉得这主意妙，不仅解决了人手，还顺便做了件好事。他随即决定这件事马上交给男人去办。洛伊克这波彩虹屁吹得阿内特心里美滋滋的，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话题的方向就彻底跑偏了。阿内特开始滔滔不绝地夸起孤儿院的一个年轻人，说人家不仅长得帅气，办事更是滴水不漏，连身边的女仆都被迷住了。洛伊克在一旁听着，半天都没接一句话。本来是想过二人世界，结果满耳朵全是别的男人，这下好了，洛伊克的醋坛子算是彻底打翻了。洛伊克终于忍不住了，憋了半天，憋出一句灵魂质问：“你是不是也看上那小子了？”阿内特整个人都没反应过来，完全没听懂他在说什么。结果洛伊克越说越来劲，非要问个明白不可。看着他那副别扭的样子啊，内特心里突然明白了，这哪是公爵大人啊，这分明是个打翻了的醋坛子。话一出口，洛伊克自己也觉得丢人，他赶紧把头别过去，让阿内特就当刚才什么都没听见。结果阿内特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这下洛伊克估计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阿内特笑得停不下来，洛伊克被笑得有点挂不住脸。结果阿内特还故意逗他，说那个年轻人确实挺有魅力，自己差点都要心动了。眼看洛伊克要当真，阿内特赶紧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了句甜言蜜语，说自家丈夫这么帅，别人根本没机会。这一招反向操作，直接把洛伊克给拿捏了。刚才还满脸不高兴，这下彻底没脾气了。不过洛伊克可没那么好打啊，他顺势提了要求，既然不想让他吃醋，那就要多分点心思在他身上。他开始数落阿内特，说他对谁都那么热情，又是女仆，又是骑士，甚至连旅店老板都能分走他的注意力。可说到最后，气氛突然变得有些扎心。对他来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到1年了，他只想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留给眼前的这个人。阿内特这回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随口喊出了魔法师的昵称。这下洛伊克彻底炸毛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家夫人管外人叫得这么亲热，对自己却一口一个公爵大人，这双标也太明显了。洛伊克越想越委屈，干脆直接摊牌了。他说既然是2个人独处，就别再用那些客套的敬称。他盯着阿内特非要讨一个说法，要求阿内特也得叫他的名字。阿内特虽然有点不习惯，但还是顺着他的意思，试探着喊了一声洛伊克。这一声名字叫出口，洛伊克心里的那点酸味总算是彻底散了。既然阿内特都改口了，洛伊克自然也要礼尚往来。他轻声问了一句：“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叫你的名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洛伊克没有犹豫，对着他温柔地喊了一声阿内特。明明只是简单的3个字，可从他嘴里说出来，阿内特发现自己根本顶不住。这种突如其来的亲昵感让他整个人都不淡定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小声嘟囔着，这种话亲耳听见还真是让人难为情。洛伊克看着他害羞的样子，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轻轻握住了他的手。洛伊克突然变得很严肃，叮嘱他千万别太累了，虽然支持他做喜欢的事，但身体才是最重要的。阿内特听完却觉得这点活儿根本不算什么，毕竟比起前世那种没完没了的加班生活，现在简直就是在度假。不过洛伊克接下来的话差点让他当场露馅，他好奇阿内特以前是不是在首都工作的，吓得他赶紧找借口敷衍过去。洛伊克显然没那么好糊弄，他提到阿内特之前可是有过晕倒的记录，这让他怎么可能不担心。阿内特自知理亏，只能乖乖点头答应，保证以后一定会量力而行，照顾好自己。为了让洛伊克放心，阿内特伸出了小拇指，打算来个拉钩盖章。结果这位公爵大人直接在原地看懵了，他活了这么久，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种奇奇怪怪的约定方式。阿内特耐心地解释，要把小拇指这样勾在一起，这可是他家乡最特别的约定仪式，拉钩盖章，每一个动作都不能少。洛伊克虽然觉得新鲜，但还是乖乖照做了。
阿内特笑着问他：“这下学会了吧？以后可千万不能反悔。”洛伊克轻声答应着，看着眼前这个女孩，他心里很清楚这种被放在心上的感觉，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了。原本安静的清晨，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听这动静，显然是出大事了。商会会长还没睡醒，就被男人堵在了门口。看着对方这副严肃的样子，会长气得不轻质问他到底懂不懂礼貌。男人根本顾不上这些，他直接把一张传单重重地放在了会长面前，让他自己看个清楚。会长起初还没当回事，可等他看清上面的内容，整个人都愣住了。传单上赫然印着阿内特的画像，他竟然在北方公开招募店主，不仅不需要本金，甚至连识字都没有要求。这种近乎零门槛的条件，简直是在挑战商会的底线。大家本来听会长的建议，故意不去应聘，想等着阿内特主动加钱，结果现在到好满大街全是招募广告。会长一开始还挺淡定，觉得这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谁会放着现成的生意不做，跑去那个荒凉的湖边？他断定根本没人会去。结果男人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愣住了。报名处早就被挤爆了，名额瞬间就被抢光，现在想去都排不上号。会长赶紧拿起传单一看，这下他也说不出话了。免租6个月，还有经营补贴，这哪是在招商，这简直是在撒钱啊！男人这下彻底火了，指责会长的决策失误。要不是听了会长的馊主意，大家现在早就发财了，谁还要在这儿守着烂摊子？看着愤怒的众人，会长这回是彻底玩砸了。他本想带头拿捏阿内特，结果他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把他的老底都给抽干了。那个卑鄙的大公夫人！第二轮筛选现场全是好不容易熬过来的竞争者，大家都在等最后的结果。女人心里直打鼓，虽然运气好进了这一轮，可兜里真是一分钱都没有。这店真的能开起来吗？男人倒是挺乐观，既然告示上说没钱也能开，那就说明这回是真的要变天了。就在这时，轮到他们进场了。男人拉起女人的手，轮到咱们了，别担心，直接进去就行。可推开门的那一刻，女人彻底愣在原地。坐在对面的主考官竟然看着这么眼熟，这不就是之前在酒馆里那个打扮朴素跟人谈笑风生的姑娘吗？没错了，就是在玛丽旅馆见过的那个姑娘。当时肯定没看错，那时候的阿内特穿着一身再普通不过的粗布衣裳，正跟诺顿坐在酒馆里有说有笑的吃着饭。当初在酒馆里她笑得那么灿烂，还爽快地答应了帮忙，任谁看都只是个平易近人的普通姑娘。可现在她就坐在主考官的位置上，佩雷尔在一旁郑重介绍，这位就是主持最终面试的大公夫人殿下。女人整个人都傻了，刚才听到了什么？大公夫人？原来她根本不是什么出来散心的小贵族，更不是什么普通女孩，而是这个领地里地位最尊贵的女人。这下麻烦大了，当初在酒馆里说的那些话，该不会要出事吧？阿内特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准备正式开始面试。结果他刚抬头看了一眼就乐了，这不是之前在酒馆里热情给他推荐招牌菜的那位大姐吗？这话一出，对面的女人差点没当场吓晕过去。她一边拼命道歉，一边觉得这回是真的彻底凉了。旁边的男人虽然一脸懵，但还是老老实实交代了家底，说他们现在也就是在乡下养养羊。阿内特接着问，那你们以前做过生意吗？男人摇了摇头说，从来没干过，没经验也就算乐。阿内特翻了翻资料，发现这两个人甚至连字都不认识。他接着问，那你们是打算卖羊毛吗？男人赶紧点头说是。结果阿内特一盆冷水泼下来，说湖边这种地方羊毛根本就卖不动。男人这下没话说了，女人赶紧在一旁补充说他们还有羊奶和奶酪。谁知道阿内特还是摇头说，就在隔壁街马上就要开一家奶酪店了，你们这生意完全撞车了。这下最后一点希望也没了。女人心里拔凉拔凉的，看来这次面试是真的要搞砸了。果然从一开始就不该抱有幻想。女人紧紧攥着裙角，心里全是后悔。在湖边卖羊毛，这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东西，怎么可能卖得出去？看来开店的梦想终究是自己想得太美了。她觉得自己在大公夫人眼里肯定像个不自量力的傻瓜。阿内特看着手里的资料，若有所思地念叨着羊毛。正如刚才说的，湖边确实不适合卖羊毛，而且这种季节性太强的产品，风险实在太大了。阿内特盯着资料，一直在琢磨怎么解决季节性的问题。突然他脑子里灵光一灵，既然羊毛不好卖，那不如把它做成小羊手工包，把羊毛和装饰品打包在一起，让客人们自己动手做玩偶。大人们在茶馆里聊天，小孩总得找点事干，只要有了这个手工包，家长就能安安静静喝茶了。佩雷尔虽然听不懂什么商业套路，但还是觉得自家这位殿下的脑回路确实有点东西，看来这门生意马上就要有转机了。阿内特这效率简直惊人，3两下就把产品定好了，主打手工包和羊奶，再顺便卖点抹面包的酱料。他还特意交代塞西利亚招牌一定要做得可爱点，专门吸引那些小孩子。这对夫妇在旁边都听傻了，两人的手紧握在一起。男人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小心翼翼地问，殿下，我们这是通过面试了吗？阿内特一拍脑门，光顾着想生意经，差点把最重要的话给忘了。他笑着宣布，恭喜你们正式获准在湖边市场开店。这下两口子彻底乐坏了，虽然拿到了开店资格，但男人还是有点底气不足，觉得自己什么都缺，怕把事情给搞砸了。阿内特笑着安慰他们，只要肯努力就行，剩下的那些短板自然会有人帮你们补齐。这话一出，两口子瞬间跟打了鸡血一样，当场表态绝对会比任何人都要努力。看着他们这股劲头，阿内特心里很满意，这正是他想要的东西，那种拼了命也想成功的决心才是最难得的。看来这次面试不仅选对了人，更选对了一股不服输的气势。夜深人静的宅邸里突然传出一声刺耳的巨响，
弗雷斯侯爵这回是彻底破防了，他猛地摔碎了手边的花瓶，对着手下大声质问：“今天的回信还是没到吗？”他一边拍着桌子，一边咒骂，觉得阿内特简直是疯了。自从他嫁到北方之后，竟然连一封信都不回。就在弗雷斯侯爵发火的时候，管家端着托盘进来了，说话都小心翼翼的，说是皇后陛下又寄了信过来。这封信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弗雷斯侯爵当场就炸了。他心里很清楚，这封信绝对没那么简单。皇后表面上是在关心阿内特，实际上是在试探他的底细，想看看他还能不能控制住局面。万一让皇后发现他现在根本拿捏不住阿内特，那他的地位可就全完了。这要是露了馅，后果他根本承担不起。弗雷斯侯爵现在是心乱如麻，必须得赶紧想个对策，把这个窟窿给补上，不然更大的麻烦马上就要来了。弗雷斯侯爵眼尖，一眼就瞅见了托盘下面还压着一封信。管家赶紧解释，那是新任侯爵夫人寄来的，说是假期快到了，他要带着四少爷一起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弗雷斯侯爵先是愣了一下，感叹时间过得真快，但紧接着一个阴险的念头就冒了出来，他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既然阿内特的弟弟要回来，那这就是最好的突破口，只要能控制住那个在学院的孩子，就不怕阿内特不听话。为了接下来的舞会，梅塞尔对礼服的要求简直到了离谱的地步，中间看起来太单调了，再给我多镶点珠宝。裁缝在一旁左右为难，这布料本来就薄，再加重量裙子，非要扯坏不可。随从在旁边早就被折腾得没精打采，这都试了几个小时了，还没个完。结果梅塞尔一回头，几个人立马打起精神，夸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说这裙子只有她能穿出这种气质。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就这么定了，毕竟这可是大公夫人的第一年，夏季舞会上她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笑话。光是这种程度可压不住场子。梅塞尔心里很清楚，这件礼服必须比任何人都华丽，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打磨，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她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在气势上彻底盖过对方，就连首饰也要选最扎眼的那一个。他这是铁了心要让大公夫人彻底黯然失色。就在这时，有人突然找上门来，塞西利亚说是大公夫人那边需要他带着底稿去湖边开会。这下气氛变得有点微妙。自从那次暗杀事件之后，马塞拉就彻底断了联系，谁也不知道接下来的这场见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变数。看到对方还没什么动静，看来之前那场风波还没查到自己头上。既然塞西利亚主动找过来，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他身上套点话。梅塞尔笑着上前打招呼，可塞西利亚的反应却很冷淡，这让梅塞尔心里很不痛快。怎么当了大公夫人的女仆就开始在这摆谱了？虽然心里有气，梅塞尔还是客气的邀请他喝茶。旁边的贵女阴阳怪气的开口，直言塞西利亚还没适应社交界，这明摆着是要当众给他难堪。梅塞尔摆出一副前辈的架势，说要帮塞西利亚指点一下，毕竟当了女仆，肯定不懂这些华丽的衣服首饰。结果塞西利亚根本不领情，语气平淡的直接拒绝了，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让梅塞尔心里非常不爽。塞西利亚接着又补了一刀，说大公夫人正忙着办大事，哪有闲工夫操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话一出，梅塞尔彻底愣在原地，什么叫鸡毛蒜皮？可旁边的贵女们一听有大项目，立马兴奋地围着塞西利亚打听。梅塞尔这下成了局外人，看着大家聊得热火朝天，他完全插不上话。这时有人压低声音问，大公夫人真的在亲自干活吗？塞西利亚放下茶杯，语气瞬间冷了下来，这种话听着可不太礼貌，你这是在怀疑大公夫人的能力？对方赶紧找补，说大公和官员们都在帮忙，这功劳全算在夫人头上，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塞西利亚反问道，难道非要夫人亲手去工地钉钉子，你才肯承认这是他的项目？这一句话直接把对方对得哑口无言。虽然干活的人不少，但真正定下大局的人始终只有大公夫人一个。塞西利亚记着洛伊克的交代，说话滴水不漏。他告诉在座的各位，大公对夫人的支持完全没有上限，只要夫人开口别说是一个湖，大公连大海都能搬过来。梅塞尔听得心里直犯嘀咕，凭什么那个高冷的大公竟然能宠妻宠到这种地步？塞西利亚没理会他的反应，接着抛出一个重磅消息，商业区开业前会有个庆典，但入场券不靠身份，得去北境新闻参加抽奖才行。这话一出，大家伙都听愣了。梅塞尔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这个所谓的抽奖到底是在卖什么关子？塞西利亚这话说的简直是杀人诛心，他说抽奖是给那些拿不到正式邀请函的人准备的。梅塞尔这下彻底坐不住了，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是在暗示连他这种身份的人都没资格受邀？还没等大家回过神，塞西利亚就起身要走，说自己待会儿还有个重要的会，没时间在这儿耗着。临走前他还不忘客气一句，祝大家喝茶喝得开心。这一套连招下来，真是把体面和嘲讽都拉满了。梅塞尔心里1万个不服气，塞西利亚明明什么背景都没有，就因为当了个女仆，竟然敢在自己面前这么嚣张。旁边的贵女们还在小声议论，说塞西利亚现在不仅捞到了不少好处，还能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甚至连杂志社的老板都是他的亲戚。这话听在梅塞尔耳朵里，简直比针扎还难受。但他突然抓住了重点，对啊，既然有这层关系，那还有另一个办法能对付他。梅塞尔已经想好了，毁掉一个人最宝贝的东西才是最狠的报复。区区一个男爵家的二女儿，他一定要让塞西利亚付出代价。就在这时，北境新闻的老板阿尔切特赶到了，他这次过来是专门向阿内特汇报好消息的。阿内特开门见山地问，报社最近是不是遇到了麻烦？
阿尔切特叹了口气说：“之前确实差点就关门了，多亏了夫人的关照，报社才总算缓过劲儿来。现在歌剧院的生意火得不行，报社也拿到了大笔投资，正准备大干一场。”阿内特开门见山地问：“这笔投资是不是来自商会会长？”阿尔切特无奈地点头，不仅是会长，还有好几个成员都参与了。可现在他们突然翻脸，要求立刻撤资，不仅要拿回全部本金，连利息都要一分不少的算清楚。如果还不上钱，报社就要拱手让人。阿尔切特整个人都快崩溃了，这可是他父亲留下的心血，他到处求人借钱，却根本没人愿意帮忙。阿内特心里很清楚，这背后肯定是梅塞尔在搞鬼，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真是让人恶心。就在阿尔切特绝望的时候，阿内特突然开口：“这笔钱我替你还了。”阿尔切特简直不敢相信，但阿内特接下来的话让他瞬间冷静了下来。他说：“帮你是有条件的。”阿尔切特这下心里没底了，赶紧追问到底是什么条件。没想到阿内特胃口不小，他竟然想把这些食谱集结成册，直接出一本书。阿尔切特一听就慌了，难道这是要明抢，把自己的心血据为己有？阿内特赶紧解释说，这其实是一场纯粹的生意，他负责出钱投资，最后大家按比例分红。一听是这种合作方式，阿尔切特这下彻底放心了，当场就满口答应下来。阿内特做事也真是雷厉风行，直接把准备好的资金推到面前。不过他也把话挑明了，这可不是白给的恩惠，而是正儿八经的商业投资。塞西利亚心里除了感激，更多的是不好意思。他主动提起了之前的事，为自己的鲁莽诚恳道歉。阿内特倒是看得很开，安慰说这事儿根本不怪他，谁能想到有人会因为那点私心，就非要砸了别人的饭碗。塞西利亚听得心里热乎乎的，当场保证以后一定会报答，毕竟这么大一笔投资，阿内特竟然连眼都不眨一下。可阿内特却表现得云淡风轻，直言这点钱对自己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这些宝贝落到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手里。阿内特看着桌上的金币，心里正盘算着接下来的大计划，他觉得这笔启动资金怎么看都该够用了。结果阿尔切特仔细一算，半天没说话。阿内特试探着问了一句：“这些钱难道还不够吗？”阿尔切特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当场愣住，想要把这事儿办成，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起码还得再翻5倍，这下可真是失算乐，上哪儿再去弄这么多钱呢？看着保险柜里这几个可怜的硬币，阿内特这下是真的犯难了，就算把压箱底的私房钱全掏出来，离那个天文数字还差得远呢。可话都已经说出去了，现在要是反悔，那大公夫人的尊严往哪儿放？他不是没想过找洛伊克开口，只要他一句话，这位大公肯定二话不说就把钱送来。可阿内特心里清楚，总不能为了自己的私事就一直去掏家里的公款，既然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只能另辟蹊径了。阿内特盯着前方，一个大胆的想法正在成型，翻遍了全身。阿内特手里只剩下这最后一件宝贝了，这是哥哥送给他的首饰，也是他现在唯一的指望。既然现金不够，那就只能拿这些首饰去抵押，只要能换到足够的启动资金，这点牺牲也值了。说干就干，他直接来到了银行的贵宾室。银行行长一见是大公夫人亲临，那叫一个受宠若惊。可寒暄归寒暄，生意还是得照做。行长开门见山地问：“殿下这次过来难道是想办贷款？”阿内特直接亮出了底牌，他指着那条蓝宝石项链问：“用这个当抵押，到底能借到多少钱？”银行行长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这成色确实没得挑，他直接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15万达尼尔。听到这个报价，阿内特在心里飞快地算乐一笔账，15万，这可是他当初办婚礼费用的300倍，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虽然这东西对他意义非凡，一旦投资失败就再也拿不回来了，但为了那个大计划，他决定孤注一掷。阿内特没有犹豫，直接对行长说：“成交，现在就去准备钱吧。”行长客气地请他稍等片刻，去准备那笔巨额资金。阿内特看着空了的首饰盒，心里很清楚，这下是真的没有回头路了。既然已经把家底都豁出去了，那就必须赢，无论如何都要让阿尔切特的生意做成。夜深了，整座城堡都安静了下来，只有阿内特的房间还亮着灯。他正坐在桌前连轴转，从筹备前夜寄到出版塞西利亚的食谱，每一件事都得他亲力亲为。看着这一堆麻烦事，阿内特感觉自己都要焦头烂额了。阿内特使劲拍了拍脸颊，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既然这事是他开的头，就算再难也得咬牙撑下去。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了动静。阿内特愣了一下，抬头一看，居然是洛伊克。洛伊克站在门口，轻声问：“我可以进来吗？”阿内特赶紧点头答应。看着他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洛伊克低声问出：“什么事了吗？”阿内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洛伊克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物归原主的，你丢了东西。”阿内特听得一头雾水，反问道：“我丢东西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头发，又检查了一下耳环，发簪还在，耳饰也都在，到底丢了什么？洛伊克没有多解释，直接从怀里拿出一个东西，稳稳地放在了桌上。看清那个东西的一瞬间，阿内特彻底定住了。他结结巴巴地问洛伊克：“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洛伊克没有回答，反而冷冷地质问：“你为什么要借钱？”这下彻底没法交代了。阿内特在飞快盘算，到底该告诉他多少。如果让洛伊克知道这件事梅塞尔也掺和进来了，那可就不是捅了大篓子那么简单。梅塞尔的表哥是提伦，那是手握兵权的骑士团长，背后的家族更是根深蒂固。一旦双方闹翻，这领地恐怕就要变天了。绝对不能因为这件事引发洛伊克和家臣之间的战争。阿内特沉默了，真相必须烂在肚子里。
洛伊克步步紧逼，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自己。阿内特吓得赶紧摆手说绝对没有。为了圆谎，他随口编了个瞎话，说自己是想投资一家杂志社，这才急着筹钱。洛伊克听完更不解了，既然要用钱，直接从家里账上拿不就行了？阿内特低着头说，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不想动用家族的资金。这句话一出，屋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洛伊克沉默了很久，你真的就这么不信任我吗？阿内特这下彻底慌了神，赶紧摆手解释说，我绝对没有不信任你。可话还没说完，他就发现气氛不对劲。洛伊克现在的样子根本不是在生气，他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洛伊克自嘲地笑了笑，语气里全是失落，我哪有资格不高兴？我只是觉得自己太蠢了，竟然真的相信你过得很好，却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到处借钱，这种无力感比任何争吵都让人难受。他低声说，我根本没脸对你发火。这下轮到阿内特没话说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洛伊克会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洛伊克低声说，这只能说明我还没能赢得你足够的信任，所以我没法怪你，我只是对自己很失望。